等了这么久，那个特别的学生终于尽孝了。艾尔莎看着手里的名单，这一刻他已经计划了很久，既然人到了，那就该亲自去见一面。走吧，去看看这位大人物到底有多难搞。女仆却有些为难，说那个新生在校门口闹得挺凶，到现在都不肯进门。这倒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毕竟作为这个世界的男主角，要是太听话反而没意思了。校门口这会儿正闹得不可开交，露西安浑身湿透，正对着守卫大吼大叫。身为公爵家的继承人，他显然还没搞清楚现在的处境。守卫见到艾尔莎过来，赶紧低头认错，说是马上就把这麻烦解决掉。可艾尔莎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他看着眼前这个狼狈的男人，语气冷得像这场大雨，先把大门关上，然后直接把他给我打晕。露西安还没反应过来，这女人居然敢对他下这种狠手，但这校门一旦锁死，他就真的无处可逃了。一声闷响，露西安彻底瘫倒在泥水里。这位不可一世的公爵继承人，现在就像个破布娃娃一样任人摆布。艾尔莎冷冷地看着他，直接下达了最残酷的命令，把他关进禁闭室，没有我的允许，这几年他都别想踏出这里一步。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是大小姐的刁难，但只有艾尔莎自己心里清楚，这其实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豪赌，因为眼前这个昏迷的男人，就是未来会亲手杀掉他的凶手之一。既然剧情已经开始了，那他就必须在被杀掉之前，为自己找一条活路。在这个扭曲的恋爱游戏里，三个男主都疯了一样爱着原女主，而艾尔莎偏偏穿越成了那个最招人恨的恶女。她是奥本海默侯爵的情人，仗着手里的权势，在学院里横行霸道，不仅虐待男主露西安，还因为嫉妒疯狂伤害那个被众人宠爱的原女主。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她的人生，那就是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直到把所有的好感度都变成了杀意。结果显而易见，当所有的罪行被揭开，迎接她的只有冰冷的剑刃和那个男人无情的背叛。艾尔莎看着眼前的侯爵，声音里满是绝望：“你真的要抛弃我吗？可惜，在这个世界里，恶女的眼泪最不值钱。”按照原定的剧情，艾尔莎最后会被三个男主联手杀掉，这种必死的结局，她可一点都不想体验。她的计划很简单，等原女主一出现，自己就立刻人间蒸发，彻底从这些危险男人的视线里消失。可万一剧情非要拉着她走，那这些男主还是会想要她的命。为了活下去，她必须先下手为强，去刷爆这些人的好感度。而这第一步，就是那个今天刚被她关进学校的男人，第一个男主露西安。艾尔莎推开沉重的房门，看着那个被锁链困住的少年，这一步迈出去，他的命运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露西安一眼就认出了他，即便双手被锁链束缚，他身上那股像野兽一样的压迫感，还是让艾尔莎感到脊背发凉。他愤怒地咆哮着，威胁要让艾尔莎付出代价。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一场胆大包天的绑架。露西安大声质问：“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艾尔莎语气平静，直接抛出了那个让他崩溃的名字：“是你的堂兄，那个一直被你信任的小公爵。”露西安根本不信，他觉得这全是艾尔莎编出来的鬼话。直到艾尔莎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罗森克鲁兹寄宿学校，也就是传闻中那个进得去出不来的玫瑰十字公馆。”听到这个名字，露西安彻底僵在了原地，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掉进了一个什么样的深渊。所谓的名门寄宿学校，其实就是贵族们的私人监狱，那些不听话的继承人或者私生子都会被挂着教育的幌子扔到这里自生自灭。露西安之所以会出现在这，是因为他的父母双亡后，那个道貌岸然的堂兄为了霸占家产，亲手把他送进了这个地狱。在原本的故事里，露西安会被艾尔莎当成玩物，受尽折磨，直到彻底黑化，最后觉醒了家族的恐怖力量，成了第一个杀出这所学校的人。艾尔莎很清楚，他现在必须抓住露西安这个救命稻草，因为这所学校真正的幕后黑手正是他现在的地下情人，那个危险又迷人的丹特侯爵。局面已经越来越失控了，如果不能搞定露西安，他迟早会被这两个男人彻底撕碎。艾尔莎心里很清楚，那个残暴的情人丹特绝不可能轻易放他走，毕竟他作为学校的管理员，掌握了太多见不得光的秘密。想要活命，露西安就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他必须让这个少年看清现实。艾尔莎盯着他的眼睛，语气冰冷地告诉他：“你是被秘密送进来的，除了这里的人，外面根本没人知道你在哪。”露西安还在拼命摇头，他不敢相信那个最亲近的堂兄会这样对他，可手上的锁链却在无声地嘲笑着他的天真。对于一个刚成年的孩子来说，这种被至亲背叛的滋味确实生不如死。露西安沉默了很久，终于缓缓抬起头，试探着问了一句：“你就是那个来费里安小姐吧？”艾尔莎冷笑了一下，看来她这个恶女的名声确实传得很远。不过露西安还不知道，她接下来的计划才是真正的疯狂。艾尔莎大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没错，我就是那个传闻中的来费里安。”但他话锋一转，蹲下身直视着露西安的眼睛，语气变得异常温柔。他说：“请你记住一件事，在这所吃人的学校里，为了能活下去，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露西安显然被这番话镇住了。艾尔莎露出了自信的微笑，她知道露西安现在还满心怀疑，但她有的是时间去赢得这个少年的信任。毕竟在这个地狱里，除了互相利用，他们已经别无选择。露西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毕竟在这个学校里，丹特设下的陷阱到处都是，就算露西安觉醒了力量，也未必能全身而退。艾尔莎很清楚那些阴谋，她承诺会帮他安全逃走，只要露西安愿意相信他。说完这些，艾尔莎头也不回地离开。深夜的走廊里，一个声音突然叫住了艾尔莎，这声音听起来再熟悉不过，来的人是维克多，学校的管理员，也是个最难缠的家伙。
虽然他和艾尔莎职位相当，但他一直嫉妒艾尔莎的贵族身份，甚至经常利用丹特的名义来勒索和威胁他。维克多摆出一副虚伪的面孔说：“艾尔莎小姐，算我求您了，您就不能安分一天吗？看这架势，他今天又是来找麻烦的，而且还是老套路，打算拿丹特来压人。”维克多一开口就想给个下马威，他质问艾尔莎凭什么没经过他的允许就私自去见哈利的小公爵。艾尔莎听完直接冷笑一声，这话从维克多嘴里说出来，简直荒唐到了极点。他反问道：“监督特殊学生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这种事什么时候需要你来点头了？”维克多这下彻底没词了，他支支吾吾的想解释，却被艾尔莎步步紧逼。难道以后每件事我都要低声下气求你商量吗？看着维克多那副吃瘪的样子，艾尔莎心里很清楚，这家伙还把他当成以前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那些说他没分寸、浪费粮食的闲话，他早就听腻了。如果维克多觉得还能像以前那样随便踩在他头上，那他这次可真是大错特错。艾尔莎直接把话挑明了，他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这难道也有错吗？维克多一下子愣住了，他结结巴巴的想反问，却被艾尔莎当场拆穿。那些在背后重伤他的谣言，全都是从维克多嘴里传出来的。维克多还想狡辩，说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哈利的小公爵是学院里最危险的特殊学生，在罗森克鲁兹学院，特殊学生这4个字意味着一旦他们的身份泄露，整个世界都会翻天覆地，所以必须被严密监控。艾尔莎心里很清楚，维克多之所以这么激动，根本不是为了学院的安全，他只是不想失去掌控这种权力的机会。看着维克多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艾尔莎忍不住大笑起来。艾尔莎笑着摇了摇头，她说维克多在这学校待太久了，竟然真把自己当成了大人物。看着维克多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艾尔莎索性直接摊牌，既然你对我这么不满，那就再去跟侯爵告状试试。不过你最好先想清楚，丹特到底是会夸奖你的忠诚，还是会直接把你撕成碎片。维克多这下彻底懵了，他显然没料到艾尔莎会这么强硬。更让他感到不对劲的是，艾尔莎竟然称呼丹特为侯爵。要知道，以前的艾尔莎最爱炫耀两人的关系，总是亲昵的直呼丹特的名字，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维克多哪里会想到，现在的艾尔莎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恋爱脑了。艾尔莎已经想好了，她正计划着一场彻底的逃亡，所以那些虚伪的头衔，她根本就不在乎。第二天一早，艾尔莎抱着药箱推开房门，笑着跟露西安打招呼，问她昨晚睡得怎么样。露西安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冷冷地坐在地毯上，那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让气氛变得有些压抑。艾尔莎心里直犯咕哝，这家伙比想象中要冷静得多，竟然连昨天的事提都不提。既然他不开口，艾尔莎索性直接进入正题。他盯着露西安，语气平静地问了一句：“小公爵，我可以帮你把衣服脱了吗？”听到要脱衣服，露西安整个人都傻了，他盯着艾尔莎，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疯子。艾尔莎倒是一脸淡定，她提醒露西安，昨天被制服的时候受了伤，现在必须赶紧处理。可露西安依然沉默不语，那副冰冷的态度，换做别人早就被吓跑了。但艾尔莎既然决定要拉拢他，就绝不会轻易退缩。他一边说着要换衣服，一边凑近观察，结果这一看让艾尔莎彻底愣住了。露西安领口下的伤痕比他预想的还要严重，真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忍到现在的。艾尔莎刚伸手去抓衣领，露西安就像被踩了尾巴一样，大声质问他到底要干什么。艾尔莎根本没理会他的抗拒，只想让他老实待着检查伤口。结果露西安猛地一挥手，直接把艾尔莎推倒在地。他指着门口让艾尔莎滚出去，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显然已经忍到了极限。艾尔莎拍了拍裙子站起来，她心里很清楚，想让这个男人放下戒备，绝不是1-2天就能办到的。但在这座吃人的学校里，露西安迟早会明白，除了合作，他根本无路可逃。看着露西安那副防贼的架势，艾尔莎最后还不忘调侃一句：“放心吧，小公爵，我对你这种小屁孩可没兴趣，反正你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这一句话直接把露西安给整不会了。趁着他还没反应过来，他赶紧上手检查伤口，嘴里还念叨着别乱动。虽然气氛有点尴尬，但好在他最后没拒绝，只要能顺利包扎，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艾尔莎交代完注意事项，转身准备离开。他叮嘱露西安要保重身体，不然以后可没机会逃出学院。看着他离开的背影，露西安整个人都陷入了沉思。传闻中这个女人名声臭到家，不仅反抗婚约，还成了黑道大佬的情妇。可刚才那个温柔细心的她，跟传闻里那个嚣张跋扈的女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吗？露西安觉得自己真是心软了，竟然会被那个女人的善意给动摇。可就在她懊恼的时候，突然发现哪里不对劲。刚才那个女人走的时候，好像根本没锁门。她试着推了一下，门居然真的开了。这到底是对方的失误，还是故意设下的陷阱？但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哪怕前面是火坑，她也得查清楚哥哥背叛的真相。露西安看着手上的锁链，明明只要稍微用力就能挣脱，可她却犹豫了。难道是在担心，如果自己就这么一走了之，那个女人会受到牵连吗？她赶紧摇了摇头，强迫自己清醒一点。现在可不是心软的时候。就在她准备动手逃跑时，窗外突然传来了动静。艾尔莎站在阳台上，轻轻敲了敲窗户，低声说：“时间到了。”艾尔莎露出了胜券在握的微笑。这可是露西安第一次尝试逃跑，绝对不能出差错。果然，整个学院瞬间炸开了锅，到处都是守卫的喊叫声。露西安还没跑出多远，就被守卫死死按在了地上，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在这时，艾尔莎也被惊动赶了过来，正好看到了这狼狈的一幕。艾尔莎看着
被抓回来的露西安，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一切，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不可能翻过学院的高墙。之所以故意给他留门，就是为了让他彻底死心，让他明白没有艾尔莎的帮助，他哪也去不了。只有这样，露西安才会把他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乖乖听从他的摆布。就在他得意的时候，维克多突然出现在身后，语气微妙地问了一句：“听说您刚才去过露西安的禁闭室？”维克多这番话明显是笑里藏刀，他直接了当地，把责任扣在艾尔莎头上，甚至还想借机夺走管理权。艾尔莎看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心里虽然很不爽，但还是冷静地问他是不是来教训自己的。维克多倒是装得挺像，说自己只是来提个醒，顺便接手那些麻烦的特殊学生。没想到艾尔莎竟然一口答应了，既然人是他故意放走的，那这个烂摊子当然得由他亲手来收拾。艾尔莎刚想转身离开，维克多却突然在背后叫住了他，还搬出奥本海默侯爵来压人，说这件事必须如实上报。这种威胁对现在的他来说毫无作用，但他不由得想起了原主艾尔莎，如果是以前的那个女人，恐怕早就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了。在那个冷酷的男人丹特眼里，艾尔莎不过是一个解闷的廉价玩具，随手就能扔掉。可悲的是，对当时的艾尔莎来说，那个把她推向深渊的男人，竟然是她生命中唯一的救命稻草。现在的艾尔莎已经不再是那个卑微的艾尔莎了，更不会为了丹特那种男人要死要活。面对维克多的威胁，他表现得云淡风轻，甚至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侯爵从来就没对他抱过什么期待。这种老掉牙的威胁已经没用了，他让维克多下次换个新鲜点的招数，随后头也不回地走开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维克多第一次感到事情脱离了掌控，这个女人最近确实太反常了，简直就像完全变了个人。而在走廊的另一头，露西安还在拼命挣扎，但等待她的依然是冰冷的禁闭室。维克多这次确实是得寸进尺了，艾尔莎很清楚，绝不能再让他这么嚣张下去。现在的局面非常尴尬，无论他怎么发号施令，底下的员工还是只看维克多的眼色。他这个大小姐完全被架空了，如果真的想帮露西安逃出去，维克多就是最大的绊脚石，绝不能让他继续掌权。在侯爵回来之前，这罗森学院必须得彻底变天了。既然犯了错，那就要付出代价。艾尔莎摆了摆手，让所有人都退下去，接下来的话不方便让外人听见。房门关上的那一刻，屋里静得让人发毛。艾尔莎看着跪在地上的露西安，语气冷淡：“小公爵，现在你应该认清现实了吧？”露西安猛地抬头，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直接。别白费力气了，凭你现在的本事，这辈子都别想逃出去。艾尔莎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里全是嘲讽。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堂堂小公爵竟然像条狗一样被锁在这里。他慢慢凑到露西安耳边，给出了最后的选择：要么乖乖抓住我这根救命稻草，要么就等着被彻底碾碎。露西安，选哪条路你自己定吧。被关在这里已经不是最让他抓狂的事了。真正让他感到疯掉的是艾尔莎留下的那个选择，要么抓住他给的生路，要么就像狗一样被踩在脚底。露西安盯着虚空，明明知道那是陷阱，可他竟然真的想去牵那只手，这太荒谬了。明明他刚刚才尝试过逃跑，按理说艾尔莎现在应该气急败坏才对，可他为什么还要开出这种诱人的条件？他到底在盘算什么？维克多显然坐不住了，他盯着艾尔莎说，必须把这件事立刻汇报给侯爵大人。可露西安根本不在乎这些，他现在只觉得讽刺。艾尔莎甚至连审问都懒得审，就这么把他晾在了一边，真可悲啊！堂堂家族继承人，现在竟然沦落到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宿管身上。露西安把头埋进膝盖，这种卑微的念头让他觉得自己彻底烂透了。就在这时，昏暗的房间里传来了脚步声，有人推开门，低声叫住了丹特。丹特大人，我有事要汇报。侍从低声汇报，是关于罗森学院的事。因为艾尔莎的失误，那个特招生差点就逃跑了。丹特漫不经心地摆摆手，示意他继续说。侍从赶紧添油加醋，说艾尔莎现在不仅办事不力，甚至还跟维克多起了冲突。丹特听完冷哼一声，随手拿起一根雪茄。我特意交代过要看紧那小子，他竟然能出这种差错，简直是无能。他吐出一口烟雾，眼神里透着一股狠劲。艾尔莎犯的错已经够多了，也许是时候把他处理掉了。侍从愣了一下，又补充了一个奇怪的细节。不过大家都说艾尔莎最近变了，以前她总是拼命想见您，可现在她甚至连看都不看您一眼了。侍从还在继续汇报，说艾尔莎现在软硬不吃，连他的威胁都根本没放在眼里。丹特听完笑了。还有呢，在他的记忆里，艾尔莎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的她就像是用玫瑰和蜂蜜做成的，那种甜美的滋味，只要尝过一次就很难忘记。尤其是他只对她一个人表现出的那种渴望。丹特觉得这很有趣，所以才随手给了他一个爱人的虚名。那时候的艾尔莎总是患得患失，甚至会在深夜守在他的床边，只为勒求他的一点安抚。可现在，这个曾经离不开他的女人，竟然真的变了。丹特叹了口气，他原本觉得艾尔莎和其他女人也没什么区别，甚至已经开始觉得她很无聊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说她变了，这反而让他觉得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了。他嘴角微微上扬，看来是时候亲自去看看她了。侍从在一旁沉默不语，他觉得丹特的好奇心简直像孩子一样残忍，真不明白艾尔莎以前怎么会爱上这种男人，毕竟站在他面前的可是丹特·德萨维·奥本海默，一个出身皇室却掌控了整个帝国地下世界的男人。丹特这个男人完全是靠自己白手起家才拿到了侯爵的爵位，
侍从一直跟在他身边，看透了他那冷酷的本性。他不信任任何人，也不爱任何人，那种冷漠简直让人脊背发凉。侍从在心里默默祈祷：艾尔莎小姐，千万别去招惹这个疯子。此时的艾尔莎正坐在窗边处理文件，听到敲门声，她头也不抬的让人进来。女仆走上前汇报说，那个叫露西安的学生已经休息过了。但是艾尔莎停下笔，但是什么？女仆一脸为难地汇报说，露西安又在绝食抗议了。艾尔莎听完有些头疼，自从上次她逃跑失败，她就一直故意躲着没露面。本来想玩一招欲擒故纵，免得让他看出来自己是在讨好，可现在看来，这男人比他预想的还要倔，再这么耗下去，恐怕真的要出事。他吩咐女仆重新准备饭菜，决定亲自去会他。毕竟前几天闹得那么僵，总得想办法让他先冷静下来。艾尔莎推开房门，试探着问他昨晚睡得好不好。可露西安只是背对着他，一句话也不肯说。整个房间安静的可怕，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看着眼前的露西安，艾尔莎觉得她彻底崩溃了，就像一只被剪断翅膀的鸟，无论怎么挣扎，都再也飞不出这片牢笼。他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语气里带着几分讨好，说他已经整整1周没吃东西，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可露西安连头都没抬，只是冷冰冰的吐出2个字，让他拿走。艾尔莎还不肯死心，端起汤碗想再劝几句，谁知道露西安突然爆发，猛地一挥手，直接把托盘掀翻在地，刺耳的破碎声响彻房间。这下两人之间最后的体面也没了。露西安彻底失控了，他冲着艾尔莎大吼大叫，让他滚远点，说他现在恨透了这里的一切。艾尔莎没有反驳，他知道露西安现在已经崩溃了，把自己当成仇人也是理所当然。可看着他自残式的折磨自己，他心里还是有些不是滋味。但在艾尔莎的记忆里，无论现在的露西安有多破碎，她终究是那个拿了主角剧本的人。她注定会觉醒惊人的力量，重新夺回属于她的家族，然后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女人，治愈她身上所有的伤痕。她可是这个世界的英雄，而现在的这些苦难不过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艾尔莎心里很清楚，露西安将来会走向辉煌，而她自己只会被侯爵像垃圾一样扔掉，最后落个惨死的下场。她收起心思质问露西安，难道真的打算把自己饿死吗？露西安冷笑着反问，说他死不死跟他有什么关系？难道他是怕担不起管理者的责任？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露西安已经走到了他面前，语气里满是嘲讽。露西安冷笑着问，你这么拼命地抓着我不放，难道不是因为害怕吗？害怕被你那位亲爱的侯爵像垃圾一样随手丢掉？艾尔莎强压住火气，现在还不能翻脸，因为露西安是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深吸一口气，顺着对方的话说，没错，为了活命，我确实的留住你，但你有一点搞错了，我想要帮你，可不是为了得到那个男人的爱。艾尔莎终于说出了真心话，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想活下去，不是为了那个疯子侯爵，也不是为了维持什么恶女的名号，我只想作为莱费里安活在这个世上，这就是我帮你的理由，哪怕这听起来很自私。露西安沉默了，她看着眼前的女人，这种对生存的渴望真的能算自私吗？艾尔莎心里很清楚，曾经的她只是一个注定要退场的背景板，但就算是反派，也该有一次机会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艾尔莎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怎么能在露西安面前露出这种表情？绝对不能让她看到自己的软肋。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离开这里。露西安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已经转身跑远了，只留下一个决绝的背影。跑出房间后，艾尔莎心里乱成一团，刚才那些话真不该说出口。反正露西安根本不会在意她的处境有多难，甚至还会因为这些话彻底失去对她的信任。这下事情真的搞砸了。如果露西安拒绝合作，那所有的计划都会变成废纸。光靠嘴说根本没用，必须得拿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让他彻底相信我。可到底该去哪找呢？就在艾尔莎发愁的时候，她路过了维克多的房间，刚好撞见了正在打扫的女仆。一打听才知道，维克多这会儿已经进城了，短时间内根本回不来。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艾尔莎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吗？看来艾尔莎已经找到了接下来的路，她心里已经有了主意。而另一边的露西安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女人的影子，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艾尔莎露出这种表情。那个总是像画一样完美的女人，刚才看起来竟然那么不安，甚至有些失控。露西安自嘲地笑了，自己明明还被困在这里无能为力，竟然还有心思去担心别人。她看向窗外，心里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难道真的没有逃出去的可能吗？露西安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她甚至开始怀疑，难道连最亲近的堂兄也背叛了自己吗？现在的她已经不知道还能相信谁了。就在她心灰意冷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艾尔莎竟然又回来了，手里还端着热腾腾的晚饭。露西安愣住了，她以为这个女人刚才哭成那样，肯定再也不想见到她了，难道这只是自己的幻觉吗？可艾尔莎不仅没走，还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催促她赶紧吃点东西。见露西安还是沉默不语，艾尔莎拿出了准备好的杀手锏，既然好言相劝没用，那就只能让她看看这个足以改变现状的东西了。艾尔莎道，要看看。等露西安看清了这封信，还能不能像现在这样淡定？露西安还没反应过来，直到她看清了餐盘上那封印着公爵家徽的密信，她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封信怎么会在艾尔莎手里？她颤抖着拆开信封，里面的字迹让她无法逃避，那是她看了
整整好几年的笔记，熟悉到根本不可能认错，可信上的内容却像刀子一样扎心，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为了把他送进那个叫罗森的地方，对方竟然愿意支付任何代价，他最信任的人亲手把他给卖了。信里反复强调要绝对保密，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个天大的讽刺。露西安死死盯着那些字迹，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笔记。那个混蛋，他竟然真的做得出来！露西安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发疯一样把信纸撕得粉碎，仿佛这样就能抹掉被背叛的事实。可证据就在眼前，不管他怎么撕，真相都不会改变。艾尔莎看着眼前崩溃的男人，语气平静地问他：“现在你总该相信了吧？亲手把你卖掉的就是你那个好堂兄克雷格男爵。”看着露西安失魂落魄的样子，艾尔莎知道这记重锤砸下去，露西安的防线已经彻底崩了。艾尔莎直接摊牌了，她说：“哈利德家族可是帝国最显赫的豪门，而露西安才是那个家族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她必须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夺回来。”露西安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艾尔莎竟然直接拿起勺子，当着他的面吃了一口晚饭。露西安吓了一跳，赶紧问他到底想干什么。艾尔莎咽下食物，平静地说：“我只是在证明这饭里没毒，现在信任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该谈谈正事了。他是继续像现在这样混吃等死，还是拿起武器去复仇？”艾尔莎把选择权丢给了露西安。为了彻底唤醒露西安的斗志，艾尔莎知道必须用这种最极端的方式逼他看清现实。露西安终于松口了，他说：“艾尔莎说的没错，既然逃不掉，那就只能正面硬刚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属于他的东西，谁也别想再抢走第二次。看着露西安眼神里的杀气，艾尔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这个男人终于被他彻底点燃了。维克多这下彻底慌了，翻遍了整个房间，那封至关重要的信件竟然凭空消失了，这可是揭开学院真相的关键证据，要是让侯爵知道东西丢了，后果简直不敢想象，恐怕没人能承受他的怒火。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维克多突然变了副嘴脸，既然找不到信，那就找个替罪羊好了，反正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干，只要把脏水全泼到艾尔莎身上，不仅能保住命，还能像往常一样全身而退。他已经想好了，马上就在员工里散布谣言，让艾尔莎彻底翻不了身。维克多已经打好了如意算盘，只要咬死是艾尔莎干的，侯爵肯定会相信他的鬼话。他气势汹汹地冲向房间，连门都懒得敲了。艾尔莎正气定神闲地喝着茶，面对破门而入的维克多，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平静地问他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礼貌。维克多根本不接话，当众大声指责艾尔莎，说他就是那个偷走信件的小偷。这盆脏水泼的是又快又准，可他哪里知道，艾尔莎早就等着他自投罗网了。这出贼喊捉贼的戏码跟他预想的一模一样，既然对方非要往坑里跳，那接下来的局面可就由不得维克多说了算了。谁也没想到，艾尔莎竟然直接承认了，没错，信确实就在他手里。但他紧接着反问一句：“你有证据吗？”这一招反客为主，直接把维克多给整不会了。他支支吾吾半天，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这跟他预想的求饶画面完全不同。艾尔莎根本不在乎，甚至还让维克多随随便便去告状，反正侯爵从来没看好过他，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反而让维克多心里发毛。他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劲了。以前艾尔莎被丹特拒绝之后，顶多也就是耍耍小脾气，可现在的他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维克多死死盯着艾尔莎，心里那股不安感越来越重。这个女人绝对在计划着什么更可怕的事。艾尔莎的嘴堵起来，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她当面嘲讽维克多，连侯爵的一封信都看不住，居然还有脸跑来甩锅。维克多在心里气疯了，先是特招生跑了，现在连这个女人也敢骑在他头上，他觉得艾尔莎真是太自以为是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艾尔莎突然叫住了他，语气冰冷的让人脊背发凉。他提醒维克多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一个平民到底哪来的胆子在贵族面前嚣张？从现在开始，最好给他放聪明点。维克多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曾经任人拿捏的女人，现在竟然变得这么可怕。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维克多和艾尔莎大吵一架的消息很快就在府邸里传开了，连正在看书的露西安都听到了风声。女仆们在走廊里小声嘀咕说，维克多指控艾尔莎偷了重要的信。这话传到露西安耳朵里，简直像个炸雷。她立刻想到了昨天那封信。露西安手里的书再也看不进去了，她开始怀疑那个女人冒着被毁掉名声的风险去跟维克多正面硬刚，难道全都是为了保护他吗？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再也压不下去了。他心里乱成一团，既然是为了他，为什么那个女人一个字都不解释？看着窗外，露西安第一次对艾尔莎产生了动摇。她想不通，为什么她宁愿背负小偷的骂名，也要在背地里做这些事。露西安还在屋里胡思乱想，她实在搞不懂艾尔莎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了，艾尔莎端着热腾腾的汤走进来，笑得非常自然。她说露西安现在的气色不错，还特意嘱咐她多吃点，好，赶紧把身体养好。他表现得越是体贴，露西安就越觉得心里不踏实。他看着那碗精心准备的汤，终于还是憋不住了，他决定直接摊牌。露西安盯着艾尔莎问：“你之前说帮我是为了活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留在侯爵身边明明更危险，你到底在计划什么？”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露西安的眼神里全是怀疑。他想知道这个女人嘴里到底哪句才是真话。外面的传闻越来越离谱，说艾尔莎之所以留在这里，是因为她对那个男人爱得发疯，
听到这些话，艾尔莎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这难道是原主残留的情感吗？仅仅是听到丹特的名字，身体竟然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应。艾尔莎在心里暗骂，原主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在丹特这种男人眼里，女人不过是可以随意操控的木偶。他现在表现出的那点兴趣，纯粹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的消遣，根本谈不上什么真心。更扎心的是，艾尔莎很清楚未来的剧情，丹特以后会遇到他的真命天女，甚至愿意为了那个女人去死。而现在的自己，在他眼里连个备胎都算不上，这种单相思的代价太沉重了。在丹特眼里，身边的女人不过是填补空虚的工具，哪怕原主为了他丢掉性命，这个男人恐怕连眉头都不会皱一下。艾尔莎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绝不能重蹈覆辙，把自己变成那个男人手中的玩物。虽然身体里还残留着原主的情感，但那又怎么样？艾尔莎看着那些虚假的回忆在火中化为灰烬，她告诉自己，曾经的爱已经死了，现在的她绝不会再被这种廉价的感情左右。她终于看穿了丹特的真面目，这个男人谁都不爱，他只是为了图个方便，才把这些女人留在身边当摆设。既然看清了局势，那就没必要再演什么痴情戏码。艾尔莎在心里暗暗发誓，她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炮灰，为了改变必死的命运，她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要利用那个危险的男人，也在所不惜。现在机会就在眼前。露西安最近的态度明显软化了，甚至因为那封信开始对他产生信任。艾尔莎敏锐地感觉到，露西安看他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防备和疏离，而是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他知道摊牌的最佳时机已经到了。艾尔莎深吸一口气，直接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她说自己想逃离这个鬼地方。露西安整个人都听傻了，她显然没料到这个女人竟然敢有这种念头。艾尔莎并没有停下，她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只要离开这个房间，为了守住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她随时都会没命。现在的她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所以她直接了当地提出想成为露西安的盟友，只有两人联手才有一线生机。她看着露西安的眼睛，露出了一个势在必得的微笑。他说，如果自己出手相助，露西安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求助，而是一场豪赌，就看露西安敢不敢入伙了。艾尔莎嘴上说着求保护，眼神里全是真诚，可心里想的却是怎么跑路。只要能逃出这个鬼地方，他打算反手就跟这些男人断个干净，跑得越远越好。为了稳住露西安，他顺势递上台阶，劝她多少吃点东西。露西安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还是点头答应了。气氛看起来总算缓和了不少。可就在露西安低头喝汤的时候，艾尔莎随口提了一句，说明天自己可能不在，让他记得按时吃饭。这话一出，露西安手里的勺子瞬间定住了。艾尔莎正准备转身离开，却感觉衣角被人死死拽住，回头一看，露西安竟然直接动手留人。她眼神里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慌乱。露西安这语气听着简直像是在查岗，她非要问个清楚，明天到底为什么不来？艾尔莎只能随便找个借口，说是想出去透透气，但这理由编得太烂，连她自己都觉得心虚。其实她明天的行程排得满当当，不仅要演好那个奢侈的恶女，还得想办法消除维克多的怀疑。最关键的是，他要去见那个神秘的第三男主。这些秘密当然不能说，他赶紧换个话题，想打马虎眼，问他要不要吃点心。结果露西安根本不接话，就这么死死地盯着他。露西安这下彻底闹起脾气了，觉得艾尔莎是在拿他当小孩哄，毕竟他现在被关了禁闭，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出去透气。艾尔莎看他这副样子，心里多少有点过意不去，临走前特意安抚了一句，说自己会尽快赶回来。露西安虽然嘴上说着随他便，但最后还是乖乖低头喝汤了。看着他这副落寞的样子，艾尔莎却突然自嘲地笑了。同情别人之前，还是先看看自己吧。现在的处境简直就是泥菩萨过河，能不能活着离开这个地方，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原本以为这只是个平静的夜晚，丹特正独自在浴池里休息，结果属下突然闯进来，带回了一个足以炸锅的消息。艾尔莎居然动手了，他直接从维克多那里偷走了那封至关重要的信。听到这个名字，丹特整个人都停住了，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这是直接捅了马蜂窝。丹特披上睡袍走出浴池，随口问了一句后续，结果属下带来的消息让他整个人都冷了下来。原来维克多不仅发现了，还直接在学院里拦住了艾尔莎，当众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听到维克多竟然敢审问他，丹特的脸色彻底变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对峙，这是在挑战他的底线。他一边听着汇报，一边沉默地给自己倒了杯酒，但那股压迫感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维克多的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敢动我的人，维克多的胆子确实不小。丹特晃着手里的酒杯，语气里听不出半点温度。所有人都以为他在担心艾尔莎，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只是最讨厌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至于那封所谓的关键信件，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丹特把他交给维克多，可不是因为什么信任，他是在放长线钓大鱼，故意把证据抛出去，就是为了看清楚到底谁才是藏在暗处的内鬼。只要那个家伙一露头，他就会毫不留情的把这群人彻底清理干净。丹特已经动了杀心，他直接给属下下了死命令，谁也不准动维克多，他要等时机成熟了，亲手收拾这个不知好歹的混蛋。而此时的维克多还完全没意识到危险降临，他正听着女仆汇报说艾尔莎又在挥霍无度，不仅要找裁缝做新衣服，还把旧的全部扔了。维克多一脸鄙夷的冷笑，觉得艾尔莎还是那个
肤浅又虚荣的蠢女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长进。可就在他自以为是的时候，女仆递过来一封信，那是来自丹特侯爵的亲笔信。刚才还一脸得意的维克多，在看到信封的那一刻，整个人瞬间僵住了。维克多随手撒出一把金币，打发走了安插在身边的眼线。他要求对方死死盯着艾尔莎，绝不能漏掉任何蛛丝马迹。他满心欢喜地拆开侯爵的来信，以为这次告状立了功，艾尔莎肯定会被彻底赶走。可信上的内容却让他当场愣住。侯爵竟然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只是让艾尔莎下次注意点。这种轻描淡写的态度让维克多气得直接揉碎了兴致。他现在是真的有点急了，如果不能尽快除掉艾尔莎，他就永远没机会接触到学院里那本最核心的秘密账本。眼看计划再次落空，维克多坐在桌前陷入了沉思。既然这招不管用，那接下来就只能动用更狠的手段了。维克多突然冷笑了一下，他终于抓到了艾尔莎的死穴。不管丹特侯爵现在有多宠他，只要把那件事翻出来，艾尔莎就彻底完了。调整好心态，艾尔莎终于迈出了这一步。既然已经到了门口，那就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店员热情地迎了上来，他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要一份樱桃派。店员礼貌地拒绝了点单，说樱桃派已经不在菜单上了。艾尔莎却不慌不忙，又加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要在派上加1层鲜奶油。店员的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把他带进了私人书房。艾尔莎并没有急着回答，反而先聊起了信任。就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他直接喊出了那个名字：吕内堡伯爵。这一句话让眼前的店员愣在原地。既然身份已经被识破，他索性也不再演戏，直接卸下了这层伪装。原来这个看似普通的店员，竟然是帝国顶尖的商会首领本尼迪克特。他很好奇，艾尔莎到底是怎么看穿他的。别看本尼迪克特现在只是个店员，他背后的是迈克尔公司，几乎掐住了整个帝国的生意命脉。凭着过人的手段，他硬是让没落的家族重回权力中心。这家店不过是他收集情报的幌子，在帝国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秘密。但今天艾尔莎带来的东西却让他开了眼，那是一枚镶嵌着魔石的戒指。这种古代遗物极其罕见，普通人拿在手里就是个装饰品，只有像他这种级别的强者才能真正激活其中的力量。艾尔莎在心里已经确认，眼前的男人就是本尼迪克特。既然已经搞定了露西安，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彻底拿下这个男人。面对本尼迪克特的追问，艾尔莎并没有直接给答案，反而故意卖了个关子，说如果直接说出来，那这场戏就没意思了。他很清楚，想要和这种级别的商人合作，就必须先掌握主动权。他抛出了一个诱饵，让对方主动来买他的情报。只要这笔生意谈成，两人的关系就不再是试探，而是利益捆绑的开始。艾尔莎大方的承诺，只要情报够准，绝对少不了他的好处。本尼迪克特果然是个老狐狸，他直接拒绝了艾尔莎，说自己的公司从不做亏本买卖，甚至还下了逐客令，觉得艾尔莎是在浪费他的时间。艾尔莎早就料到没那么容易，既然硬碰硬行不通，他索性换了个玩法，直接提出要跟这位商业巨头打个赌，赌注就是他正在秘密筹划的投资。当艾尔莎说出西域领地的名字时，本尼迪克特彻底愣住了。这个计划他明明做得天衣无缝，他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其实这位号称金手指的男人，这辈子只在这一件事上栽过跟头，那就是卷入了罗姆迪奥家族那场混乱的领地争夺战。在原本的剧情里，他想扶持那个10岁的孩子上位，结果却输得一败涂地。而现在，艾尔莎成了唯一能帮他避坑的人。在原本的结局里，罗姆迪奥夫人会赢得彻彻底底，而本尼迪克特不仅会输掉比赛，甚至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艾尔莎看着眼前的男人，语气轻松地问他：“真的觉得那个小少爷能赢吗？”在他看来，赢家早就已经定好了。本尼迪克特彻底没话说了，这可是绝密的投资计划，他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女人到底是从哪得到的消息。他开始在心里飞快地盘算，难道是侯爵走漏了风声，还是说艾尔莎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那艾尔莎刚才那番话简直是救了他的命。他开始重新审视这场交易，这个女人到底想要什么？本尼迪克特现在脊背发凉，他完全看不透艾尔莎这个女人到底还知道多少秘密。他试探着问：“既然小少爷注定要输，那是不是该改投罗姆迪奥夫人？”没想到艾尔莎一口回绝，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完全想错了。”这下本尼迪克特彻底懵了，他根本跟不上这个女人的思路。他试图挽回一点面子，解释说，即便小少爷输了，他背后的外戚势力依然强大，想要在当地把生意做稳，这些贵族人脉就是命脉。本尼迪克特觉得，只要握住了这些贵族的手，金币就会源源不断的流进来。本尼迪克特陷入了沉思，他问艾尔莎，是不是只要不趟这汤浑水，就是最明智的选择？艾尔莎肯定地点了点头，但本尼迪克特还是不放心，万一艾尔莎猜错了，那他损失的真金白银谁来赔？艾尔莎直接放了大招，他说，如果预言失灵，他会按照本尼迪克特预期的利润，一分不少的全部补齐。本尼迪克特听完冷笑一声，他这次投进去的可是天文数字，就凭艾尔莎现在的身价，恐怕连个零头都拿不出来。艾尔莎道，也坦诚，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没钱，但紧接着他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我没钱，但我背后的男人有的是钱。本尼迪克特心里很清楚，如果这次真的亏个精光，侯爵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把他踢开。既然已经没有退路，他决定赌上这一把。他看着艾尔莎问，既然是交易，那你想要的交换条件是什么？艾尔莎终于说出了那个名字，维克多。他要这个男人在黑市里所有见不得光的脏事，而且
要比任何人都快。本尼迪克特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点头答应了，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家底，查个人对他来说并不算难。随着两人正式达成协议，这场豪赌也拉开了序幕。艾尔莎松了一口气，因为她知道维克多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正试谈完乐，艾尔莎起身准备离开，本尼迪克特倒是挺客气，主动提出要把他之前点的樱桃派专门打包带走。艾尔莎有些意外，之前不是说这派已经不卖了吗？本尼迪克特笑了笑说，那得看是对谁，对他来说，现在的艾尔莎就是值得投资的大腿。不过他也补了一句，前提是艾尔莎得赢下这场仗，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艾尔莎听完冷笑一声，她告诉本尼迪克特，自己从来不打没把握的赌，因为在他生存的那个世界里，一旦输了，就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这句话让本尼迪克特心里咯噔一下，他看着艾尔莎离去的背影，突然意识到这个女人远比他想象的要狠得多。艾尔莎微笑着说出了最狠的一句话，她说，如果这次赌输了，她丢掉的可不只是面子，而是这颗向上人头。本尼迪克特把东西递了过去，您要的樱桃派到了，当然还有那份更重要的情报。他看着眼前的女人，语气意味深长，来费里安小姐。谁能想到，这位风光无限的小姐，当初差点就没命了。亲妈刚走，就被亲爹的情妇扫地出门，甚至还要被卖给一个老头子。好在最后阴差阳错，她竟然成了侯爵的情人，这才勉强翻了身。传闻都说她是个傲慢的疯女人，但今天这一见，本尼迪克特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这女人不仅脑子转得快，判断力更是惊人，看来以前真是低估她了。他叫来手下，语气里透着一丝玩味，有个新任务，这次得把她给我盯紧了。另一边，艾尔莎已经处理完了一切，既然生意谈成了，也是时候回学院看看露西安了。马夫还没到，艾尔莎独自走在街头，看着周围热闹的人群，她突然有些感慨，原来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也有这种不受剧情干扰、单纯又宁静的角落。如果能像普通人一样过上这种平凡又幸福的生活，该有多好！就在他出神的时候，一个小男孩举着冰淇淋，兴冲冲地跑了过来，结果一头撞在了他身上，冰淇淋掉了一地，孩子吓得不轻。艾尔莎却一点没生气，反而先弯下腰问他有没有受伤。小男孩看着弄脏的裙子，急得都快哭出来了。艾尔莎却只是温柔地笑了笑，轻声安慰说没关系。他从包里拿出一枚硬币，递给这个冒失的小家伙，既然这么喜欢吃，那就再去买一个吧。小男孩看着他的脸，忍不住感叹，姐姐，你笑起来的样子简直就像天使一样。这一句话让艾尔莎彻底愣住了，她下意识摸了摸脸颊，我刚才是在笑吗？仔细想想，自从来到这个世界，这还是他第一次没有任何算计的露出笑容。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彻底逃离这些纷争，或许他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纯粹吧。看着路边热闹的咖啡馆，艾尔莎忍不住想，如果能放下这一切，当个普通的老板娘该有多好，不用再担惊受怕，也不用再为了生存算计，只要自由自在的活着就行。可这种美好的幻想瞬间就被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侍从满头大汗的跑过来，低声说特招生那边出事了，露西安。艾尔莎心里咯噔一下，刚才的温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必须马上赶过去。现在确实不是赶上的时候，毕竟像她这种注定要走向悲惨结局的人，根本没资格拥有平凡的幸福。露西安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四周弥漫着梦幻的紫色光影，她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到这的。就在她满心困惑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温柔的呼唤：“少爷！”露西安下意识回头，看着那个熟悉的红发背影，试探性地问了一句：“是艾尔莎小姐吗？”她穿着一身华丽的礼服，眼神里满是平时见不到的深情。她说自己已经等了很久，甚至主动走上前，紧紧抱住了露西安，轻声呢喃着想要永远陪在她身边。这突如其来的表白，让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在这个诡异的梦境里，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猎物？梦里的气氛越来越不对劲，艾尔莎不仅主动靠了上来，甚至直接吻住了露西安，还深情地问她愿不愿意接受这份心。露西安整个人都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之前还说不喜欢年纪小的，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主动？就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艾尔莎焦急的喊声：“露西安少爷，你能听到我说话吗？”画面一转回到现实，露西安依然紧闭双眼躺在地上，任凭艾尔莎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侍从在一旁无奈的摇头，说他们已经尝试了所有办法，可露西安就像丢了魂一样，怎么叫都叫不醒。看着露西安昏迷不醒的样子，艾尔莎一句话也没说，但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有人敢搞这种小动作。艾尔莎猛地站起身，声音冷得让人脊背发凉，旁边的女仆吓得动都不敢动。到底是谁给她的胆子，敢在没经过我允许的情况下，给特招生注射这种危险的东西？这种药叫做尼克斯，一旦进入身体，不仅会让人浑身没劲，还会让痛感直接翻倍。这原本是丹特用来折磨人的手段，只要剂量稍微多一点，就会产生幻觉，甚至没命。如果不赶紧注射解药，人可能就彻底废了。可偏偏就在这时候，里面的病人突然失控了，治疗根本没办法开始。露西安刚才差点就没命了，艾尔莎现在根本顾不上别的，直接让挡路的侍从让开。他二话不说喝下药剂，俯身去救已经昏迷的露西安。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在抢命。等情况稍微稳住，他转过头盯着侍从和女仆，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问到底是谁干的？既然没人敢站出来承认，那就按袭击贵族的罪名来算。要是今天查不出真相，这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恐怕都保不住了。
侍从终于扛不住压力，指认维克多就是幕后黑手，说亲眼看见他进了房间，还说要亲自负责伙食。艾尔莎让所有人都退下，他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大意了。本以为只要自己不欺负露西安，他在这儿就是安全的，可谁能想到，正是因为自己对他太好，反而让露西安成了别人的眼中钉。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维克多这个人必须彻底除掉。露西安从昏迷中醒来，只觉得脑子里乱成一团，完全记不起昨天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记忆的碎片突然涌了上来。昨天有一群全副武装的人，毫无征兆地闯进了他的房间，对方人实在太多，他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直接被死死地按在床上。维克多冷笑着嘲讽露西安，说他不过是艾尔莎的一个玩具。露西安终于想起来了，昏迷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维克多，紧接着他就被强行灌下了不明液体，那是他噩梦的开始。露西安现在整个人都乱了，刚才看到的那些画面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药物引起的幻觉？他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偏偏会梦见艾尔莎，而且还是那种暧昧的场景。就在他尴尬的不行的时候，艾尔莎推门走了进来，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露西安根本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偏偏在这个时候见到他，艾尔莎解释说，虽然已经及时服下了解药，但那种毒药的副作用非常大。露西安听到毒药的名字，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自己刚才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那些荒唐的幻觉全都是因为中了这种剧毒。他看着眼前的艾尔莎，心里五味杂陈。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救自己了，上次逃跑的时候也是他挡在前面保护了自己。露西安想起艾尔莎曾对他说，他是家族真正的继承人，必须亲手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在那段最绝望的日子里，是这个女人的话给了他希望。他能感觉到艾尔莎当时的神情是那么真诚，既然欠了对方2条命，无论如何都得亲口对他说声谢谢。露西安低着头，小声地说了句谢谢，这对他来说可不容易。艾尔莎听完笑了笑，直截了当地说，咱们现在可是逃命的战友。战友这2个字让露西安彻底清醒了，他意识到单靠自己根本逃不掉，但如果有艾尔莎帮忙，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看着艾尔莎离开的背影，露西安在心里暗暗发誓，只要能顺利逃离这个鬼地方，他一定要揭露所有的真相。到那个时候，他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力量，换他来保护这个女人。露西安终于点头了，既然要一起逃离这个鬼地方，那从现在起，他们就是真正的盟友。他看着艾尔莎，郑重地喊出了她的头衔，莱费里安小姐。艾尔莎愣了一下，在这个学院里，已经很久没人这么称呼她了。这种久违的尊重，让她意识到露西安是真的信任她。她微笑着回应，既然这样，那就重新认识一下吧。露西安少爷，莱费里安这个姓氏听起来还真是讽刺。在这个世界的人眼里，艾尔莎只是个被家族抛弃的女儿，甚至有人背地里笑话她，说她不过是丹特身边的一个玩物，连提她姓氏的资格都没有。这种无视和嘲讽，换做别人早就崩溃了。但艾尔莎根本不在乎这些，名声也好，地位也罢，对她来说通通不重要。她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彻底撕碎这该死的剧本。只要能逃离被操控的命运，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在外人眼里，这里是培养模范生的天堂，优雅的下午茶就是对优秀者最好的奖励。但对布里吉特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奖赏，而是一场醒不来的噩梦。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学院里，她只是一个被丈夫抛弃、无依无靠的落魄贵族。这种身份，在维克多这种人眼里，简直是再完美不过的猎物。他已经退无可退，只能在这座华丽的牢笼里任人宰割。布里吉特的存在，对这里的学生来说，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只要看到他过得这么惨，大家就会庆幸自己不是他。甚至连这里的女仆都能通过欺负一个落魄贵族，来找回那点可怜的优越感。说白了，整个学院的平静，全靠把布里吉特当成祭品，踩在脚底下换来的。在原本的故事里，艾尔莎根本不在乎这个女人，但现在局面要变了。艾尔莎主动走上前，微笑着打了个招呼：“你好。”艾尔莎心里很清楚，布里吉特可不是什么路人甲，她是原著里最关键的棋子，也是自己必须拿下的盟友。在原本的剧情里，布里吉特在学院受尽折磨，哪怕后来逃了出去，那些阴影也像毒蛇一样缠着他，让他根本没法像个人一样活着。直到原女主出现，给了他唯一的温暖，告诉他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为了报答这份救命之恩，布里吉特最后甚至豁出命去，帮原女主逃离那些男人的掌控。既然知道这个女人这么重情义，艾尔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这一次救世主的剧本由他来演。如果能把那份拼死报恩的情谊提前握在自己手里，艾尔莎不介意亲手撕碎这个荒谬又恶心的破烂剧本。就在这群人还在背后拿布里吉特当笑话讲的时候，艾尔莎竟然直接空降茶话会，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傻了。谁不知道这位大小姐平时根本不屑于来这种地方，大家都在心里犯嘀咕，是不是哪句话说错惹到她了？艾尔莎根本没理会那些杂鱼，她直勾勾地盯着布里吉特，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你应该会欢迎我的吧？”布里吉特虽然还没反应过来，但还是下意识地让出了位置。艾尔莎顺手拿起茶壶，笑眯眯地给布里吉特倒茶。艾尔莎本想示好，可茶壶里的水刚倒出来，布里吉特就慌了神，拼命想要拦住他。等艾尔莎看清杯子里的东西，整个人都无语了。这群人竟然丧心病狂到这种程度，连口干净的茶水都不给喝。艾尔莎反手就把杯子摔个粉碎，指着那滩脏水质问女仆：“这是从哪个下水道里接来的？”女仆吓得语无伦次，一边道歉一边想赶紧毁尸灭迹，但这副心虚的样子反而让艾尔莎起了疑心。
他突然想起来，这个女仆经常鬼鬼祟祟地进出维克多的房间，看来这不只是简单的欺凌，这个女仆分明就是维克多安插在这里的眼线。艾尔莎已经彻底没耐心了，既然维克多非要找不痛快，那他也不打算再留什么情面。看着眼前这个敷衍了事的女仆，艾尔莎冷笑着问她：“你管这叫道歉？”没等女仆反应过来，艾尔莎直接甩出2个字：“跪下！既然要道歉，那就要有个道歉的样子。你不该亲吻她的鞋子吗？”艾尔莎盯着女仆的眼睛，一字一句地纠正她的称呼，先从叫她马丁夫人开始。这下女仆彻底傻眼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位大小姐竟然会为了布里吉特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就在女仆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正主终于露面了。维克多一脸假笑地走过来，问艾尔莎今天怎么有兴致来喝茶。艾尔莎心里冷笑一声，这家伙怕不是看到眼线被抓，急着跑出来护短了吧？真亏他还有脸出现在这。艾尔莎可不吃他那一套，直接一句话怼了回去：“怎么，听你这意思，我不该来？”维克多虽然嘴上说着不敢，但那副阴魂不散的样子真是让人倒胃口。艾尔莎永远忘不了，这家伙之前想毒害特招生，还打算把黑锅扣在自己头上，要不是他那天提前回来，恐怕早就掉进他的陷阱里了。看着维克多那副假惺惺的嘴脸，艾尔莎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家伙现在肯定气疯了，因为他没能杀掉露西安，更没能把杀人的罪名扣在自己头上。艾尔莎表面上不动声色，还笑着说自己只是来散散心的，可下一秒他的眼神就冷了下来。既然这杯茶是维克多特意准备的，那这种恶心人的玩意儿还是还给他自己销售吧。艾尔莎手一扬，整杯脏水直接泼在了维克多脸上，动作优雅的像是在行赏。维克多当场就被泼懵了，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向任人摆布的大小姐竟然敢当众让他这么下不来台。看着维克多狼狈的样子，艾尔莎还故意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这份大礼。他笑着把空茶杯放下，语气里全是刀子：“这种货色的茶，也就跟你这种人挺配的。”艾尔莎这一笑，简直是把维克多的尊严踩在地上碾。他就是要让所有人看清楚，现在的他可不是那个只会躲在后面看戏的软柿子。维克多死死盯着艾尔莎，心里那团火差点要把他烧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女人竟然真的敢跟他撕破脸。维克多还没缓过神来，布里吉特已经坐立难安了。这种压抑的气氛让他恨不得立刻消失。艾尔莎突然开口问：“马丁夫人，你平时就一直吃这种剩饭吗？”布里吉特彻底懵了，以前的艾尔莎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怎么现在突然变了个人？那些被关在小黑屋里的日子，那种叫天天不应的绝望，难道真的要结束了吗？可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到底是救赎，还是另一个陷阱的开始？布里吉特意识到，这可能是他逃离地狱的唯一机会。他低声承认，这种日子他已经过了很久。艾尔莎听完，转头看向一旁的维克多，眼神里全是冰冷。维克多还想打圆场，觉得这种小事不值得大小姐操心，心里甚至还在咒骂艾尔莎多管闲事。可艾尔莎根本不吃这一套，她直接戳到了维克多的死穴。听说你最近弄丢了侯爵交代的信。维克多这下彻底僵住了，还没等他狡辩，艾尔莎的下一句话更狠：冒犯贵族，这罪名你担得起吗？艾尔莎这番话简直是把维克多的脸往地上踩。他冷冷的提醒：不管你平时多嚣张，终究只是个平民。维克多气得半死，却一个字都不敢反驳，只能眼睁睁看着局面失控。艾尔莎转过头，语气瞬间变得温和。她邀请布里吉特进屋，说要用像样的茶点来赔罪。布里吉特受宠若惊，他知道属于他的黑暗日子终于要到头了。艾尔莎顺手支开了旁边的女仆，带着布里吉特进了屋。她表现得非常自然，甚至还贴心的让对方先休息。布里吉特坐在沙发上，整个人还是懵的。他不敢相信，那个曾经恶毒的大小姐竟然真的会出手帮他，这到底是赚了性，还是在演戏？而此时的维克多只能在远处无能狂目。对他来说，现在的艾尔莎简直软硬不吃，就像一块踢不动的顽石。布里吉特想起以前的日子，他被家族扫地出门，连家里的女仆都敢对他指指点点，笑话他落魄了还摆贵族架子。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今天竟然有人会为了他去跟那些恶人正面硬刚。此时的艾尔莎正在更衣，她看着镜子里的女仆，语气平淡却让人脊背发凉。你知道侯爵最讨厌什么吗？他最不能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权威，哪怕只是个卑微的女仆，只要做错了事，他惩罚起来可绝不手软。这番话一出，屋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女仆还没反应过来，艾尔莎直接把话挑明了。她说：“我知道你是维克多的间谍，你真以为出卖我之后还能平平安安的待在这吗？”这下女仆彻底崩溃了，她跪在地上拼命求饶，甚至卑微到说愿意去舔艾尔莎的鞋子，只要别把这事告诉侯爵。看着眼前这个吓破胆的人，艾尔莎却表现得非常冷淡。她说那些脏钱和讨好她都不稀罕，不过如果你想活命的话，现在确实还有最后一条路。艾尔莎心里很清楚，她和别人的秘密交易绝对不能让丹特察觉。她看着跪在地上求饶的女仆，语气平静的可怕。她说：“只要你听我的，我就能让你全虚全意的离开学院。”女仆整个人都愣住了，颤颤巍巍的问：“到底要怎么做？”艾尔莎俯下身子，一字一句的告诉他：“去当个双面间谍吧，这是你现在唯一的活路。”布里吉特独自坐了很久，显然是在等一个重要的人。随着一阵敲门声，正主总算露面了。艾尔莎推门走进来，微笑着打了个招呼，说：“抱歉让你久等了。”艾尔莎先是客气的打了个招呼，紧接着女仆竟然破天荒的弯下腰，为之前的无礼郑重道歉。布里吉特整个人都愣住了，在他的记忆里，这帮势利眼可从来没这么规矩过。看着桌上昂贵精致的茶具，他心里很清楚，这全是女儿艾尔莎特意安排的。
看来这次见面，艾尔莎是铁了心要摊牌了。布里吉特也是个聪明人，他开门见山地问艾尔莎：“费了这么大劲帮我，你到底想要什么？”艾尔莎表面上很淡定，心里却一直在打鼓。她最初确实只想利用马丁夫人，把对方当成通关的工具，但真到了这一步，她发现自己良心上过不去。这种纯粹的利用让她感到恶心。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狠下心来，她根本没法活下去。为了活下去，艾尔莎决定狠下心来演一场戏，哪怕这背后全是算计。她放下茶杯，一脸真诚地看着布里吉特说：“我其实只是想和你做朋友。”这番话直接把布里吉特听懵了，毕竟在这个冷冰冰的家里，从来没人提过朋友这两个字。艾尔莎接着打出感情牌，说他们两个都是被学院排挤的边缘人，只有同病相怜的人才最懂这种滋味。这几句话精准地扎进了布里吉特心里，他显然已经开始动摇了。面对艾尔莎的拉拢，布里吉特显得有些犹豫，他不知道该不该立刻答应。艾尔莎倒是一点也不急，反而以退为进，笑着说：“有意这事儿强求不来，现在只要安心喝茶就好。”看着艾尔莎真诚的样子，布里吉特终于放下了戒备，破天荒地端起茶杯尝了一口。这一口茶喝下去，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破冰了，而真正的计划也将在几天后正式拉开序幕。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艾尔莎经常陪布里吉特喝茶，两人渐渐打成了一片，对方眼里的防备也彻底消失了。看着布里吉特一天天开朗起来，艾尔莎心里总算松了口气，这说明他的怀柔政策起效了。布里吉特突然主动开口，打听起家里有没有寄来信件。艾尔莎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信号，如果不是真的把他当成自己人，布里吉特绝不会提起那个思念已久的人。艾尔莎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布里吉特心心念念的那个孩子，正是马丁伯爵唯一的继承人。虽然布里吉特生了儿子，但还是被马丁当成弃子扔在了学院。艾尔莎握住他的手，承诺一定会帮他们母子团聚。这可不是在开空头支票，因为艾尔莎知道原著剧情，马丁和他的情妇很快就要领盒饭了，到时候布里吉特就能名正言顺的回去。听到这些安慰，布里吉特感动得一塌糊涂，甚至主动为之前的无礼道了歉。这下两人的同盟算是彻底稳了。听着布里吉特的夸奖，艾尔莎心里真不是滋味，她只能照搬原著女主的台词，承诺以后会永远站在对方这边。就在两人气氛正温馨的时候，女仆突然端着樱桃派走了过来，说是艾尔莎订的点心到了。艾尔莎正纳闷自己什么时候订过派，结果抬头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位不速之客竟然是本尼迪克特，看来本尼迪克特这次动作很快，终于抓到了维克多的狐狸尾巴。看着眼前这个精致的派盒，艾尔莎心里很清楚，接下来就是彻底除掉维克多的时候了。下一次接头就在这周四，既然消息是那个人给的，肯定错不了。就在这时，女仆推门进来汇报，艾尔莎笑了，这人来的真是时候，既然万事俱备，那就该动手制造点证据了。维克多现在心烦意乱，男爵的信没派上用场，暗算特招生的计划也搞砸了，眼看接头的时间就要到了，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只要能拿到那个秘密账本，里面记录的非法入学证据，就是他翻盘的唯一机会。到时候不仅能拉丹特下水，就连那个讨厌的艾尔莎也会跟着一起完蛋。就在他盘算着阴谋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维克多怎么也没想到，他心心念念的秘密账本竟然这么快就有了下落。他以为翻盘的机会终于来了，可他不知道的是，窗边的艾尔莎已经等了很久。今天是周四，正是计划中接头的日子。女仆推门进来汇报，维克多已经带人离开了。艾尔莎露出了胜券在握的微笑，鱼儿已经彻底上钩，精心布置的陷阱就等他自己跳进去了。艾尔莎也该出发去收网了。这场抓老鼠的游戏终于到了最精彩的时候。深夜的街道上，维克多骑马赶到了接头地点，对方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催着他赶紧拿出点像样的东西。维克多冷笑着递出一个账本，这可是罗森家的秘密证据，只要有了这个杀手锏，他就能把侯爵和罗森彻底搞垮。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要怎么亲手除掉那个碍事的艾尔莎。可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你是说我吗？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维克多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个声音他再熟悉不过，回头一看，艾尔莎竟然就站在他身后。他还没来得及问个明白，四周埋伏好的士兵已经冲了出来，冰冷的长剑直接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艾尔莎面无表情的下令把他带走，任凭维克多如何挣扎哀求，沉重的锁链还是套在了他身上。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阴谋家，最终被关进了阴暗的地下地牢。回到房间的艾尔莎长舒一口气，这颗眼中钉总算是彻底拔掉了。想起他被抓时那复见鬼的表情，这出戏演的确实值。接下来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丹特了。可当艾尔莎打开信封，却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这些信纸铺满了干花，每一片玫瑰花瓣都是原主亲手揉碎熏香的，这是他专门为丹特准备的卑微。哪怕只是写一封信，原主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爱。可这种深情却让现在的艾尔莎感到一阵恶寒。这种渴望了一辈子却从未得到过回应的爱，到底有多沉重，恐怕只有这叠信纸知道了。原主被夺走一切是有多绝望，艾尔莎并不关心，她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绝对不能像垃圾一样被扔掉，只要能活下去，这就足够了。他收起笔，把写好的举报信交给女仆，吩咐她立刻送到侯爵手里。这封信里全是维克多勾结外人的铁证。看着女仆离开的背影，艾尔莎心里一阵痛快。维克多这次是彻底栽了，信已经送出去了，虽然一点都不想见到那张脸，但现在就看丹特打算怎么接招了。消息传得比想象中快，艾尔莎的信已经摆在了这位侯爵大人的桌上。
他看完信，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弧度，看来这封信的内容确实引起了他的兴趣。丹特叫来利亚姆，语气不容置疑：“听好了，立刻动身去学院，现在就走。”丹特这回是真急了，一边整理衣服一边催促，恨不得下一秒就飞到学院。马车已经在路上跑疯了，他还是觉得太慢，甚至开始责怪利亚姆办事不力。利亚姆心里直犯嘀咕，这已经是马车能跑的最快速度了。而且那封信到底写了什么，能让侯爵大人连正事都扔下？以前艾尔莎写的信全是些肉麻的情话，可这次丹特的反应完全不对劲。就在利亚姆百思不得其解时，丹特终于开口了：“艾尔莎那个女人把维克多给抓了。”利亚姆试探着问了一句，丹特倒是难得给了个肯定。看来艾尔莎这次的表现确实让他刮目相看。最近这段时间，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但这种语气反而让利亚姆脊背发凉。只要丹特露出这种表情，就意味着绝对有人要倒霉了。利亚姆本以为到了地方会先去见艾尔莎，结果丹特根本没这打算。既然艾尔莎已经把人抓到了，那他当然要先去见见维克多，然后亲手把那个家伙给废了。而此时的艾尔莎正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为了抓到维克多，他已经累得快要散架了。虽然已经累得不行，但还有件事必须去做，那就是去看看露西安。艾尔莎换上那双华丽的高跟鞋，这是原主最喜欢的风格，但在他眼里，这些精致的装饰简直就是累赘。穿上这双鞋，就像戴上了沉重的脚镣，每走一步都在提醒他那个逃不掉的身份，仿佛有个声音在耳边不停地说：“你永远也别想摆脱这反派千金的命。”这种压抑的感觉让他几乎快要透不过气。直到他推开了那扇门，露西安正一个人坐在床边，听到动静，他转过头，轻声打了个招呼：“你来了。”来费里安小姐。露西安一眼就看出来，艾尔莎今天状态不对，整个人显得特别疲惫。艾尔莎也没打算瞒着，直接摊牌了。昨晚为了抓那个维克多，确实费了不少劲。一听到这个名字，露西安手里的动作都停了，就是那个曾经下毒害他的罪魁祸首。艾尔莎接着抛出一个重磅消息：维克多背后还有人，所以接下来的审问，丹特侯爵会亲自出面。这意味着那个难对付的男人马上就要回到学院了。虽然艾尔莎一直在安慰，说丹特生意很忙，处理完事情很快就会离开，但露西安的心里却已经乱成了一团。只要那个男人在这里，他原本完美的逃跑计划恐怕就要彻底泡汤了。露西安很清楚，只要那个男人还在附近，他就必须打起12分精神，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就在气氛有些压抑的时候，艾尔莎突然提议，要不要趁现在一起去外面散散步。艾尔莎心里算得很清楚，信已经送出去了，丹特最快明天就会赶到学院，到时候露西安就只能被关在屋里，再也没机会踏出房门半步。所以在那之前，他想让他最后再感受一下自由，哪怕只有一小会儿也好。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想要走出这道门，就必须带上那副冰冷的脚镣。露西安看出了他的犹豫，反而主动打破了沉默。他说：“没关系，你可以把它带上。”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任性再让艾尔莎感到为难了。月色下，两人并肩走在喷泉旁，这短暂的平静或许是风暴前最后的温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艾尔莎发现待在露西安身边竟然会觉得很舒服，这感觉真的很奇怪。明明在原本的命运里，他才是那个注定要毁掉他的人，可现在他却在花园里笑得那么清澈。这种毫无防备的笑容是艾尔莎以前从未见过的，但也正因为这样，他的心里才更加不是滋味。他总抱怨自己的高跟鞋像枷锁，可实际上是他亲手把沉重的铁链扣在了这个无辜少年的脚上。看着那道冰冷的锁链，艾尔莎忍不住问他：“带着这东西，难道不觉得难受吗？”露西安却显得很平静，她说自己根本没得选，毕竟暗处盯着她的眼睛实在太多了。比起这些，她更在意手里那朵盛开的玫瑰。她轻轻把花别在艾尔莎的发间，你看这玫瑰的颜色，简直和你的头发一模一样。露西安说的这些话，简直比蜜还要甜。这是曾经那个恶女艾尔莎做梦都不敢想的温柔。看着她那副认真的样子，艾尔莎笑着问了一句：“真的有那么好看吗？”露西安没有犹豫，眼神里全是真诚。她说：“真的非常漂亮。”可就在这气氛最暧昧的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从阴影里传了出来，听起来阴阳怪气的。那人冷笑着说：“看来这段时间你过得挺滋润啊。”艾尔莎整个人都僵住了，这个声音她这辈子都不会听错。还没等她反应过来，丹特已经走到了月光下，正似笑非笑地盯着她，这语气听着可不太妙。丹特笑着问艾尔莎想不想他，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丹特直接伸手把人拽了过去，根本不给任何拒绝的机会。这一吻来得太突然，艾尔莎整个人都懵了，只能断断续续的想要推开他，可丹特完全没有停下的意思。这位侯爵大人看来是动真格的了，好久不见。丹特这一开口，艾尔莎整个人都僵住了。明明才刚收到汇报，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赶回来？这速度简直不合常理。露西安也完全没料到这位侯爵大人会突然现身，场面一下子变得火药味十足。丹特盯着艾尔莎，笑里藏着让人发毛的含义，说他趁自己不在做了不少趣事。还没等两人解释，丹特一脚踩碎了地上的玫瑰，冷冷地说要先清理掉碍眼的障碍。这下麻烦大了，丹特明显是冲着露西安来的。丹特根本不打算废话，直接下令把人带走。几个守卫冲上来，死死按住露西安。露西安拼命挣扎，可脚上沉重的锁链让她根本无处可逃。艾尔莎只能眼睁睁看着，虽然知道愧疚会影响计划，但毕竟相处了这么久，心里终究还是有些不是滋味。露西安被强行拖走后，花园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丹特转过身，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那么现在该轮到我们了。丹特突然伸出手，邀请艾尔莎一起回房间。这反常的举动让艾尔莎心里直打鼓。要知道，她以前可从来没这么体贴过。这男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艾尔莎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所有围着原女主转的男人里，丹特绝对是最危险的那一个，谁也猜不透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两人刚回到房间，丹特就收起了那副绅士面孔，盯着艾尔莎的眼睛，语气冰冷地开始审问：刚才在花园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下恐怕没那么容易糊弄过去了。丹特往沙发上一靠，语气里全是火药味，问艾尔莎：大半夜的，为什么会跟那个继承人在一起？他甚至开始阴阳怪气，问刚才那场散步是不是也在他的计划之内？艾尔莎心里很清楚，丹特这人翻脸比翻书还快，一旦对他没了利用价值，自己随时会被像垃圾一样扔掉。为了保命，他必须得找个完美的借口，还得勾起这男人的好奇心。艾尔莎稳住心神，说：露西安可是学校的摇钱树，万一让他跑出去乱说话，整个学校的名声就全毁了。到时候其他学生跟着闹起来，局面可就彻底失控了。听到这儿，丹特才露出一丝玩味的笑，看来这一局艾尔莎暂时稳住了。艾尔莎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她说露西安是唯一能和丹特抗衡的人，所以自己才故意接近他。现在那小少爷已经把他当亲姐姐看了。丹特听完冷笑一声，这理由勉强算他过关，但他紧接着又抛出一个致命问题：维克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男人突然伸手捏住他的下巴，眼神里全是审判的味道。他断定艾尔莎背后肯定有人指点，否则凭他自己绝对查不出来。艾尔莎心里很清楚，在丹特面前撒谎就是自寻死路，一旦被拆穿，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他索性心一横，直接摊牌了。没错，我确实派人盯着他呢。毕竟维克多那个胆大包天的家伙，竟然敢对侯爵大人的女人不敬，这种人怎么能轻易放过呢？艾尔莎这波演技简直拉满，她说自己只是想抓维克多的小辫子，没想到那家伙竟然敢勾结外人，这理由听起来简直是忠心耿耿。丹特听完竟然直接笑出了声，他一把将艾尔莎搂进怀里，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发毛的宠溺，说只要是敢对他不敬的人，通通都得死。艾尔莎面上陪着笑，心里却只想赶紧逃离现场。趁着这男人心情好，她赶紧找借口说天色不早了，想赶紧回屋躲起来。可她刚转过身，就被丹特一把给拽了回来。这男人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其危险。他凑到艾尔莎耳边低声问：好不容易才见一面，你居然还打算跟我分房睡？艾尔莎的心跳突然快得离谱，这感觉根本不属于她，而是身体原主残留的情绪。她下意识想推开眼前的男人，可就在这一秒，她眼角的余光扫到了地上，刚才还好端端的维克多，此刻竟然已经倒在了血泊里。艾尔莎瞬间清醒了，眼前的丹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杀个人对他来说简直比踩死一只蚂蚁还简单。这种时候要是敢反抗，下一个躺在那里的可能就是自己。他必须马上离开，而且得换一种方式脱身。艾尔莎强压下心里的恐惧，脸上重新挂起温柔的笑。她主动伸手抚摸丹特的脸，语气软得让人心颤：侯爵大人，我竟然让您受委屈了，到底要我怎么做您才肯原谅我呢？丹特不仅没推开，反而顺势把她搂进怀里。这温柔的反应让艾尔莎自己都心里发虚，可她哪里知道，丹特那双红色的眼睛里早就写满了答案。她在心里冷笑，这女人满嘴没一句真话。艾尔莎还在拼命解释，说自己绝对没有撒谎，可这招对丹特来说根本没用。他根本不在乎那些真真假假，反而一把将人搂住，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要求。他要艾尔莎亲口喊他的名字，而且必须是这世上唯一的称呼。这哪是在对峙，这分明是占有欲彻底爆发了。这下艾尔莎是真的彻底没退路了。就因为一个称呼，艾尔莎彻底露馅了。以前叫的那么亲热，现在却一口一个大人。丹特可不是好糊弄的，他直接把人拽到怀里，步步紧逼地质问，是不是连谁是爱人都忘了？艾尔莎这情话真是一套一套的，又是救赎又是真心。本以为能把这男人哄住，结果丹特根本不吃这一套。既然你说的这么深情，那他可就不客气了，二话不说直接把人横抱起来。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艾尔莎吓得够呛，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人已经被放倒在床上。看来今晚丹特是没打算轻易放过他了。丹特这次是真的动怒了，他觉得艾尔莎太小看他了，既然敢一直撒谎挑衅，那就必须付出代价。面对这种级别的压迫感，艾尔莎根本没法反抗。虽然这是原主梦寐以求的时刻，可现在的她只觉得危险，身体完全不听使唤。这种失控的感觉让她明白，眼前的男人远比她想象的要可怕的多。这下麻烦大了，她该怎么从这个男人手里全身而退？局面这下彻底乱套了。艾尔莎心里很清楚，爱着侯爵的是原主，根本就不是现在的她。可丹特哪知道这些，面对艾尔莎的拒绝，他只觉得荒谬到了极点。这明明是你一直想要的，现在装什么清高？艾尔莎也懵了，在他的印象里，丹特绝不是那种强迫别人的人，到底是哪里出了错，竟然彻底触了他的眉头。维克多那边已经彻底领了便当，现在剩下的麻烦就只有露西安一个人了。可艾尔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按照原著的剧情走向，在正牌女主出现之前，丹特根本没理由去针对露西安，这逻辑完全对不上号。难道是因为露西安之前的举动，让丹特觉得权威受到了挑衅？虽然名义上是丹特的恋人，但艾尔莎心里很清楚，这男人之所以盯着露西安不放，纯粹是那该死的占有欲在作祟。在他眼里，艾尔莎就像是一个贴了标签的玩具，哪怕他根本不爱，也绝不允许别人碰一下。这种只有控制
没有感情的关系，简直让人窒息。他想把人一辈子锁在笼子里，看心情好坏来摆布。可艾尔莎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人，整天提心吊胆，怕被抛弃，这种日子他真是受够了。既然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那就没什么好留恋的。这一步踏出去，他绝不会再回头。现在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活下去。艾尔莎已经看透了，她绝不会接受所谓的恶女剧本，更不会为了谁去自寻死路。那些束缚她的枷锁，必须由她亲手斩断。从现在起，她只为自己而活。至于那个高高在上的丹特，想把她当成提线木偶来玩弄，想都别想。他冷静地叫住眼前的男人：“侯爵大人，你可不是那种只靠本能行动的野兽。”丹特显然愣了一下。艾尔莎接着说：“强迫一个不愿意的人接受感情，这可是你亲口说的，跟野兽没什么区别，对吧？”这一招反客为主，直接把球踢回到了他脚下。在20年前，丹特的母亲虽然流着皇室的血，却只是个卑微的私生女。在那座吃人的宫廷里，美貌不仅没能保护她，反而成了招来灾祸的毒药。她被一个贪婪的恶魔强行占有，随后便有了丹特。对于母亲来说，这个孩子就是她生命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小小的丹特推开门，听见屋里传来压抑的哭声，他轻声叫了一句：“母亲！”母亲回过头，看着这个让他痛苦又纠结的孩子，一时间空气都凝固了。看着母亲脚上的伤口，年幼的丹特急坏了，他想去叫人帮忙，却被母亲一把拽住。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母亲咬牙切齿地说：“都怪你，我的生活全被你毁了，你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死死盯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我真希望你当初直接死在肚子里。”这一刻，丹特的世界彻底崩塌了。每当看到母亲崩溃的样子，丹特对那个男人的恨就深一分。他曾无数次发誓，这辈子绝对不要变成那种禽兽，所以他一直极度克制，从不强迫任何人，甚至对拒绝这2个字异常敏感。可他万万没想到，艾尔莎竟然会用他的原话来反击。他说：“强行把感情加在别人身上，跟野兽有什么区别？”这一句话简直像个响亮的耳光，直接扇在了丹特的脸上。他停下动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怀疑，自己刚才的行为竟然真的成了他最厌恶的那种野兽。丹特终于冷静了下来，他意识到自己刚才确实有些失控，于是决定见好就收，不再继续逼迫。他站起身，语气恢复了往常的冷淡，叮嘱艾尔莎早点休息，随后转身离开了房间。直到关门声响起，艾尔莎才敢彻底瘫倒在床上。刚才那场博弈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虽然暂时躲过了一劫，但他心里很清楚，丹特并没有完全打消疑虑。艾尔莎本想趁着丹特洗澡的功夫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刚才那场博弈实在太耗精力，现在神经一放松，身体竟然完全不听使唤了。他不停地告诫自己，绝对不能在这里睡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眼皮却像灌了铅一样，还没等他站起身，意识就彻底断了片。就在这时，浴室的门开了，丹特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看着倒在沙发上毫无防备的艾尔莎，他低声自言自语：“居然这么快就睡熟了。”看着沙发上熟睡的艾尔莎，丹特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女人最近真是越来越奇怪了。就在不久前，他还没把艾尔莎当回事，只觉得她是个稍微有点意思，可以随手打发的玩具而已。可自从处理完维克多的事情后，艾尔莎就像变了个人，不仅做事滴水不漏，甚至连看他的眼神都变了。以前的艾尔莎恨不得整天粘在他身上，可现在的他却在想方设法的保持距离。这种刻意的疏远，反而让丹特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这场猫鼠游戏的主动权已经悄悄换了位置。丹特看着眼前的女人，脑子里全是她曾经的样子。那时候的艾尔莎总是那么顺从，甚至会为了得到他的关注，露出那种甜美到极点的笑容。可现在一切都变了。丹特突然意识到一个让他恼火的事实，原来这个女人的温柔并不是只给了他一个人。看着艾尔莎现在这副冷淡的面孔，还有那双正试图推开他的手，丹特心里那股无名火烧得越来越旺。曾经那个口口声声说想要他的女人，和现在这个避他如蛇蝎的女人，简直判若两人。丹特死死盯着他的眼睛，恨不得现在就撕开他的伪装。他真的很想问一句：艾尔莎，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你？丹特看着熟睡的艾尔莎，心里已经有了决定，不管现在的他到底是谁，也不管他藏着什么秘密，这些通通都不重要。他在艾尔莎耳边低声警告，如果再感动逃跑的念头，他会用最直接的方式让他明白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然而盯着艾尔莎的人可不止他一个。在另一个房间里，露西安正独自坐着，双手死死扣在一起，心里满是压抑不住的火气。他很清楚，现在掌控着艾尔莎自由的人正是那个不可一世的丹特。一想到那个男人，露西安就觉得无比碍眼。艾尔莎想起小时候收到的那份礼物，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光。母亲温柔地说，只要是你想要的，母亲都会捧到你面前，毕竟在这个家里，你才是唯一的继承人，所有的一切迟早全都是你的。父亲在后面看着，一句话也没说。父亲催促着艾尔莎说，这双鞋是专门为她定制的，整整花了80个金币。他笑着说，只要你乖乖去结婚，以后想要什么都有，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艾尔莎这才明白，这些昂贵的礼物根本不是疼爱，而是锁住她的脚镣。就在母亲去世后，父亲甚至连装都不装了，直接把情妇和私生子带进了家门。他把艾尔莎当成筹码，急着通过联姻把她卖个好价钱。
艾尔莎尝试过无数次逃跑，可一个孤身一人的弱女子根本逃不出这道高墙。她站在月光下，只觉得浑身冰冷，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个世上。父亲指着他的鼻子大骂，说为了这门亲事费尽心机，对方手里的银矿足够把他卖掉5次。继母在一旁摇着扇子，冷冰冰地说：“年纪大点又怎么了？等那个老头子一死，家产不全都是我们的。”原来在他们眼里，艾尔莎只是一个昂贵的商品，用来供养他们挥霍无度的生活。这种人竟然也配叫家人？看着脚下的深渊，艾尔莎只想彻底结束这烂透了的日子。就在他要迈出那一步时，一个男人突然出现，死死抓住了他。丹特脸上还带着血迹，冷冰冰地问他：“想死吗？”直到这一刻，艾尔莎才猛然惊醒，她其实根本不想死。她看着丹特的眼睛说：“我不想死，但如果只能像现在这样活着，那比死还难受。”丹特听完笑了一下，眼神里透着危险。他说：“这可真有意思，毕竟就在刚才，他才亲手送了一群人上路。”这个危险男人的出现，让艾尔莎的命运彻底脱离了原本的轨道。丹特曾说，他救下了一个一心求死的女人，那是他和艾尔莎第一次相遇。艾尔莎从梦中醒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梦到1年前的事。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是丹特把她从死神手里拽了回来。从那一刻起，这个男人就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这种感觉就像刚出壳的小鸡，会把第一眼看到的生物当成依靠。对当时的艾尔莎来说，丹特就是她的全世界。只要能留在丹特身边，哪怕只是当个情人，那家人就再也没办法把他卖掉。就在艾尔莎出神的时候，丹特突然靠在了她的身边，这突如其来的亲密让她一下子愣住了。艾尔莎低声试探了一下，发现丹特睡得很沉，完全没有要醒的意思。看着两人现在的姿势，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得赶紧趁现在溜走。可看着丹特的睡脸，她又忍不住停下了动作。这个平时凶巴巴的男人，睡熟了之后，竟然显得有些温柔。就在他鬼使神差地想要伸手去碰他时，丹特却突然发力，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艾尔莎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丹特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他睁开那双红色的眼睛，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轻声说了句早安。看到丹特醒来，艾尔莎赶紧客气的打招呼，还打算叫仆人进来伺候，可丹特却一把按住了他，声音沙哑的说：“别叫人，让我再睡一会儿。”他像个撒娇的孩子一样，把脸埋进艾尔莎怀里。这突如其来的亲密让艾尔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试着商量说：“那你再歇会儿，学校那边还有一堆事等着我。”丹特根本不放手，反而把他的手抓得更紧了，霸道的要求他留下来。艾尔莎只好解释，自己还得去盯着那些仆人，尤其是要照顾那个特别学生。听到特别学生这几个字，丹特猛地睁开眼，眼神瞬间变得冰冷。他盯着艾尔莎问：“你说的特别学生，就是那个年轻的哈利德公爵？”这下完了，醋坛子明显是要翻了。艾尔莎硬着头皮承认了，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犯了一个大错，因为丹特非常介意他去见露西安。为了掩饰尴尬，他赶紧解释说，哈利德公爵的存在可是机密，现在维克多不在了，除了他自己，真的没人能去处理那边的差事。可丹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冷冷地盯着艾尔莎问：“怎么会没人？利亚姆不是还在吗？”听到这个名字，艾尔莎愣了一下。利亚姆可是丹特的贴身秘书，在原著里那是个绝对忠诚的角色。既然丹特这么不乐意让他去接触露西安，那干脆顺了他的意。艾尔莎决定以后这种麻烦事还是直接甩给利亚姆去办好了。艾尔莎还在心里盘算，觉得利亚姆办事稳重，肯定不会亏待露西安。可还没等他想完，丹特就突然叫了他的名字，语气里透着一丝不悦。他盯着艾尔莎问：“你到底在想什么？”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丹特就直接凑了上来，那双红色的眼睛里满是怀疑和审视。他说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因为以前的艾尔莎从来不敢在他面前这么干，可最近这段时间，只要他在身边，艾尔莎就总是心不在焉，差点就露馅了。艾尔莎赶紧改口说：“刚才只是在逗你玩呢。”看他没反应，他又补了一句：“谁让你对我那么冷淡？我就是想恶作剧一下。”丹特没再追问，只是拉起他的手，轻声提议先吃早餐。虽然气氛缓和了，但这场戏他还得继续演下去。丹特越是像没事人一样，艾尔莎心里就越发毛。他始终放不下被关起来的露西安。就在他走神的时候，丹特突然开口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一点东西都没动？”艾尔莎只能尴尬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没什么胃口。结果他直接插起一块肉递到了他的嘴边，这下他是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了。看着递到嘴边的肉，艾尔莎心里直犯嘀咕，这男人又是抽的哪门子风？为了不让气氛太僵，他只能硬着头皮张嘴吃下去。可刚咽下去，他就忍不住打听起露西安的情况。丹特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冷冰冰地问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在意那个孩子。丹特突然沉下脸，质问艾尔莎为什么要这么生分，还敢在他面前提起别的男人。看着他那阴沉的眼神，艾尔莎心里直发毛，这男人今天真是阴晴不定。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这家伙该不会是在吃醋吧？既然这样，那就只能靠演技来收场了。他立刻换上一副笑脸说：“这都是为了能配得上侯爵大人，万一那个学生出了事，他会给您惹来麻烦呀。”艾尔莎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刚才那番话是糊弄过去了。丹特不仅没生气，还主动聊起了那个神秘的俱乐部。那地方可是皇亲国戚的聚集地，专门为了对付丹特而存在。可丹特提起这些仇家时，竟然一脸享受。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最喜欢看那些人看他不爽，却又干不掉他的样子。艾尔莎在心里暗暗吐槽，这家伙的性格真是够扭曲的，不愧是书里的大反派。
那个所谓的贵族俱乐部其实藏着一段极其肮脏的往事。当年丹特的母亲在那里遭到了毒手，可皇室的反应却让人心寒。亲哥哥不仅没有帮他出头，反而拽着他的手大声呵斥，嫌他的丑闻丢尽了皇家的脸。任凭他怎么哭喊求饶，他的哥哥都无动于衷，甚至嘲讽他骨子里就流着卑贱的血。为了保住那点虚伪的名声，他们选择牺牲这个私生女，把所有的真相都关在了大门之后。丹特突然提出要带艾尔莎去那个迪奥伦斯俱乐部，还说这是他作为伴侣应尽的本分。艾尔莎心里咯噔一下，那地方可是丹特一辈子的噩梦，带他过去，摆明了是要公开两人的关系。可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男人多半是在试探他，看他最近是不是真的变了个人。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时候，艾尔莎竟然直接开口拒绝了。她说自己还没正式在社交界露过面，要是就这么冒冒失失的跟过去，恐怕会坏了侯爵大人的名声。这招以退为进，不知道能不能躲过这一劫。艾尔莎本想拿没办过首秀当挡箭牌，毕竟在贵族圈，这可是会被人看不起的缺陷。可她万万没想到，丹特竟然不按套路出牌，他步步紧逼，甚至提出要亲自为他举办首秀派对。这下好了，艾尔莎连最后一个拒绝的借口都没了。眼看局势不对，他只能在心里安慰自己，先顺着这个男人，等以后有机会了再想办法重获自由。于是他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娇嗔着说刚才那都是误会，自己只是怕给侯爵大人添麻烦。这变脸的速度连他自己都觉得佩服。艾尔莎还在想方设法拖延时间，借口说社交季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把首秀派对推到明年再说。可这个男人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随手敲了敲桌子，语气里满是不容置疑的威压，甚至还好心的提醒艾尔莎，该担心的是他自己。因为俱乐部的活动就在6月25号，这意味着艾尔莎必须在1个月内办完首秀。这哪里是在商量，分明是下达了最后的通牒，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利亚姆恭敬的汇报，首秀的主厨和食材都已经定下，但这供应商的背景却让艾尔莎察觉到了异样。这可是本尼迪克特的商会，按理说他们从不接这种零散的小单子，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难道是因为他真的听取了那个建议，所以才特意关照？看来那个男人远比想象中要更在意他的想法。本尼迪克特这回真是赢妈了，他不仅没被领地纠纷拖累，反而趁着对手破产的机会，把那些碍事的公司全给吞了。这下他的商会地位在帝国已经没人能撼动了。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全是因为艾尔莎当初的一句话。就在这时，利亚姆又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说是有人特意送给他的谢礼。原来是那位伯爵靠着艾尔莎提供的消息大赚了一笔，现在直接送来了顶级名酒，这排场简直是把首秀的档次拉满了。利亚姆解释说，那位伯爵真正的目标是本尼迪克特，既然是艾尔莎牵的线，这谢礼自然该由他收下。艾尔莎本来还觉得这里是不是送错人了，但转念一想，就当是帮本尼迪克特做客户维护。可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却让他彻底停下了动作，这次的社交季首秀竟然要在公爵府邸举行，这下事情可闹大了。要知道，府邸可不是花钱就能租到的宴会厅，那是只有家族成员才能住的地方。把首秀定在这里，等于是在向整个社交界宣布，他艾尔莎已经是公爵府真正的一员了。在公爵府邸举办首秀，这意义可就完全变了。艾尔莎心里很清楚，这明摆着是让公爵动用整个家族来为他一个人撑腰，万一处理不好，这就是在给那些爱嚼舌根的人主动递刀子。他原本以为最多也就是租个高级酒店。利亚姆听完沉默了，其实他早就提醒过公爵，在府邸办这种活动，后续的麻烦事肯定少不了。可谁能想到，丹特听完只是笑了笑，他当然知道会有麻烦，但他要的恐怕就是这种全城轰动的效果。丹特心里很清楚，所谓的麻烦不过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特意叮嘱利亚姆要盯紧那位哈利德大公，毕竟对方是学校的大赞助人，但这只是明面上的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想借这个机会宣示主权。他要让那个不知好歹的小鬼看清楚艾尔莎到底是谁的人。这种强烈的占有欲，连身边的利亚姆都感到一阵寒意。回到现实，利亚姆安慰艾尔莎，这一切都是公爵特意安排的，他只需要安心接受就好。不过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那位蒂尔达夫人已经在会客室等候多时了，接下来的见面恐怕又是一场硬仗。既然是丹特亲自交代的，艾尔莎也明白再继续争论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她礼貌地向利亚姆道了谢，紧接着那位负责礼服的蒂尔达夫人已经忙不迭地迎了上来，言语间全是讨好和恭敬。艾尔莎可没打算跟他客气，直接把话挑明了说，他这人最讨厌的就是失望。对方听完只能连声答应。听到夫人夸自己品味高雅，艾尔莎忍不住在心里冷笑，这词用的可真有意思。对方心里想的恐怕不是高雅，而是觉得他太奢侈了吧。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既然场面话已经说完了，那就直接开始试衣吧。他倒要看看这件礼服到底能不能撑起这场首秀。蒂尔达夫人一边系着束腰，一边忍不住嘀咕，艾尔莎最近明显瘦了一圈，问他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其实艾尔莎心里很清楚，这全都要怪丹特。自从那天之后，他的行为就变得非常反常，他甚至开始执着于盯着他吃饭，这种密不透风的监视，换成谁恐怕都难有胃口。更让他揪心的是，别管那边露西安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他根本无从知晓。因为丹特最忌讳的就是他在面前关心别人，为了不激怒他，他连找人打听消息都不敢。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到底是谁这么大胆，连门都不敲就敢闯进来？
谁能想到不请自来的闯入者竟然是丹特？他这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蒂尔达夫人赶紧行礼，毕竟这位公爵大人的脾气谁也捉摸不透。艾尔莎更是满脸疑惑，不明白他怎么会出现在这。丹特可没打算解释，他直接伸手托起艾尔莎的脸，当众宣誓主权，说是因为太想念她了，才一刻也等不下去。可紧接着他的语气就变得有些危险，听起来倒像是来兴师问罪的，觉得艾尔莎最近太冷淡，心里根本没有他。艾尔莎顺势拉住他的衣领，轻声解释道，自己只是为了首秀忙昏了头，这番安抚也不知道能不能压住他心里的火。丹特微微一笑，语气里听不出喜怒。既然艾尔莎这么说了，他倒也表现得十分大度，说是不想打扰他这个大忙人。可当他从背后靠近时，艾尔莎突然感觉到一阵恍惚，那是原主残留的情绪在作祟，一种既怕他又爱他的复杂情感瞬间涌上心头。好在艾尔莎很快就清醒了，她很清楚这些卑微的爱意并不属于她。她迅速换上一副完美的笑脸，客客气气地向公爵大人致谢。本以为这尊大佛该走了，谁知丹特竟然找了个位置坐下，理直气壮地说要留下来看他试衣，让他完全不用在意。艾尔莎表面上只能点头答应，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被这么一个危险人物盯着看，谁能真的不在意啊？这下试衣的压力更大了。蒂尔达夫人拿出一件红色鱼尾裙，说是现在的流行款。艾尔莎道也挺满意，还细心地提了点修改意见。可旁边的丹特就有点坐不住了，他一会儿活动脖子，一会儿眼神乱飘，明摆着就是一副等得不耐烦的样子。艾尔莎看他这样，干脆停下来问他，公爵大人是不是觉得太无聊了？毕竟男人很少有耐心看这些。谁知丹特倒也诚实，直接承认自己对女装根本没兴趣。这下轮到艾尔莎无语了，既然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您老人家还坐在这儿干嘛？这尊大佛不走，这衣服怕是事不消停了。丹特接着解释说，虽然他对这些衣服没兴趣，但既然这对艾尔莎很重要，他愿意试着去了解一下。他还一本正经地提到，是随从利亚姆告诉他，女人都喜欢男人关注细节。这话听得艾尔莎满头黑线，心想利亚姆真是叫坏人不偿命。可还没等艾尔莎吐槽完，丹特突然站起身走了过来，语气也变得低沉了许多，说自己恐怕给不出什么专业建议。他轻轻撩起艾尔莎的长发，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深情。在他看来，根本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装饰，因为只要是穿在艾尔莎身上，每一件都是最完美的。刚挑完衣服，重头戏马上就来了。看来为了招待这位大小姐，对方真是舍得下血本。商人拿出的这些宝贝，个个都价值连城，显然是想趁机大赚一笔。艾尔莎还没开口，旁边的丹特倒先发话了，既然都挺漂亮，干脆全都买下来好了。这就是顶级大佬的宠妻方式吗？商人这下嘴都要笑歪了，毕竟像丹特这样大手一挥全包了的客户可真是不多见。艾尔莎表面上客客气气，心里却早就打好了算盘，这些亮晶晶的宝贝以后可都是他跑路的本钱。既然有人愿意当冤大头，那肯定要多捞点好处。他故意装出一副苦恼的样子，说自己正愁舞会该戴哪件。丹特倒是很上道，直接拿起一条项链要亲手帮他戴上。这两人一个在演戏，一个在配合，丹特竟然选了一块黄水晶，这可不像他平时的品味。毕竟这位侯爵大人眼光一向高的离谱。面对艾尔莎的疑问，他回答的理所当然，因为这块石头的颜色和你的眼睛一模一样，仅仅因为适合对方，就放弃了自己的审美偏好。这种不经意的偏爱最让人招架不住。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丹特已经让商人把东西全包了。既然礼物选好了，接下来是不是该共进午餐了？面对丹特的午餐邀约，艾尔莎虽然嘴上答应了，心里却还在犯嘀咕，觉得这家伙今天是不是心情好得过头了。可当丹特提到去花园时，艾尔莎却突然愣住了。满园的红玫瑰瞬间勾起了她脑海深处的记忆，那是露西安曾经对她说的话。这些玫瑰的颜色简直和你的头发一模一样，美得让人分不清楚。同样的场景，同样娇艳的花朵，可陪在身边的人却已经完全不同了。回忆为什么会在这时候突然浮现出来？听到丹特在叫自己，艾尔莎立刻收起心思，换上一副无懈可击的笑脸，答应着马上就过去。露西安一脸阴沉，她压低声音嘟囔了一句，真是烦死人了，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整夜睡不着觉的晚上了。露西安现在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烦心事。她开始疯狂怀念以前的日子，那时候艾尔莎总会守在身边，哪怕只是盯着她吃顿饭，都让她觉得心里踏实。丹特不仅强行带走了她，还彻底切断了两人所有的联系。从那天起，艾尔莎就再也没露过面。更让露西安崩溃的是，现在每天推门进来的不再是那个温柔的身影，而是丹特派来盯着她的眼线。这种被人时刻监视的生活，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露西安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叫利亚姆的男人，他原本是侯爵身边的秘书，现在却被派来盯着自己。虽然这家伙说话客客气气，但露西安能感觉得到，他根本没把自己当人看，那种眼神就像在看一件货物。利亚姆假惺惺地问：“公爵大人睡得好吗？有没有乖乖吃饭？”露西安随口撒了个谎说吃了，结果立马就被对方拆穿。利亚姆凑到他耳边，语气阴森地说：“您现在的状态可真差，我以前见过一个跟您一样的人，结果那人没过多久就死了。”这话一出，屋里的空气都像凝固了，露西安整个人僵在原地。可利亚姆却又突然笑了起来，说：“这只是为了您的健康着想，毕竟您可是我们最需要重点照顾的对象。”利亚姆临走前还假惺惺地问：“需不需要开点安眠药？”露西安冷冷地回绝了，他现在根本没心情吃药。
利亚姆耸了耸肩，说最近大家都在忙着筹备艾尔莎小姐的社交舞会，不过只要公爵大人有吩咐，肯定还是以您为先。随着房门关上的声音，屋里只剩下露西安一个人，她颓然地坐在沙发上，脑子里全是舞会这两个字。艾尔莎已经20岁了，在这个时候正式露面，对她来说或许不是坏事。可一想到在那个场合站在她身边的人会是丹特，露西安的心里就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这种快要窒息的感觉让露西安觉得整个人都要炸了。自从艾尔莎离开后，那些好不容易忘掉的噩梦全都排着队找了回来。她觉得自己就像掉进了深海，正一点点往无底洞里沉。这种感觉跟当年父母出事，还有被堂兄背叛时一模一样。无数双看不见的手正死死地把他往下拉，无论他怎么挣扎，都逃不开这片漆黑的深渊。露西安痛苦地捂住脸，心里满是懊恼和不甘。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自己还是这么没用，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谁能想到，为了给艾尔莎办这场社交首秀，侯爵竟然动用了私人宅邸。这下整个社交界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私下议论，侯爵这次怕是动了真格。虽然那位小姐确实漂亮，但值得侯爵做到这种地步吗？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戏，看这场精心准备的晚宴，最后到底会怎么收场？而此时的艾尔莎正一个人在房间里等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艾尔莎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以前穿的那么华丽，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卑微，可现在的这身打扮，连她自己都快认不出来了。就在这时，丹特推门而入，他调侃说：“传说有个傻瓜因为太自恋，掉进湖里淹死了，难道你也想当那种傻瓜吗？”他走到艾尔莎身后，语气突然变得温柔：“虽然你一直很美，但今天美得让人无法移开视线。”丹特看着眼前的艾尔莎，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她穿的这么素雅。艾尔莎笑着解释：“毕竟是社交首秀，总要穿的像样一点。更重要的是，这件礼服是他专门找人设计的，就是为了搭配他送的那条项链，以此来回应他的心意。”丹特听完嘴角微扬，但他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既然这么重视，为什么现在还没把项链戴上？艾尔莎转过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她说：“因为我一直在等你，既然是你送的礼物，我希望能由你亲手帮我戴上。”艾尔莎打开首饰盒，轻声说出了心里话。她想让丹特成为第一个看到她戴上这条项链的人。她有些不安地问：“这样的要求会不会太自私了？”丹特没有迟疑，他拿起项链，动作温柔地绕过她的颈肩，低声回答说：“一点也不。”他凑到艾尔莎耳边，语气里带着一丝委屈。他说：“这段时间总觉得被冷落了，心里一直很难受，但就在这一刻，所有的不快都烟消云散了。”艾尔莎赶忙解释：“那真的只是个误会，并不是故意要冷落他。”随着清脆的金属扣合声，项链稳稳地戴在了颈间，但这声音却在艾尔莎的脑海中久久回荡。明明是一条华丽的项链，戴在脖子上，却像是一道沉重的枷锁，勒得艾尔莎快要喘不过气来。丹特就站在身后，目光死死地盯着镜子里的她，那种眼神不像是在欣赏，更像是在严密的监视。艾尔莎只觉得浑身不自在，她甚至怀疑对方是在观察她到底喜不喜欢，还是在看她有没有胆量拒绝。这种压抑的气氛让她只想逃离。可就在她准备开口时，丹特突然俯下身，手掌毫无征兆地贴了上来。艾尔莎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喊出声：“等一下，侯爵大人！”丹特突然凑近，在艾尔莎的肩膀上留下了一个印记。艾尔莎有些生气地抱怨：“一定要这么胡闹吗？”丹特却一脸坏笑，他说：“是因为今天的艾尔莎太迷人，所以才忍不住想要留下属于自己的标记。”艾尔莎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这品味简直差透了。”丹特听完反而笑得更开心，直言艾尔莎肯定在心里偷偷骂他。看着对方那副看穿一切的样子，艾尔莎沉默了。她觉得这个男人实在有点可怕，仿佛能读懂她的每一丝想法。丹特收起笑意，温柔地夸她真的很可爱，随后伸出手发出邀请，准备正式进入会场。艾尔莎虽然讨厌这种被拿捏的感觉，但看着那只伸向自己的手，她还是给出了回应。到目前为止，艾尔莎觉得自己演得还算不错，至少没出什么差错。随着高跟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她挽着丹特的手，正式踏入了会场。人群中瞬间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在交头接耳，大家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就是奥本海默侯爵和他身边的艾尔莎小姐。艾尔莎环顾四周，发现帝国的权贵几乎全到齐了，甚至还有不少熟面孔，连寄宿学校的学生家属都被请来了。这场宴会的规模大得惊人，艾尔莎在心里感叹：主办方这手笔，到底该说是胆子大，还是真的不要命了？艾尔莎心里很清楚，这场华丽的宴会其实就是主办方在敲打所有人，警告大家最好把秘密都烂在肚子里。丹特的声音突然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好奇地问艾尔莎在想什么。艾尔莎立刻换上一副笑脸，客气地说：“听说侯爵大人为了这场宴会没少出力，自己心里非常感激。”丹特顺着话茬说：“只要你能领情就好，毕竟这一切可都是为了让你高兴。”听到这话，艾尔莎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觉得无比讽刺。一个只想要别人的爱，却根本不懂怎么去爱别人的人，居然说出这种话，这简直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艾尔莎看着眼前的繁华，心里却一阵发冷。如果那个男人真的懂得怜悯，当初就不会把原主像垃圾一样随手扔掉。随着司仪宣布宴会开始，侍从们端上了红酒。艾尔莎记得原著里的剧情，这场社交首秀就是从这一杯祝酒词开始的。可当他端起酒杯，却发现周围的气氛完全变了，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他，那些目光里全是恶意，仿佛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一样。就在艾尔莎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搭在了他的肩上，丹特凑到他耳边，低声叫了他的名字。
他说：“别害怕，有我在，你可是我的女人，这一点你心里得有数。在这地方千万别露怯，只要你稍微表现出一点软弱，周围那帮没安好心的恶狼就会立刻扑上来把你撕碎。所以腰杆给我挺直了，盯着他们的眼睛看，要是谁敢让你不痛快，别废话，直接一巴掌抽过去。”艾尔莎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明明刚才给她压力最大的人就是眼前的丹特，可听完这番话，她心里反而踏实了不少。她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顺着丹特的话说：“那是当然，既然我是你的女人，在这奥本海默府邸里，谁敢动我一根头发？”这么多大人物到场，艾尔莎微笑着举起酒杯，感谢大家来参加她的成年礼。可背地里到处都是嚼舌根的声音，都在等着看这个被家族抛弃的恶女今天怎么收场。她心里冷笑一声，这些人真是有眼无珠，根本不知道真正撑腰的人到底是谁。谁都没想到，站在艾尔莎身后的男人竟然就是奥本海默侯爵丹特。这下全场都安静了，大家终于反应过来，这场成年礼到底是谁在撑腰。艾尔莎心里很清楚，现在谁敢让她难堪，就是在打丹特的脸。丹特扫视全场，语气冷淡地说：“既然我是这场宴会的主办人，各位宾客是不是也该表现得体面一点，让这场成年礼更精彩呢？刚才还在嚼舌根的人，这下连大气都不敢喘了。眼看丹特要动真格，带头的宾客还想反咬一口，大喊着侯爵大人太过分了。”丹特冷笑一声，反问道：“到底是谁先没礼貌的？我们准备了美酒佳肴，拿出了最好的礼数招待各位，结果你们是怎么做的？从艾尔莎进场那一刻起，你们就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真当我是聋子吗？”丹特一步步逼近，强大的压迫感让刚才还嚣张的人彻底没了声音。看着眼前这一幕，艾尔莎只觉得这群人真可怜，满屋子的达官显贵竟然被丹特一个人压得抬不起头，这场面简直就像100只蚂蚁撞上了一头猛虎，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丹特看着哑口无言的众人，冷笑着问：“怎么都不说话了？既然没话可说，那就笑一笑，顺便再鼓个掌吧，这样多少能活跃一下气氛。你们说呢？”整个大厅死一般寂静，没人敢反驳，更没人敢不照做。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贵族们，现在只能乖乖听话。就在这一片尴尬中，本尼迪克特走上前，主动打破了僵局。丹特认出了来人，正是吕内堡伯爵。本尼迪克特微笑着说：“我完全理解侯爵大人的愤怒，毕竟作为客人，我们刚才确实不够体面，不如大家就此打住吧。毕竟今天是艾尔莎小姐的成年礼，要是闹得太僵，恐怕会给这个美好的夜晚留下阴影。”他这番话表面是在认错，实则是在给双方找台阶下。本尼迪克特带头提议：“让我们为艾尔莎小姐热烈鼓掌。”这下原本僵持的宾客们只能硬着头皮开始祝贺，嘴里说着言不由衷的恭喜。看着这满屋子的虚情假意，艾尔莎只觉得这简直像一场拙劣的剧本。每个人都在强权的压迫下挤出僵硬的微笑，可那藏不住的敌意依然在空气中游荡。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虽然很不情愿承认，但只要有丹特站在身后，这群人的冷眼根本伤不到他分毫。这一切大概都要多亏了丹特。艾尔莎举起酒杯，优雅地问：“那么我们要继续刚才的敬酒吗？”随着他一饮而尽，这场一波三折的成年礼舞会终于正式开始了。音乐响起，丹特牵起艾尔莎的手，在众人的注视下步入舞池。这一刻，所有的流言蜚语都被抛在脑后。舞池里，丹特一直盯着艾尔莎，想看透她到底在琢磨什么。他突然开口，提起了刚才那杯酒。艾尔莎一脸莫名其妙，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提那瓶所罗门25年？丹特追问道：“你刚才说那是吕内堡伯爵送的？”艾尔莎点点头，解释说：“是啊，那是为了庆祝我的成年礼，也是为了感谢你之前的关照。”丹特沉默了一下，语气里透着一丝微妙：“是吗？看你刚才喝得挺顺口，想必是很喜欢了。”这语气怎么听都觉得空气里突然多了一股酸味。艾尔莎随口回了一句：“那酒的味道确实不错。”可话音刚落，丹特搂在她腰上的手突然猛地收紧，丹特的情绪瞬间跌到了谷底，语气冷得让人发毛。他阴沉着脸说：“我竟然不知道你对酒还有这种兴致。”艾尔莎刚想解释，丹特却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打断说：“看来以后我必须更关注你的喜好才行。”他现在完全听不进任何话。艾尔莎心里很清楚，如果这时候再顶嘴，丹特恐怕会当场爆发。算了，还是先装傻保命吧。明明是自己的成年礼，艾尔莎这个主角却被所有人晾在了一边。宾客们全都围着丹特转，恨不得能跟他说上一句话，根本没人往艾尔莎这边看一眼。不过这样也好，他反而觉得清静自在。就在这时，本尼迪克特主动走了过来，笑着夸赞道：“这场舞会办得比传闻中还要精彩。”他接着又问：“之前送去的那瓶酒还合你的口味吗？”艾尔莎礼貌的回应，说自己非常喜欢，可他心里却在纳闷，这个伯爵怎么不按常理出牌，放着丹特不去巴结，偏偏跑来找他搭讪。艾尔莎礼貌的道谢，感谢他送的那份重礼。本尼迪克特微微一笑，表现得十分得体，说只要他喜欢就好。可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里多了一丝玩味，他说：“既然送了礼，现在想讨个回礼，应该不算过分吧？”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本尼迪克特已经伸出了手，正式邀请他跳一支舞。这群人变脸比翻书还快，刚才还怕得要死，现在全围上来想捞好处。丹特根本没心思听这些所谓的生意和投资，在他眼里全是废话。他办这场舞会可不是为了听这群蠢货吵架，比起这些，他更想知道艾尔莎在哪。就在他转头的瞬间，一个身影让他彻底停住了脚步。这家伙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本尼迪克特在这个时候发出邀请，显然是早有准备。
艾尔莎顺势进入舞池，但这可不是为了跳舞。她一边应付着舞步，一边悄悄观察四周的情况。现在全场的注意力都在别处，根本没人盯着这边，这可是个绝好的机会，正好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说点不能公开的悄悄话。本尼迪克特一开口就是老江湖了，先是客客气气的感谢艾尔莎，接着就开始装可怜，说他这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态度让他真的很受伤。艾尔莎心里清楚得很，这家伙第一次见面时可没这么粘人，现在这么献殷勤，肯定没憋什么好屁。果不其然，本尼迪克特话锋一转，说想跟他谈一笔新买卖。他背后的那位神秘客户开出了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条件，但这买卖到底能不能做，还得看艾尔莎接下来的反应。本尼迪克特不愧是搞情报的，连艾尔莎住在寄宿学校这种私密室都被他摸得清清楚楚。他本以为能靠这些信息掌握主动权，可艾尔莎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当场变了脸色。艾尔莎反手甩出一张底牌，直接点破了本尼迪克特的私人行踪，连他每周哪天去哪家店都说得一字不差。这下轮到本尼迪克特坐不住了，这种连家里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艾尔莎到底是怎么弄到手的？原本胜券在握的本尼迪克特第一次感觉到眼前的女人比他想象中要危险得多。面对本尼迪克特的试探，艾尔莎只是优雅地笑了笑，说女人有点秘密才更有魅力。本尼迪克特也是个聪明人，顺着话茬就开始半真半假的表白，甚至说为了他掉脑袋都值。玩笑归玩笑，正事儿一点没耽误。两人约定以后就用樱桃派当暗号，只要话带到了，本尼迪克特自然会主动现身。这一支舞跳完，两人的秘密协议算是达成了。可就在本尼迪克特准备离开时，围观的人群里却传出了异样的声音。本尼迪克特刚走，周围的气氛突然就变了。艾尔莎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挡在了他面前，是丹特。他连客套话都懒得说，直接当着吕内堡伯爵的面，一把将艾尔莎搂进怀里，这摆明了是在宣示主权。他冷冷地丢下一句：“他是我的舞伴，我现在就要带他走。”本尼迪克特还在旁边阴阳怪气，说没想到侯爵大人竟然会对一个舞伴的位置这么当回事。丹特头都没回，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占有欲。他说艾尔莎已经离开他身边太久了，哪怕是1分钟，他都不想再等。本尼迪克特这番话摆明了是在偷换概念。他说这种舞会说白了就是为了让小姐们多认识几个男人，既然是来社交的，只守着一个舞伴跳舞，在他看来简直是浪费机会。艾尔莎被这套歪理说得愣住了，而丹特的手却越搂越紧，气氛僵到了极点。本尼迪克特盯着艾尔莎，眼神里全是算计，看这架势，他显然没打算就这么轻易放手。本尼迪克特这人简直是个疯子，他当众凑到艾尔莎耳边，说要把看上的宝贝留在身边，一辈子都不放手。艾尔莎现在只想原地消失，她原本的计划是离这些男主远点，好让自己能全身而退。结果倒好，现在直接被夹在2个大佬中间受罪。丹特终于忍不下去了，他冷笑着把艾尔莎搂得更紧，直接摊牌说：“我才是跟他有正式关系的人，你一个外人凭什么在这儿指手画脚？”这句话一出，现场的火药味瞬间炸了。丹特警告本尼迪克特管得太宽，可本尼迪克特也不是好惹的，他微笑着反唇相讥，眼神里全是挑衅。谁能想到，一向强势的丹特竟然也有被对到没话说的这一天。丹特这回是真豁出去了，哪怕面对丹特杀人般的眼神，他也照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胆子确实够肥的。艾尔莎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她发现这几个男人之间的博弈已经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料，她可不想看着这几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闹大。她优雅地走上前，直接开口打断了这场僵局，还故意用那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语气说：“侯爵大人这么关心他，他真的好感动。”眼看气氛越来越僵，艾尔莎决定主动出击，她温柔地拉住丹特的衣袖，问他能不能多抽点时间陪陪自己。他说跳舞跳得有点闷，想去外面透透气，还直球表白说想跟侯爵大人过下2人世界。丹特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主动，他盯着艾尔莎看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松了口，带他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闹剧要收场的时候，本尼迪克特却在背后死死盯着他们，明明平时根本不在乎，这会儿怎么突然开始阴阳怪气了？要是现在不稳住他，后面指不定出什么乱子。丹特冷冷地开口：“刚才看你跟伯爵跳得挺开心啊，怎么现在舍得过来了？”艾尔莎立刻换上一副笑脸：“侯爵大人，您误会了，比起刚才那些人，我还是最喜欢待在您身边。”这一招果然好使，刚才还一脸阴沉的男人，这下彻底没话说了。谁能想到，刚才还在阴阳怪气的男人，这会儿竟然低声问艾尔莎：“我可以吻你吗？”这一句话直接把艾尔莎给问懵了。他接着自言自语：“我只是在想，你是不是还是不想要我？”这种眼神跟平时那种压迫感完全不同，温柔的就像真正的恋人一样。但这到底是真的，还是他又一次心血来潮的试探？艾尔莎心里完全没底。面对这种请求，艾尔莎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这一刻，所有的理智都被抛到了脑后。月光下的阳台，气氛刚好到了最甜蜜的时候，两人正沉浸在其中，谁也不想停下来。可就在这时，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尖叫：“你现在竟然敢拒绝我！”这突如其来的争吵声像一盆冷水直接泼了下来。艾尔莎猛地清醒过来，这阳台下面居然还藏着别人。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嚣张，竟然有人在质问：“知不知道我是谁？”这下丹特彻底火了，在他的府邸里，谁敢这么明目张胆的闹事？他二话不说，直接往下走。艾尔莎想拦都没拦住，只能赶紧跟上去看看情况。结果刚到楼下，就看到
一个女人在苦苦哀求。克雷格男爵，求你放开我吧！看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吵架了，这男人还在那大言不惭，说能被他看上是对方的福气，简直让人听得反胃。艾尔莎一眼就认出了他，克雷格男爵，当初就是他把年幼的露西安关进漆黑的禁闭室里折磨。丹特已经忍到了极限，低声对艾尔莎说：“你先回宴会厅，我处理完这堆垃圾就过去。”没想到艾尔莎直接拦住了他，语气坚定：“侯爵大人，我是这里的主人，这人渣必须由我亲自来收拾。”丹特最终还是妥协了，既然他想亲自动手，那就随他高兴。艾尔莎道了声谢，顺手从旁边拿了一杯香槟，不紧不慢地走下楼去。此时的克雷格男爵还在那厚颜无耻地纠缠人家姑娘，根本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靠近。艾尔莎看准时机，二话不说，直接把整杯酒全泼在了他脸上。这下看你还怎么装绅士！克雷格男爵被泼得满脸是酒，刚想破口大骂，一抬头却发现是艾尔莎，他气急败坏地质问：“你到底在干什么？知不知道这有多失礼？”艾尔莎却一脸淡定，晃了晃手里的空酒杯，说：“没什么，我只是把垃圾扔进垃圾桶而已。”说完，他看都不看男爵一眼，转头温柔地安抚那位受惊的姑娘：“作为这里的主人，我为刚才的闹剧向你道歉。”克雷格男爵还没看清形势，居然还敢对着艾尔莎大吼大叫，质问他到底算老几。结果丹特直接往前一站，眼神冰冷地反问：“你刚才是在对谁大声说话？”这下男爵彻底傻眼了，刚才那股嚣张劲儿瞬间消失，支支吾吾的想解释，却被丹特2个字直接堵死：“闭嘴！”要不是为了艾尔莎的首秀，这男人今天绝对走不出大门。丹特最后只留下一个字：滚！刚才还不可一世的男爵，现在只能灰溜溜的逃走。这下看谁还敢动艾尔莎一根头发！等那个讨厌的家伙滚远了，丹特这才转过身来，发现艾尔莎的神色还是不太好。他轻轻托起她的下巴，语气温柔的像变了个人：“亲爱的，别露出这种表情。难道你还在为刚才那个混蛋生气吗？”丹特冷声问：“你是在为那个混蛋难过吗？”艾尔莎垂下眼帘，只是想起了一些过去的事，那些在莱费里安家族的日子，到处都是想随意摆布他的男人，那种被束缚的感觉，至今都挥之不去。他很快收起情绪，笑着对眼前的男人说：“谢谢你刚才护着我，这招果然好使。”局面瞬间就被他稳住了。艾尔莎靠在他怀里，轻声说了句谢谢。丹特刚要开口，这气氛就被门外的咳嗽声给毁了。利亚姆冒死闯了进来，说是有10万火急的事情。丹特虽然一脸不爽，但听完耳语后，脸色立刻就变了。看来这温存时刻只能到此为止了。丹特冷笑一声，说他最讨厌和阴沟里的老鼠做生意。虽然这股火气不是冲着艾尔莎来的，但那股压迫感还是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他其实很纠结，今天是艾尔莎最重要的日子，现在离开等于把他一个人丢下。艾尔莎却主动笑了笑，说剩下的事情他能搞定，让他赶紧去忙正事。丹特满心愧疚，临走前承诺一定会好好补偿他。艾尔莎表现得非常大方，直言他的工作才是重头戏。丹特没再坚持，带着随从转身离开。看着那个人走远，他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不用再扮演完美恋人，简直是一身轻松。可奇怪的是，心里那股莫名其妙的失落感怎么都压不下去。他只能安慰自己，这一定是原主残留的情绪，绝对不是他的真心话。宴会结束后的深夜，马车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艾尔莎坐在车里，怎么也想不通那个男人最近的举动为什么会这么反常。刚回到别墅，女仆就迎了上来，说侯爵大人早就交代好了，要帮他把一切都准备妥当。虽然对方说话客客气气，但看着女仆那张阴沉的脸，艾尔莎总觉得这屋子里的气氛实在是有些诡异。对方眼里的那股敌意，简直连藏都懒得藏了。艾尔莎看得很清楚，这地方根本没法待。既然侯爵本人不在家，她也没必要留在这里受气。只是让她没想到的是，丹特前脚刚走，这些人的态度就立马大变脸，吃相实在太难看了。坐在离开的马车上，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看来原主以前过的确实就是这种人走茶凉的日子。说起来真是讽刺，以前最讨厌的寄宿学校，现在竟然让他觉得像个亲切的避风港。可刚走下马车，艾尔莎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按理说这个时间，学校主楼的灯早就该熄了，可现在却灯火通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深夜的校园透着一股反常的气息？侍从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一开口就是出大事了。听他提到那个特招生，艾尔莎立刻反应过来，肯定是露西安那边出了状况。明明才走开1天，怎么就闹成了这样？他没心思再听那些废话，直接转身往里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要亲自去瞧个究竟。门口围了一堆人，都在小声嘀咕。艾尔莎可没耐心等，直接下令开门。女仆们全吓傻了，谁也没想到这位大小姐会亲自闯进来。一进屋，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这味道不对劲，像是安神香，但又有些说不上来的古怪。看着病床上虚弱的露西安，艾尔莎心里咯噔一下，如果只是普通的香料，她怎么会变成这样？看着露西安这副样子，艾尔莎心里全明白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安神香，肯定是有人在里面加了料。偏偏今天管事的都不在，这帮人明显是看准了机会，想趁乱对他下手。艾尔莎冷着脸问，到底是谁给学生开的药？女仆还想在那打马虎眼，说只是想让他好好休息。这话一出，艾尔莎彻底被激怒了，她一把揪住女仆的衣领，眼神冷得吓人。敢动她的人，这笔账现在就要算清楚。艾尔莎这次是真的动了怒，根本不听任何求饶，直接下令把这帮人全关进地牢，让他们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任凭女仆怎么哭喊挣扎，守卫还是强行把人拖了出去。艾尔莎转头看向侍从，她还是不相信普通的安神香能把人害成这样。
侍从犹豫了一下才开口说：“露西安最近身体确实很虚弱，已经好几天没合过眼了，就像是被噩梦缠住了一样，她根本无法入睡。”侍从低声说着真相，露西安经常在半夜惊醒，后来为了躲避那些噩梦，她甚至整晚地熬着，根本不敢闭眼。艾尔莎听得心里发凉，这么大的事竟然没有一个人告诉她。原本利亚姆也想过办法，还专门找了安神的药，可露西安性子太倔，宁愿自己硬扛也不肯吃。艾尔莎这才反应过来，为了讨好丹特，她之前故意疏远了露西安，结果却给了别人可乘之机。看来是丹特在背后动了手脚，故意封锁了所有的消息，想让他彻底变成瞎子。艾尔莎冷笑一声，既然对方想玩阴的，那他也没必要客气了。他叫住侍从，直接把一枚戒指塞进他手里。侍从看着手里的东西，整个人都愣住了。艾尔莎语气平淡说：“这是给他的谢礼，感谢他说了实话，但好处可不是白拿的。”艾尔莎紧接着警告他，以后要是再发生这种事，该怎么做，他心里最好有个数。侍从赶紧低头答应。等闲杂人等都退下后，屋里只剩下艾尔莎一个人。他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就在这时，露西安终于恢复了意识，她虚弱地睁开眼，嘴里还念叨着艾尔莎的名字，看来还没烧糊涂，至少还能认出眼前的人是谁。艾尔莎轻声应了一句：“没错，是我。”露西安刚醒过来，第一句话竟然是问艾尔莎最近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在舞会上玩得开心。看着他这副样子，艾尔莎心里更不是滋味了。她觉得自己太自私，为了能顺利脱身，竟然一直把露西安当成挡箭牌。她甚至都没发现这个少年一直在默默承受痛苦。艾尔莎低声说了句对不起，她后悔自己只顾着拉拢他，却对他遭遇的危险一无所知。露西安却摇了摇头，语气温柔的让人心疼。她说这根本不是艾尔莎的错，让她别再自责了。话题再次回到了那份安神香上。艾尔莎承认是自己管教不严，才让手下的人钻了空子。露西安反倒安慰起艾尔莎，说最近一直是利亚姆在照顾她，让她别再为了这点事自责，还开玩笑说最受不了看她垂头丧气的样子。艾尔莎心里暖暖的，没想到这个平时话不多的少年竟然会反过来维护她。为了缓和气氛，她决定分享一件好玩的事。她提到了露西安的堂哥亚瑟。露西安一听这个名字，整个人都停顿了一下。艾尔莎笑着说，那个亚瑟在舞会上只顾着撩妹，根本没发现他就在旁边，结果被他当众泼了一头的香槟，那场面简直绝了。露西安听完先是愣了几秒，随即忍不住大笑起来，这还是他生病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艾尔莎也跟着吐槽，那种人渣就该这么治，绝对不能让他好过。露西安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已经有了打算，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他一定要亲手解决掉那个男人，把这笔账彻底算清楚。不过他很快收起了那副阴冷的表情，转头问起艾尔莎，在之前的舞会上是不是跟很多男人跳过舞？艾尔莎没想那么多，随口说也就2个吧。结果露西安一听，立马就坐不住了，她盯着艾尔莎问，那能不能也跟他跳一支舞？艾尔莎觉得他身体还没好，就随口敷衍说以后再说。谁知道露西安竟然当真了，非要现在就跳。艾尔莎赶紧拒绝，让他老老实实躺着休息。露西安显然有点不高兴，总觉得舞会结束了，艾尔莎就不打算理他了，这股子执着劲真是让人拿他没办法。露西安开始使出杀手锏，她一脸委屈地说，自己连个像样的成年礼都没办，就被强行带到了这里，如果能跳一支舞，心里或许还能好受点。艾尔莎叹了口气，她发现自己每次面对露西安总是莫名其妙的心软，她无奈地提醒露西安，待会儿要是踩到脚可别怪她。露西安一听这话，刚才那副可怜样瞬间没了，她笑着伸出手，正式向艾尔莎发出邀请，希望能得到共舞的荣幸。艾尔莎没再拒绝，轻轻把手搭了上去，既然她这么坚持，那就陪她疯这一次。月光洒进房间，这支迟到的舞终于在这一刻开始了。窗外蓝玫瑰盛开，月光穿过明亮的玻璃，洒在这一对璧人身上。露西安轻轻揽住艾尔莎，在静谧的房间里，两人就这样慢慢起舞。一个男人跪在地上拼命求饶，侯爵大人，求您饶了我吧。丹特冷冷地看着他，机会只有一次，是你自己没抓牢，这根本不是什么误会，感动侯爵的东西就要做好消失的准备。这下耳根子终于清静了，既然管不住自己的手，那就没必要再开口说话。利亚姆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利亚姆发现今天的侯爵大人格外暴躁，下手比平时重多了。丹特越想越气，要不是那帮混蛋捣乱，他根本不用把艾尔莎一个人留在宴会厅。真烦人，本来一切都在计划中，结果全被搞砸了。他随口问了一句，他现在人呢？听说艾尔莎回了宿舍，丹特当场就愣住了。明明交代过要送他去别墅休息，结果呢，人家根本不领情，直接拒绝了所有的安排。这下侯爵彻底坐不住了，他到底为什么要拒绝？利亚姆低声解释，艾尔莎觉得主人不在家，她一个人住进别墅不合规矩。丹特心里更烦了，他倒是挺守本分，可这种被推开的感觉真让人不爽。就在这时，宿舍那边传来了消息，露西安那个小鬼突然发病了。丹特一脸冷漠，死不了就行，反正也是那帮佣人乱用药的后果。可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变了脸色，艾尔莎不仅亲自去照顾那个小鬼，还把失职的佣人全给处置了。什么？他竟然为了那个小鬼做到这种地步？丹特猛地踹翻椅子，心里的火再也压不住了。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丹特还是想不通，艾尔莎为什么要管露西安的闲事。利亚姆在一旁解释，今天大家都不在，只有艾尔莎一个人在宿舍值班。丹特根本听不进去，区区一个安神香，难道真的能把人熏死？他心里满是恶意的想着，那个小鬼就这么娇贵吗？非要他亲自守着才行。
丹特沉默地抽着雪茄，脚下是一片狼藉，但他心里的火却越烧越旺，这感觉真让人不爽，简直烦透了。他随手扔掉手里的雪茄，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艾尔莎正在招待布里吉特，她精准地记住了对方的所有喜好，连司康饼要怎么涂果酱都清清楚楚。这份贴心让布里吉特非常感动，直夸艾尔莎是个难得的好姑娘。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昨晚的社交季首秀。丹特为了艾尔莎竟然开放了私人别墅，这件事已经在圈子里传开了。布里吉特一脸羡慕地祝贺他，看来侯爵大人是真的把你放在心尖上疼了。面对这种试探，艾尔莎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并没有多说什么。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动静，是去取茶水的女仆回来了吗？但这脚步声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太对劲。艾尔莎随口应了一声请进，可推门进来的人却让她当场愣住了，竟然是丹特。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家伙今天居然学会敲门了。布里吉特赶紧起身行礼，询问侯爵大人怎么有空过来。丹特笑得一脸温柔，眼神却始终没离开过艾尔莎。他说他是专门来找夫人的。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就直接向布里吉特要人，说要借走他的女人用一下。这一声我的女人，听得在场的人都懵了。丹特顺手递上一大束鲜花，动作优雅的不像话。艾尔莎心里直犯嘀咕，这家伙最近是怎么了？居然开始在外面注意起形象来了。还没等他想明白，丹特已经伸出了手，准备带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艾尔莎看着满园凋零的玫瑰，心里却在犯嘀咕，丹特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到底能维持多久？季节已经完全变了，就像这阴晴不定的局面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丹特吐出一口烟圈，突然转过头问他是不是还在为舞会早退的事生气。艾尔莎摇了摇头，说他有正事要忙，自己根本没往心里去。丹特显然不信，既然没生气，那你为什么一直摆着这张脸？艾尔莎沉默了片刻，终于停下脚步，抬头看向这位喜怒无常的侯爵大人，看样子他是打算要把话挑明了。艾尔莎终于忍不住了，她盯着丹特的眼睛质问，难道直到现在你还是不肯完全信任我吗？丹特一脸冷淡，反问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艾尔莎提到了昨晚的事，那些女仆擅自给露西安点了安神香，结果全被丹特关进了大牢。可疑点就在这里，安神香并不是什么毒药，露西安却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这根本解释不通，除非露西安的身体状况从一开始就被人隐瞒了。面对艾尔莎的步步紧逼，丹特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然后呢？艾尔莎彻底爆发了，既然大家是盟友，你为什么要隐瞒露西安的真实情况？丹特侧过头，语气里满是不在乎，他反问艾尔莎，自己真的有必要做到那种地步吗？艾尔莎的态度却异常强硬，她说这根本不是商量，而是她必须履行的义务。虽然表面上寸步不让，但艾尔莎心里其实也打鼓。面对丹特这种压迫感，她甚至想过干脆认错算乐，可是一想到露西安，她就绝对不能退缩，毕竟那是她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如果现在放手，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所以无论如何，露西安只能属于他一个人。这已经不是在赌气，而是一场关乎未来的博弈，他必须赢到底。丹特突然开口问，是不是觉得自己最近没干好？这一下把艾尔莎问懵了，他赶紧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自己只是想帮上忙，但总觉得根本不被需要，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他甚至开始担心，如果连管理者的身份都没了，那对他来说就彻底没用了。没想到一向高冷的丹特竟然道歉了，这反应让艾尔莎都没想到，原来这个男人心里也这么没底。丹特温柔地安慰他说，从来没想过要换掉他，因为他一直做得很好。这下局面彻底稳了，艾尔莎不仅保住了位置，还拿捏住了他的软肋。艾尔莎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她直接盯着丹特问，既然这样，是不是代表你没意见，让我继续负责露西安的事情？丹特沉默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头，既然你是管理者，以后这些事你看着办就行。听到这话，艾尔莎心里总算踏实了，有了这句亲口承诺，短时间内谁也别想再来找茬。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丹特突然说他接下来要离开一段时间，还冷笑着感叹自己才走了没几天，学院里的老鼠就开始闹腾了。看来丹特的组织全靠他一个人的威慑力在撑着。丹特听完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他无奈地叹了口气，好不容易看你放松下来，结果咱们就要分开这么久。他低声感叹，其实心里最难受的人是他自己，这种还没走就开始想念的感觉，确实挺折磨人的。艾尔莎用力抓紧了他的衣角，虽然心里也不舍得，但他还是表现得很理智。他说不希望因为自己就让他耽误了外面的正事。不过他话锋一转，语气突然变得霸道起来，他说只要你还陪在我身边，你的眼里就只能有我一个人。丹特听完直接笑出了声，他轻轻托起艾尔莎的下巴，眼神里全是宠溺。他觉得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上天派来要他命的。空气里还残留着一股子苦涩的烟味，艾尔莎心里很清楚，她和丹特之间的这场荒唐就像抽烟一样，明知道这玩意儿没好结果，甚至会毁了自己，可当时还是不管不顾地陷进去了，图的就是那一下子的痛快。可烟总有抽完的时候，等火星熄灭，剩下的只有满地的灰烬和嘴里那股散不掉的苦味。这种关系说白了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消遣，除了让自己更清醒，什么都没留下。第二天一早，露西安像往常一样守在床边，她微笑着问，昨晚睡得好吗，小主人？自从艾尔莎重新接手照顾，露西安整个人精神多了，听侍从们说，她晚上总算能睡个安稳觉，再也没被噩梦惊醒过。艾尔莎把早餐端到面前，轻声劝她多少吃一点，可露西安现在身体虚弱，看着
这些精致的食物一点胃口都没有。露西安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怕他万一病倒了，最后会把责任推到他头上？艾尔莎没有否认，坦诚自己确实有这种顾虑，但更多的是因为这次他是真的。露西安被吓到了，只要能看到康复，让他做什么都行。听到这番真心话，露西安终于不再坚持，乖乖拿起了餐具。艾尔莎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心里一阵感慨，能像现在这样面对面坐着，真的太不容易了。看着露西安手里的玫瑰花瓣，艾尔莎这才反应过来，估计是这一大早在花园里忙活的时候沾上的。她赶紧解释说，身为寄宿学校的管事人，里里外外这么多事要盯着，不勤快点可不行。露西安一边夸她敬业，一边却突然沉下了脸色。她盯着艾尔莎问，既然你对工作这么上心，那对我呢？她语气里带着一丝委屈，说自己可是他的专属学生，难道不该是他最优先关照的对象吗？看着露西安这副伤心又认真的样子，艾尔莎彻底无语了，这家伙最近真是越来越会演戏了。艾尔莎笑了笑，觉得露西安只是最近跟他熟了，才敢这么没大没小的开玩笑。他随口答应以后会多关照他，叮嘱他照顾好身体，接着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看着艾尔莎离去的背影，露西安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他还是老样子，总是用这种长辈关怀的语气，轻描淡写的把他的真心话挡回来。他低头看着指尖那片红花瓣，心里一阵苦涩。刚才那些话，他可一个字都没有开玩笑。他慢慢把花瓣凑到唇边，眼神里满是偏执。他多希望艾尔莎能明白，哪怕只有那么一瞬间，也请别再把他当成孩子，而是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男人。露西安的情况总算稳定了，艾尔莎终于能腾出手来，去寻找那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主动找上了本尼迪克特，对方显然已经等候多时，一开口就直奔主题。本尼迪克特笑着问，这次你又想做点什么交易？艾尔莎没有急着回答，而是优雅地坐了下来。既然是谈生意，那就要先从一杯咖啡开始。本尼迪克特把咖啡端了上来，但这分量确实有点吓人。艾尔莎看着那巨大的咖啡壶，半天没反应过来，她忍不住问，你平时喝咖啡都是用这么大的壶吗？本尼迪克特倒是一脸淡定，说自己中午前就能喝完这一整壶。艾尔莎听完沉默了，这家伙的胃到底是什么构造，居然到现在还没出事。不过等他真的喝上一口，所有的疑虑都消失了，这味道确实让人没话说。本尼迪克特自信地笑了笑，虽然顶着贵族的头衔，但开店的基本功他可从没落下。看来这场交易比想象中要有意思得多。既然喝了人家的咖啡，艾尔莎也不打算绕弯子，他放下杯子，抛出了一个诱人的词：黑金。本尼迪克特反应很快，立刻想到了那种比金子还贵的香料——奎尼斯。这种香料现在全靠进口，是帝国贵族圈里最火的宝贝。艾尔莎抛出底牌，如果这种东西能实现本土种植，那会是什么局面？本尼迪克特停顿了一下，显然被这个提议镇住了。他追问这消息到底靠不靠谱。艾尔莎自信地笑了笑，这可是对方2年后才会发现的商机，现在提前送上门，绝对是一份稳赚不赔的大奖。这笔买卖，他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艾尔莎抛出了关键情报，在帝国北部的格伦戴尔生长着一种叫帕拉佐的植物，它的果实味道和昂贵的奎尼斯一模一样。只要能把这东西运出来，那就是一笔无法想象的财富。艾尔莎并不介意分出一块蛋糕，毕竟他需要一个强大的合伙人。本尼迪克特陷入了沉思，他承认这笔买卖确实诱人，但作为商人，他更看重实际的风险。他冷静地指出，去北方实地考察和引种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仅凭艾尔莎空口白牙的一句话，他很难直接押上全部身价。面对这种质疑，艾尔莎反而露出了微笑，这反应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如果对方是个轻易就上当的傻瓜，那才真的让他失望。既然老狐狸已经上钩，接下来的筹码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既然对方要看诚意，艾尔莎直接甩出一大袋珠宝，这些东西随便拿出一件都够普通人过上一辈子，但这可是他的全部家当。艾尔莎很清楚，想要逃离现在的处境，首先得彻底赢下本尼迪克特的信任。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些珠宝就是试种植物的启动资金，如果成功了，他要分走1半的利润，而且本尼迪克特还得把这笔投资还给他。本尼迪克特看着这一袋财宝，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他问艾尔莎，是不是真的对他口中的生意这么有信心？毕竟按照这个分法，他不仅要出人出力拼命干活，最后到手的利润还得被砍掉1半，这买卖对他来说可不算轻松。艾尔莎只是微微一笑，没有说话。他知道这只老狐狸已经心动了。艾尔莎伸出3根手指，他笑着说，别装糊涂了伯爵，我只要3年的利润分成，3年一到，这门生意就全归你了。本尼迪克特这下彻底看不懂了，这明明是个能赚一辈子的金矿，为什么艾尔莎要见好就收？他甚至开始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陷阱？他试探着问，如果我转头就把情报卖了呢？艾尔莎却一脸淡定，他断定本尼迪克特绝不会这么做，因为没人比他更清楚，吃独食才是最赚的。本尼迪克特还是不放心，他死死盯着艾尔莎，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这买卖这么稳，你为什么不自己干？艾尔莎端起茶杯，语气变得有些微妙，因为这份情报他自己根本没法用，这背后的真相远比这袋珠宝更惊人。艾尔莎很清醒，他知道自己没法单打独斗，就算种出了顶级的帕拉佐，没有分销渠道也只是废纸一堆，所以他必须拉本尼迪克特入伙。本尼迪克特却觉得奇怪，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为什么不找自己的丈夫，那位权势滔天的奥芬海耶侯爵？艾尔莎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只老狐狸一直在怀疑他放着亲老公不选，非要选一个外人合作。
紧接着，艾尔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她要本尼迪克特开一个秘密账户，把未来的利润全部存进去，绝对不能让侯爵察觉到一丁点风声。本尼迪克特一下子全明白了，这哪里是在做生意，这分明是在给自己攒跑路的私房钱，说明艾尔莎从一开始就打算和那位侯爵彻底断绝关系。既然大家各取所需，本尼迪克特也不再犹豫，他正式接受了这份提议。这门见不得光的生意总算谈成了，艾尔莎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原本以为还要再费一番口舌才能说服对方，没想到事情比预想的要顺利。本尼迪克特却突然追问，这笔交易一旦成功，到手的可是一笔天文数字。他很好奇，艾尔莎到底打算拿这笔巨款做什么？艾尔莎没说话，她心里很清楚，钱越多，她逃跑之后的底气就越足，那是她开启新生活唯一的保障。但她给出的理由却很神秘，她说自己有一个绝对想要得到的东西。本尼迪克特听完更纳闷了，这世上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是那位权势滔天的侯爵大人都没法给他的吗？艾尔莎端起茶杯，眼神变得异常坚定。没错，有些东西必须得是他自己亲手拿到的才行。说到底，艾尔莎之所以大费周章，甚至不惜冒着风险去攒钱，并不是为了什么荣华富贵，他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件传说中的魔法道具，因为只有靠那个东西，他才能达成那个唯一的愿望。这枚教东之星的戒指是公爵家传了好多代的宝贝，能帮露西安稳住体内的魔力，可惜在他小时候就被人偷走卖掉了。按照原著的剧情，这宝贝最后落到了丹特手里，成了他送给女主角的礼物。虽然最后还是回到了露西安手上，帮他成功逃离了学校，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既然东西就在丹特的拍卖行，想要拿回来其实并不难，可问题就在于绝不能让丹特发现他的真实身份。要是被他察觉到这是公爵家的传家宝，那这件事情可就彻底麻烦了。要是让丹特知道他现在和本尼迪克特走得这么近，恐怕这生意就没法做了。毕竟钱这东西当然是越多越好。本尼迪克特倒是很干脆，直接把起草好的合同递了过来，这条件开的确实不差。艾尔莎收起文件，打算结束今天的碰头。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本尼迪克特突然站起身，提议两个人一起走。这时候他才发现，今天的本尼迪克特有点反常，平时总是把头发扎得整整齐齐，怎么今天偏偏披散着？这细微的变化让他心里泛起了嘀咕。艾尔莎实在看不下去，问他怎么不把头发扎起来。本尼迪克特倒也顺杆爬，一脸无辜地说发带忘在家里了。他没多想，直接从包里翻出一根发带递过去。谁知道本尼迪克特根本没打算接，反而端起手里的托盘，非要让他亲自动手帮他扎。这要求简直莫名其妙，明明把托盘放下就能解决的事，本尼迪克特却开始在那装可怜，说要是连这点小忙都不帮，他可就伤透心了，甚至还拿工作当借口，说自己会难过的没动力干活，这明摆着就是在耍赖。艾尔莎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艾尔莎最后还是妥协了，与其在这儿跟他磨嘴皮子，不如赶紧按他说的做，好让这尊大佛赶紧消停。他一边帮本尼迪克特拢起长发，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这男人的头发手感也太好了，简直比猫毛还要顺滑，摸起来让人有点上瘾。等他利索的扎好发带，本尼迪克特这才心满意足，转过头来轻声说了句谢谢，那副得逞的样子真是让人没脾气。折腾了这么一通，时间也差不多了，艾尔莎准备动身回学校，可奇怪的是，原本该在门口候着的马夫，这会儿竟然不见了人影。艾尔莎正四处张望，没想到一回头，丹特竟然就站在身后。这突如其来的现身，确实让他吃了一惊。丹特笑着打招呼，说自己特意提前赶回来，就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可看艾尔莎半天没反应，他还不忘打趣几句，问他是不是根本不想见到自己。艾尔莎赶紧挽住他的胳膊，连声否认，说自己心里其实高兴坏了，甚至还满怀期待地问今天是不是专门留给他的时间。丹特温柔地应了下来，既然是受人之托，那今天肯定要赔个痛快。他顺势问艾尔莎，接下来到底想去哪里玩？艾尔莎随口说了一句，只要能在一起去哪都行。这可把丹特难住了，毕竟随便这两个字才是最考验人的送命题。为了不让艾尔莎失望，他干脆开启了霸总模式，走进店里就开始疯狂点单，这件那件还有那边的披肩，通通都要包起来。艾尔莎在旁边都看傻了，赶紧拦着说自己衣服够多了，结果丹特头也不回，直言不能让自己的爱人穿得这么寒酸。艾尔莎还想再挣扎一下，说去年做的衣服还能穿3年，现在买简直就是浪费。可丹特根本不听，说等过几年这些早就过时了。他转过头深情地补了一句，只要是你穿上的衣服，那就是新的时尚潮流。这波高级情话一出，艾尔莎是彻底没话说了。艾尔莎看着他这股劲头，忍不住开口问，是不是利亚姆教他这么做的？毕竟这疯狂买单的行为实在不像他平时的作风。丹特笑了笑，坦白说自己以前对女装没兴趣，但现在他发现看着艾尔莎一件件试穿打扮，其实是一件挺享受的事。紧接着他话锋一转，提议要把那些寄存在店里的裙子全部搬到他的宅邸去。这突如其来的要求让艾尔莎整个人都愣住了。丹特解释说，还记得名媛舞会那天晚上吗？你连招呼都没打就直接回了寄宿学校，他一直觉得是因为家里没准备你的换洗衣物，住着不方便你才想走，所以这次他想把所有后顾之忧都解决掉。艾尔莎小声试探着问，你该不会是因为那天我直接回学校，所以到现在还在生气吧？丹特根本不接这茬，只是语气强硬地告诉他不要拒绝，因为他不喜欢一句话重复2遍。
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他又转头吩咐店员，既然衣服都买了，那就把配套的鞋子也全拿上来。看着店员搬出一排排亮闪闪的名贵高跟鞋，艾尔莎心里直犯嘀咕，这些鞋子漂亮归漂亮，可这鞋跟也太高了，穿上它们真的还能正常走路吗？艾尔莎在一堆鞋子里挑挑拣拣，指着其中一双说，至少这双的跟还能矮一点，看起来没那么难驾驭。丹特却拿起了另一双，语气温柔地告诉他，高跟鞋才最适合你，而且你心里其实也很喜欢，对不对？被看穿心思的艾尔莎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但她很快就笑着抬起头说，既然是你亲自选的，那我当然要试试看。丹特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单膝跪地，轻轻托起艾尔莎的脚，要亲手为她穿上这双鞋。这一举动让原本只是买衣服的日常瞬间变得暧昧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竟然真的放下身段跪在地上，艾尔莎吓得叫出了声，她满脸写着不可置信，忍不住开口问，大人，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艾尔莎有些坐立难安，堂堂侯爵竟然亲自蹲下要为她穿上这只鞋，丹特却表现得很自然，轻声说这是他自己想做的，完全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谁能想到这个平日里不可一世的男人，竟然会为了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艾尔莎稳住心神，既然对方这么大方，那他也不打算客气了。他笑着提议要用丹特的钱包也为他选一份特别的礼物。店员很快拿来了各种款式，艾尔莎挑挑拣拣，最后看中了一个精致的领结。丹特倒是好说话，直言只要是他选的，自己都没意见。艾尔莎顺势提出让他当场试戴一下，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真的乖乖低下头，任由艾尔莎摆弄他的领口。看着眼前毫无防备的脖子，艾尔莎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家伙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怕自己会对他不利吗？如果可以的话，艾尔莎真想就这样直接掐断这个男人的脖子。这种近在咫尺的距离是最好的机会，也是他内心最疯狂的时刻。可丹特却一无所知，他甚至还带着笑意问他，这个领结到底是不适合自己。就在这一秒，艾尔莎瞬间收起了所有的杀意，脸上重新挂起那副完美的笑容。她轻声夸赞道，这领结简直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非常适合您。逛街还没逛过瘾，麻烦就先找上门了。利亚姆急匆匆地跑过来，大喊着，侯爵，您竟然迟到了。丹特倒是一脸淡定，不仅没觉得不好意思，反而吐槽利亚姆像个屁股起火的小马驹。这话一出，利亚姆整个人都快气炸了，整整迟到了1个小时，在他眼里竟然只是晚了一点。眼看离下一个行程只剩下不到1个小时，利亚姆急得语无伦次。艾尔莎在一旁静静看着，总觉得再这样下去，这位可怜的助手怕是要当场气晕过去。他在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该出手帮这个倒霉蛋一把了。艾尔莎催促他赶紧去谈正事，毕竟利亚姆都急成那样了，这笔生意肯定非同小觑。可丹特却完全没当回事，他盯着艾尔莎的眼睛，慢条斯理地说，你可比那笔生意重要多了。这种话听起来一点诚意都没有，明明知道全是哄人的甜言蜜语。艾尔莎的手还是不自觉地抓紧了裙角，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让她感到既混乱又排斥，她甚至开始害怕自己会真的陷进去。现在的她只想赶紧让这个男人消失在眼前，只有这样她才能找回那个冷静的自己。艾尔莎突然伸手一把将丹特死死地按在怀里，这种突如其来的亲密让周围的空气都跟着凝固了。艾尔莎凑到他耳边低声提起了那个关于土豆的约定，还没等丹特开口，艾尔莎又补了一句，既然是吻别，那亲吻嘴唇应该是最基本的吧，这可是艾尔莎自己定下的规矩，现在却被这个男人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看着丹特那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艾尔莎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被他反将了一军。面对丹特的步步紧逼，艾尔莎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凑到他耳边低声耳语，用他教过的话反过来将了他一军。他劝丹特别再为难助手了，赶紧回去处理正事。这一番话听得旁边的利亚姆简直要把他当成救命恩人。丹特沉默了片刻，终于笑着松了口，既然你都这么坚持了，那今天就先放过你。不过临走前他还不忘深情款款地补上一句，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可千万别嫌我烦。他一边叮嘱利亚姆务必把艾尔莎安全送到车站，一边已经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次见面该是什么时候了。利亚姆赶紧答应下来，忙不迭地安排马车送艾尔莎回去，直到坐进车厢，艾尔莎才总算松了一口气。可看着窗外倒退的风景，他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丹特最近的表现实在是太反常了，完全脱离了原著小说的轨迹。如果他还是那个冷酷的侯爵，事情反而好办了，可偏偏他现在变得这么温柔，甚至让人觉得那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破天荒的待遇不仅没让艾尔莎感到心动，反而让她脊背发凉。她最担心的是自己会在这温柔乡里彻底迷失，一旦习惯了这种不该有的心跳，恐怕这辈子都别想从这个泥潭里逃出去了。如果这就是命运设下的圈套，那丹特的温柔就是最致命的毒药。小露西安跑得飞快，一头扎进父亲怀里，原本温馨的画面却因为一句话瞬间变了味。母亲开口就是学业，露西安显然听腻了，满脸都写着抗拒。要是再这么念叨下去，今天恐怕是没完没了了。他赶紧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一旁的父亲，这可是他最后的救星了。露西安盯着父亲手上的戒指，那是家族权力的象征，名为东之星。父亲亲口承诺，这枚戒指迟早会传给他，因为他是唯一的继承人。那时候的他还沉浸在被选中的喜悦里，根本不知道这份传承意味着什么。画面一转，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但那段温馨的时光早就成了回不去的幻影。在父母的羽翼下，露西安曾以为这辈子都会在平静中度过，可惜这种好日子没多久
就彻底碎了。他从梦中惊醒，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被噩梦缠身，唯独刚才那个瞬间让他觉得有些不真实。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一个陌生的面孔走了进来。侍从恭敬的行礼，他说在艾尔莎离开的这段时间，将由他来接手，贴身侍奉这位年轻的主人。看着眼前这个男人，露西安沉默了。露西安第一件事就是确认今天的日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心里咯噔一下。那个叫利亚姆的家伙消失了，这意味着他现在肯定正陪着侯爵出现在那个危险的舞会上。侍从看他脸色不对，正打算撤走饭菜，露西安却破天荒地开了口，说他要吃。其实他根本没胃口，但想起手在床边的艾尔莎，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倒下，更不能让他继续担惊受怕。他握紧了拳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永远困在这个鬼地方，因为他们早就约好了要一起逃离这间可怕的宿舍。露西安拿起面包，强迫自己吃下去，因为他很清楚接下来的计划绝不能因为体力不支而搞砸。与此同时，在城里的另一头，好戏已经开场了。丹特带着艾尔莎准时出现在俱乐部的大门口，面对侍者的询问，他表现得从容不迫。随着身份被确认，那扇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这不仅是一场舞会的开始，更是所有人命运的转折点。刚一进场，周围那些刺人的视线就让艾尔莎意识到，这绝不是一场普通的舞会。他心里很清楚，丹特和皇室的关系早就僵了。今天他特意带自己过来，纯粹就是为了给二皇子添堵。丹特指着大厅中央的主位，语气平淡的让艾尔莎坐下，这可是主人的位子。他这么做简直是在公开挑衅。艾尔莎虽然心里直犯嘀咕，但还是乖乖坐了下去。毕竟在这种场合，他只能配合丹特把戏演完。丹特凑过来问他舒不舒服，艾尔莎表面上微笑着说很舒服，可心里却在吐槽，换成是你坐在火坑上，你能舒服吗？丹特盯着艾尔莎的脚尖，问那是不是他送的鞋。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还不忘虚伪的夸上一句，说这双鞋很适合他。艾尔莎面带微笑的应和着，说这可是特别的人选的。可他心里早就翻了无数个白眼，这种像宠物一样装可爱的日子，他真是一秒钟都待不下去了。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要熬过今晚就好。可就在这时，大厅里的一个舞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起最近社交界的传闻，比起花钱请演员，这些贵族更喜欢自己上台表演。看来那位二皇子确实对这种戏马情有独钟。看着那座华丽的舞台，艾尔莎心里有种预感，今晚真正的重头戏恐怕马上就要开始了。二皇子面带微笑的登场，嘴里说着欢迎大家的场面话，可谁都能听出来，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果然，他话锋一转，直接盯上了坐在主位上的丹特，当众质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丹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一脸无所谓的反问：“能有什么意思？”二皇子显然被激怒了，他冷着脸提醒丹特，既然是来做客的，就该守客人的规矩，别忘了谁才是这里的主人。可丹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只是轻蔑地回了一句：“然后呢？”二皇子还在那摆谱，口口声声说遵守礼仪才是维持关系的捷径，其实就是想逼丹特把主位让出来。丹特听完冷笑一声，先是假装配合地点了点头，接着话锋一转，直接把矛头对准了这位二皇子。他说：“从二皇子嘴里听到礼仪，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毕竟一个连亲情都能背叛的人，哪来的脸在这谈什么规矩？”这句话精准地戳中了二皇子的死穴，他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只能死死攥着拳头在那硬扛。艾尔莎在一旁看得真切，这世上敢当众这么应对皇室的，恐怕也就只有丹特了。看着两人斗得不可开交，艾尔莎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反正现在没人盯着他，正好趁乱找个机会偷偷溜走。可还没等他挪步，丹特却突然转过头，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丹特突然话锋一转，指责二皇子从进门到现在，竟然连正眼都没瞧过他的舞伴，这让他感到非常失望。他一边说着，一边亲昵地搂住艾尔莎的肩膀，当众宣布：“艾尔莎可是他心尖上的人。”二皇子连个招呼都不打，实在是太没礼貌了。这一套连招下来，把旁边的艾尔莎直接整炸毛了。他心里疯狂吐槽，这两个大佬斗法，干嘛非要把他扯进来当挡箭牌？他现在只想离这两个男人远点，想找二皇子的麻烦就自己去，拿他当枪使算怎么回事？谁能想到艾尔莎竟然被强行拽进了这场对峙？他现在只想赶紧逃离现场，可眼下的局面根本不给他后退的机会。既然躲不掉，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他礼貌地向二皇子行礼，希望能赶紧把这尴尬的场面应付过去。可即便低着头，他也能感觉到那股冰冷的视线，对方根本没把他当回事，看他的眼神就像在看什么微不足道的脏东西。二皇子显然没打算让气氛缓和，他随口应付了几句，紧接着就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今天现场还有一位新成员。随着众人的掌声，本尼迪克特正式登场。艾尔莎整个人都愣住了，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男人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高到让他有些措手不及。但更让他意外的是，本尼迪克特头上的那根发带，那明明是他之前随手送出的东西，他不仅一直留着，甚至还把他带到了这种正式场合。这男人到底在想什么？二皇子满脸堆笑地介绍着新面孔。二皇子可不是一般人，据说连皇帝陛下都对他青睐有加。面对这种级别的权贵，本尼迪克特自然是使出浑身解数在巴结，各种肉麻的夸奖一套接着一套，听得旁人都觉得有些过头了。二皇子倒是表现得滴水不漏，一边谦虚一边客套，整个房间里充斥着虚伪的寒暄，气氛看似融洽到了极点。可就在这时，一直冷眼旁观的丹特终于忍不住了，他冷笑一声，直接打断了这场表演。
他可没打算给任何人留面子，直截了当地说，这种恶心的吹捧听得他都要吐了。这下全场都僵住了，谁也没想到他会把这层遮羞布撕得这么彻底。丹特这一番话，直接把现场的气氛降到了冰点。二皇子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可丹特根本不在乎，他拍拍屁股准备走人，临走前还不忘丢下一句，让大家下次注意点礼仪。艾尔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却咯噔一下。刚才那一瞬间，丹特的眼神里透着一种诡异的兴奋，就像是在期待着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果然，麻烦很快就找上门了。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全都在针对艾尔莎。在这些人眼里，她就是一个只会勾搭男人的花瓶，甚至把她比作故事里那个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乡下姑娘。流言蜚语就像一张网，已经把她死死套住。这剧本写的也太烂了，明摆着就是冲着艾尔莎来的，把她塑造成一个贪婪的坏女人，却把丹特包装成一个完美的绅士。这种拉踩的手段简直不要太明显。二皇子此时正当众表演，他把女人比作随手可换的玩偶，还假惺惺地劝告旁人说玩物丧志，没必要在这些东西上浪费感情。这种话听着确实刺耳，周围的人都在感叹他的冷酷，可艾尔莎坐在一旁，心里甚至想打个哈欠。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把戏实在是太无聊了，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让他崩溃，殊不知他现在只想知道这场闹剧什么时候结束。原本无聊的宴会突然被一声尖叫打破了，艾尔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全场就已经炸开了锅。谁能想到丹特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冲上台揪住了二皇子的领口，这可是维克多殿下，他居然敢当众动手。维克多气得语无伦次，拼命挣扎着让他放手，可丹特根本不为所动，反而冷笑着问他是不是被戳到了痛处。他手上的力道越来越重，眼神冰冷的让人害怕。在他眼里，这位皇子的表演简直烂透了。丹特一字一句地说，他只是不想再浪费时间看这种辣眼睛的烂戏，再看下去眼睛都要烂掉了。这种赤裸裸的羞辱让维克多彻底颜面扫地。看着丹特的背影，艾尔莎心里乱成一团。如果他一直这样护着自己，他真的会产生不该有的误会。他害怕这种微不足道的温柔，万一里面真的藏着真心，他怕自己会越陷越深，最后再也无法回头。眼看局面僵持不下，艾尔莎终于开口了，她轻声劝丹特收手，没必要为了这种人脏了自己的手。既然闹剧已经看够了，不如就这样离开吧。听到这话，丹特原本冰冷的眼神瞬间柔和了下来。他轻声唤着他的昵称，答应的异常干脆，仿佛刚才那个暴力的男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带着艾尔莎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马车里的气氛比刚才在外面还要压抑。丹特先开了口，问艾尔莎怎么一直闷闷不乐。艾尔莎沉默了半天，终于忍不住说，你不该为了我去跟二皇子起冲突。丹特显然没听明白，甚至觉得有点荒唐。为了保护自己的女人，这难道还需要理由吗？可艾尔莎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变了脸色。他说自己根本不值得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这话一出，丹特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最听不得的就是艾尔莎这样轻视他自己。丹特心里堵得发慌，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艾尔莎那副无所谓的态度，好像别人怎么羞辱他，他都觉得没关系。他盯着艾尔莎问，难道你的意思是，就算我亲眼看着你被欺负，也该站在旁边一动不动吗？马车里黑漆漆的，艾尔莎却一脸不解，她甚至还在奇怪，为什么他要为了这点小事发火。这种完全状况外的反应让丹特更生气了。丹特越想越气，那个混蛋都指着鼻子骂你了，难道还要我当缩头乌龟吗？可艾尔莎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他当场愣住。他说，没错，你确实不该为了我去背负那些难听的骂名。丹特原本满肚子火，可听到这句话，心里的怒气唰的一下全散了。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艾尔莎不是嫌他多管闲事，而是在心疼他，怕他因为自己受委屈。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让他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丹特怎么也没想到，艾尔莎憋了半天竟然憋出这么一句话。他说，侯爵大人，你真的是个大好人。这话一出，丹特整个人都懵了，他甚至怀疑艾尔莎是不是在阴阳怪气他。艾尔莎赶紧摆手解释，说刚才为了护着他，让丹特跟皇子闹得那么僵，心里肯定特别不痛快。他低着头小声说，其实我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一直守在我身边。这突如其来的直球让丹特彻底没话说了。马车里虽然安静，但有些东西显然已经悄悄变了。看着眼前的艾尔莎，丹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女人简直可爱的要命。艾尔莎还在那儿碎碎念，劝他以后别再为了自己去得罪人，说他根本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这种凡事都先替他着想，却把自己排在最后的态度，让丹特又生气又心动。他终于忍不住了，伸手托起艾尔莎的下巴，一字一句地告诉她，不，艾尔莎，你必须在意你自己。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丹特已经吻了上去。这一刻，所有的理智和克制全都彻底崩盘了。丹特突然开始翻旧账，他说，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既然我是你的恋人，那在学校里谁都不能靠近我吗？既然你承认了我们的关系，那不只是在学校，在这整个帝国，你都不该让自己受半点委屈。艾尔莎被这一套逻辑绕晕了，只能乖乖点头答应。可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丹特又一次凑了上来，这一吻比刚才还要霸道。艾尔莎一边推一边抗议，说这可是在马车里呢。可丹特哪里还管这些，他现在只想把这个女人彻底占有。丹特这下可逮着理了，既然马车里不行，那回卧室总可以了吧？他甚至还故意逗艾尔莎，非要让她亲口答应才肯罢休。结果
这一晚折腾下来，艾尔莎算是彻底领教了什么叫男主的体力。第二天太阳都晒屁股了，她还觉得整个人都要散架了。看着旁边睡得正香的罪魁祸首，艾尔莎心里全是吐槽，这家伙倒是睡得安稳，根本不知道自己昨晚有多过分。她强撑着想爬起来，心里暗暗发誓，以后绝对不能再被这家伙三言两语就给带进坑里了。艾尔莎刚想起身去喝口水，就被丹特一把拽住了。他像个没安全感的孩子，非要艾尔莎就这样陪着他。看着丹特靠在自己膝盖上，艾尔莎心里却乱成了一团。这剧情走向跟他知道的原著完全不一样。原本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玩物，可丹特最近做的事实在是太出格了，不仅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舞会，还带他出入顶级的社交俱乐部。最离谱的是，仅仅因为他受了一点委屈，丹特竟然直接去硬刚二皇子，那可是皇室的人啊！艾尔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种偏爱和保护原本应该是属于原著女主的，丹特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越界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好，反而让艾尔莎感到脊背发凉。她很清楚，这些宠爱根本不属于她，尤其是丹特强塞给她的那件珠宝，简直就是个烫手山芋。万一哪天正主找上门来，她就算有10条命也不够赔的。看着眼前这个深情的男人，艾尔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立刻加快逃跑计划。趁着一切还没彻底失控，她得赶紧从这个危险的男人身边彻底消失。一转眼1年过去了，谁能想到当初那个逃跑计划竟然进行得这么顺利？艾尔莎经营的生意彻底火了，不仅成了帝国的头条，连顶级大厨都抢着要她的货，这钱赚的简直像流水一样。本尼迪克特那边也配合的天衣无缝，现在的她已经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富婆了，攒了整整1年的家底，终于够用了。这一场精心准备的逃亡马上就要正式开始，送来的可不只是点心，而是艾尔莎最隐秘的联络方式。为了躲开丹特的眼线，他和本尼迪克特约定了暗号，只要送来的不是樱桃派，就说明目前一切平安。虽然今天没有新消息，但这种滴水不漏的谨慎才是他能全身而退的底牌。接管了宿舍的权力之后，艾尔莎终于等到了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手里这封来自马丁家族的密信。这可不是普通的问候，而是他帮布里吉特翻身的筹码。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让布里吉特拿回属于他的一切了。他推开门的那一刻，真正的反击正式拉开序幕。艾尔莎这次过来，专门给布里吉特带了一份大礼。他当众宣布，从明天开始，布里吉特就正式获准离开了。这话一出，屋里所有人都愣住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困住布里吉特的牢笼，竟然真的被艾尔莎亲手打开了。看着布里吉特不敢置信的样子，艾尔莎只是淡定的笑了笑，走吧，去办公室签个字，属于你的自由马上就到手了。艾尔莎递过去一封信，让布里吉特先看看上面的内容。结果这一看，布里吉特整个人都定住了。信上说她的丈夫已经去世，现在家族需要她回去接管权力，成为马丁伯爵家的代理人，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礼。艾尔莎试探着问，是不是该说句节哀顺变？谁知道布里吉特竟然笑出了声，他说自己高兴还来不及，终于不用在这破地方烂一辈子了。看来这封信不仅带走了她的丈夫，还带回了她梦寐以求的自由。明明是重获自由的好日子，布里吉特却再也忍不住，在艾尔莎怀里哭得像个孩子。这些年受的委屈，总算是在这一刻彻底释放了。艾尔莎轻轻拍着他的背，提议带他去吃最喜欢的派，想用甜味压住心里的苦。布里吉特却轻声说，以后只要看到派，脑子里就全都是艾尔莎的样子。艾尔莎半开玩笑的接了一句，那正好，说明你这辈子都不会把我忘了。听到这话，布里吉特赶紧拉住他的手，这种过命的情分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布里吉特拉着艾尔莎的手说，如果没有这份友谊，他根本撑不过那段地狱一样的日子。这番真心话却让艾尔莎心里一阵发虚，因为在艾尔莎编造的无数谎言里，唯独这一句想做朋友才是他内心深处唯一的真话。他原本打算利用布里吉特去对付那些难缠的男人，可看着对方那副全心全意信任的样子，艾尔莎突然犹豫了。他递过去一份保密协议，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去提那个更危险的要求。毕竟一旦布里吉特答应帮忙，就意味着要和整个世界为敌。面对这一生真诚的朋友，艾尔莎第一次发现利用人心竟然会这么难受。艾尔莎心里乱成一团，刚感受到对方的真心，转头就要利用人家，这种自私的要求她实在说不出口，她只能硬着头皮说没事。可布里吉特一眼就看穿了她在撒谎，还说她现在的样子简直就像是在拼命求救，那种没人能帮一把，甚至希望明天永远别来的绝望。布里吉特比谁都懂，他再次握住艾尔莎的手，给了对方最后一次开口的机会。如果真的不需要帮忙，那当然是皆大欢喜，可如果真的走投无路了，就别再一个人硬扛。看着布里吉特真诚的眼睛，艾尔莎紧绷的防线终于塌了，她轻声回了一句，不是的。艾尔莎终于把那句求助说出了口。布里吉特听完不仅没觉得麻烦，反而觉得总算有机会能报答他了。他甚至连具体的请求都没听，就直接给了一个无条件的承诺。艾尔莎还有些不敢相信，问他难道不怕要求太过分吗？布里吉特却笑着说，只要是为了你，哪怕把天捅的窟窿都不算多。他劝艾尔莎别总是一个人硬扛，这种把全世界担子都挑在肩上的样子，看着实在让人心疼。别人或许没发现他的异样，但布里吉特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甚至猜到艾尔莎受了委屈，直接问是不是那个侯爵在找麻烦。只要艾尔莎点个头，他现在就能冲过去替他出头。艾尔莎不再是孤军奋战，他身后终于有了一个最硬的靠山。刚才还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这会儿气氛总算缓和了下来，两人忍不住一起笑出了声。
丹特低声问道：“马丁伯爵夫人已经离职了吗？”利亚姆点头回答：“手续办得很顺利，但他发现自家主人似乎开始担心艾尔莎会感到寂寞。谁能想到，自从那次俱乐部事件后，两人的关系完全变了样。以前都是艾尔莎在倒贴，现在他们坐在一起，倒真像是一对互相尊重的恩爱夫妻。”利亚姆看在眼里，觉得是时候帮一把了。他主动开口提议，要不要再找个新管理员来分担工作。丹特有些意外，怎么突然提起这个？难道是艾尔莎做的不好吗？利亚姆赶紧解释，艾尔莎做的非常完美，只是他现在一个人干2个人的活，实在担心他身体吃不消。丹特沉默了片刻，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他决定让艾尔莎继续独自管理。利亚姆完全没听懂，为什么非要让他这么辛苦？其实丹特心里很清楚，如果连这点工作都丢了，艾尔莎肯定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甚至会让他开始讨厌这个女人。他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利亚姆还没来得及听清，他就已经岔开了话题，开始询问今天的日程安排。看着密密麻麻的日程表，丹特忍不住抱怨，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利亚姆赶紧解释，最后这场会面非常关键，只要能拿下男爵的收藏品，拍卖行的生意就稳了。丹特叹了口气，觉得自己简直像是有10个身体在连轴转。利亚姆笑着安慰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而且忙完这一阵，我就送您去学校见艾尔莎小姐。”听到这个名字，丹特整个人都精神了。利亚姆还大方地表示可以额外给他放1天假。谁知道这位公爵大人还不满足，居然还想讨价还价多要几天，结果被利亚姆一口回绝。行吧，为了能早点见到艾尔莎，他只能认命，赶紧把剩下的活干完。深夜的寄宿学校里，艾尔莎正对着一堆文件发愁，她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多。自从布里奇特离职的消息传开，整个学校的学生都炸开了锅，艾尔莎不得不挨个去安抚，还得叮嘱员工们管好自己的嘴。好不容易让局面稳定下来，结果桌上又堆满了处理不完的各种杂事。他心里其实一直挂念着布里奇特到底有没有平安到达，可现在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就在他埋头苦干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艾尔莎吓了一跳，这么晚了，谁会突然闯进来？结果推门进来的竟然是丹特。他一开口就开始心疼艾尔莎，问他怎么还在忙工作。紧接着丹特就开始疯狂甩锅，抱怨利亚姆太没眼力见，居然给艾尔莎安排这么多活。艾尔莎听得一头雾水，明明是丹特自己不肯招人，现在倒怪起别人来了。看着丹特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的样子，艾尔莎终于反应过来，这家伙该不会是喝醉了吧？看着丹特晃晃悠悠的样子，艾尔莎赶紧上前扶住他，生怕他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喝醉了？”没想到丹特竟然笑着承认了。艾尔莎这下彻底愣住了，在他的印象里，丹特是个极度自律的人，平时连一点弱点都不会露出来。原著里的他，为了维持那点贵族的体面，宁愿往自己腿上扎一刀，也绝不会在人前失态。可现在，这个男人不仅人设崩了，还顺势靠在了他的肩头。他在艾尔莎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好久不见。”这语气听得人心里乱糟糟的。艾尔莎无奈地问他到底喝了多少酒，可丹特根本不接话，只是一个劲地叫着他的名字。紧接着，丹特竟然当面表白，直截了当地说想他了，甚至还强调今天就是为了见他才过来的。艾尔莎整个人都懵了，这还是那个高冷的丹特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丹特就因为酒劲上头，整个人瘫在了他身上。眼看这位大人就要睡着，艾尔莎刚想叫仆人过来帮忙，结果丹特却突然收紧了胳膊，他像个没安全感的孩子，死死拉住艾尔莎不撒手，嘴里还嘟囔着最讨厌被一个人丢下了。这下好了，平时杀伐果断的大领主喝醉了竟然是个粘人精。丹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可落在艾尔莎耳朵里却像是在拼命哀求，求他千万不要丢下自己。艾尔莎只能像哄孩子一样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解释说只是想让他休息，并不是真的要走。可丹特却突然清醒了过来，他承认自己确实醉了，但脑子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他现在到底想要什么。他死死盯着艾尔莎，翻出了他曾经亲口许下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绝对不会离开他身边。看着眼前这个偏执的男人，艾尔莎心里五味杂陈。他终于看清了丹特的真面目，这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他疯狂的想要得到一份绝对的爱，可悲哀的是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人。这种内心的空洞，恐怕他这辈子都注定无法填满了。丹特紧紧抓着艾尔莎不放，语气里全是卑微的哀求。他求艾尔莎今晚留下来，甚至开始质问为什么现在不肯说爱他了。艾尔莎在心里拼命提醒自己，绝对不能爱上丹特，这个男人太危险，一旦动了真心，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可看着丹特那副样子，他终究还是心软了。为了能给他一点点安慰，艾尔莎违心地说出了那句我爱你。他觉得自己简直是疯了，就像一只弱小的老鼠，竟然在同情一只随时会把自己吞掉的巨兽。这是一种极其荒唐的怜悯。可即便知道前面是深渊，在这一刻，他还是选择陪他一起沉沦。亲生母亲竟然在催他快点跳下去。丹特站在阳台边缘，看着底下那个疯狂催促他的女人，他忍不住问了一句：如果我死了，你真的会感到幸福吗？那一刻，他看到了母亲脸上从未有过的笑容。原来只要他消失，就能换来母亲梦寐以求的快乐。就在这生死一关，仆人的惊叫声打破了死寂，这场荒唐的闹剧才总算被强行按下了停止键。但这道伤疤恐怕这辈子都好不了了。场面彻底失控了。母亲指着那个被救下的孩子，歇斯底里地质问女仆为什么要救这个可怕的怪物。
女仆苦苦哀求他冷静一点，可他已经听不进去了。既然这个怪物死不了，那他就用自己的命来解脱。随着一声闷响，地板上只剩下刺眼的血迹，布里吉特的尖叫声撕碎了屋子里最后的体面。年幼的丹特就站在那，他终于看清了真相：母亲宁愿选择死亡，也要彻底抹杀掉和他的一切关联。这一刻，他再也没有母亲了。看着艾尔莎毫无生气地躺在那，丹特彻底崩溃了。梦里的声音一直在质问：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那些爱他的话？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就像当年母亲决绝离开时一样。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难道连艾尔莎也要抛弃他吗？他在绝望中猛地惊醒，耳边全是仆人们焦急的呼喊声。虽然回到了现实，但那种被全世界丢下的恐惧已经刻进骨子里了。丹特猛地睁开眼，还没从刚才的噩梦里缓过神来，艾尔莎正一脸担心地守在床边，轻声问他是不是做噩梦了。看着眼前的红发少女，他一时间竟然不敢相信，原来艾尔莎真的还在，他并没有像梦里那样丢下他离开。他一把将艾尔莎拉进怀里，力气大得像是怕他下一秒就会消失。他一遍又一遍地确认：你在这里对不对？你真的还在我身边吗？艾尔莎虽然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温柔地抱住了他，轻声承诺自己哪也不会去。丹特紧紧搂着艾尔莎，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说他一定不会离开自己，那副卑微又依赖的样子简直像变了个人。艾尔莎整个人都懵了，她实在想不通，到底是什么样的噩梦能让这个不可一世的男人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看着怀里这个脆弱的灵魂，艾尔莎心里乱成了一团。明明1年前他连正眼都不瞧自己一下，总是冷冰冰地把他当成陌生人，可现在他为什么偏偏要找上门来，还非要把最不堪的一面全都摊开在他面前？艾尔莎看着熟睡的丹特，心里却一点也平静不下来。以前的他从来不会在自己面前露出一丝破绽，更别说像现在这样毫无防备。他忍不住在心里质问，为什么要突然表现得这么深情？如果只是演戏，那这种温柔简直比冷漠更可怕。他甚至希望他能像以前那样直接把他推开，永远都不要再回头看他一眼，因为再这样下去，他真的怕自己会彻底陷进去。就在这时，丹特迷迷糊糊的醒了，开口第一句就是关心他醒没醒。艾尔莎立刻收起所有情绪，换上一副客气的面孔，礼貌地询问他的宿醉情况。这种近在咫尺却又各怀心思的距离，让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变得更加危险了。丹特揉着太阳穴，说自己宿醉头疼的厉害，本想拿根烟压一压，可手刚碰到烟盒，他却突然停住了。艾尔莎有些纳闷，问他怎么不抽了，结果丹特直接把烟丢在一边，淡淡的说了一句：算了，你不喜欢烟味。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丹特竟然破天荒地道起了歉。他说以前总是由着性子强迫艾尔莎坐在旁边闻二手烟，这件事他一直觉得很过意不去。看着眼前这个甚至会开始顾及自己感受的男人，艾尔莎彻底愣住了。这种突如其来的体贴，简直比他发火的时候更让他感到不知所措。艾尔莎习惯性的回了一句没事，可丹特根本不买账，他语气强硬的告诉艾尔莎，以后别再拿这种话来敷衍他，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必须立刻说出来。既然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艾尔莎索性也不再客气，他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非常不喜欢他昨天喝那么多酒。他说喝酒除了让自己宿醉难受，根本没有任何好处，完全没必要为了那点酒把自己的身体给折腾坏了。最后艾尔莎还补了一刀，提醒他昨晚不仅喝多了，甚至还因为那些酒做了一整晚的噩梦。艾尔莎还在数落酒精的危害，丹特听得有些尴尬，赶紧解释说自己平时不这样，实在是昨天的拍卖会推不掉，他才不得不喝了那么多。艾尔莎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追问是什么拍卖会。丹特也没打算瞒着他，直接透露组织最近要搞个大动作，准备把阿尔伯顿男爵的藏品全部出手。听到这个名字，艾尔莎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些所谓的藏品里竟然包含了那件东西。他在心里惊呼出那个名字，那是东之星，也是他绝对不能错过的东西。本尼迪克特收到一封密信，艾尔莎在信里说想让他帮忙弄个拍卖会的入场名额，而且还要坐在他身边。看来这姑娘是想绕过侯爵，偷偷在拍卖会上搞点钱，好彻底摆脱那个男人的控制。而他选中的同谋偏偏就是自己。本尼迪克特正觉得有趣，却突然发现事情好像哪里不对劲。本尼迪克特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在为了这件事偷着乐，明明两人只是生意上的合伙人，艾尔莎跟谁断绝关系？按理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甚至荒谬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对他动了什么心思，但很快他就自嘲地摇了摇头，没错，肯定是因为他不再受侯爵影响，生意上的风险也就彻底消失了。他只是在庆幸自己找了个靠谱的队友而已。几天后，真正的考验终于来了。本尼迪克特这次办事确实周到，不仅给艾尔莎准备了全套礼服，甚至连掩人耳目地假发都想到了。艾尔莎嘴上说着感谢，心里却直犯嘀咕，这衣服穿在身上竟然分毫不差，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自己尺寸的？本尼迪克特看出了他的疑惑，笑着说既然要帮忙，那肯定的做全套。可还没等艾尔莎松口气，本尼迪克特却突然话锋一转，问了一个最不该问的问题。他想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当初为什么要委身于那个侯爵。这个问题一出，马车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本尼迪克特坦白自己其实是个情报贩子，所以他很清楚艾尔莎和侯爵之间那点事，但他更想听听当事人的真心话，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那个男人？艾尔莎沉默了很久，这种被人关心内心想法的感觉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了。他说自己就像刚破壳的小鸭子，会把第一眼看到的生物当成父母，而侯爵就是那个在他最绝望时出现的人。
虽然他心里很清楚，当年的救命之恩可能只是侯爵的一时兴起，但从那一刻起，他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艾尔莎看着窗外，心里却在替原主感到悲哀。当年他以为抓住了丹特的手，就能逃离那个吃人的火坑，可谁能想到，那只不过是掉进了另一个地狱。本尼迪克特听着他的感叹，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如果当年出现在他面前的人不是那个侯爵，而是他，他还会不会伸出手？”这个问题让气氛瞬间变得微妙。本尼迪克特自嘲地笑了笑，赶紧让艾尔莎忘掉这句胡话，准备收拾东西下车。可就在推开车门的那一刻，艾尔莎却轻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既然已经到了地方，那就戴上面具去会那些所谓的贵族吧。”这拍卖行确实够气派，到处都透着一股烧钱的味道。本尼迪克特一边走一边吐槽说：“侯爵这人虽然品味挺高，但对他这个合作伙伴却抠门得很。”艾尔莎听着他在旁边阴阳怪气，心里暗暗感叹：这男人说话可真够损的。随着拍卖师一声令下，全场的氛围瞬间被点燃了。看着那些珠宝被喊出天文数字，艾尔莎这才意识到，帝国的有钱人简直多到离谱。可就在这时，他发现身边的本尼迪克特竟然也举起了牌子，他忍不住小声嘀咕：“你之前不是说对这些奢侈品没兴趣吗？”本尼迪克特戴着面具笑了笑，说：“没兴趣那是针对普通货色，只要这东西有投资价值，那他今天就绝对不会空手而归。”本尼迪克特倒是想得开，既然大老远跑来一趟，总得拿点投资回报才算没白忙活。艾尔莎也没打算拦着他，反正花的又不是他的钱，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那个还没完成的任务。就在这时，拍卖师揭晓了今晚的重头戏，那是传说中哈利德家族的传家宝，名为东之星的绝世珍宝。台下瞬间炸开了锅，谁都没想到这种级别的宝贝竟然会出现在这。艾尔莎看着周围人的反应，心里很清楚，这东西的价值根本无法估量。但不管竞争有多激烈，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没有变过，那就是一定要把这枚戒指拿到手。本尼迪克特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心思，低声问了一句：“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本尼迪克特没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握紧了手里的号牌。看来接下来的这场争夺战，他是非赢不可了。拍卖师刚报出起拍价，全场就响起了一阵惊呼，10万起步的价格让艾尔莎直接愣住了，这简直就是在抢钱。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边的本尼迪克特竟然直接举牌了。艾尔莎这下彻底急了，压低声音质问他到底想干什么？难道是想当众截胡？本尼迪克特却表现得异常淡定，他示意艾尔莎放宽心，别被这点小场面吓到。他看着台上的戒指，语气里透着一股志在必得的霸气。既然是你想要的东西，那我今天就一定会让它稳稳当当地落在你手里。本尼迪克特这次是势在必得，他当众放下狠话，一定要把那枚戒指弄到手。但这副高调的派头，显然让某些人很不爽。丹特在远处冷冷地盯着他，心里满是嫌弃。那家伙平时根本不凑这种热闹，今天到底是吃错什么药了，竟然会出现在这种地方？更让人在意的是，本尼迪克特身边那个戴面具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丹特原本只是想看个热闹，可他的目光却被本尼迪克特身边的女人彻底勾住了。那双金色的眼睛，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台上的拍卖已经进入白热化，价格一路狂飙，根本没人打算收手。本尼迪克特直接甩出30万的高价，在众人的惊呼声中，轻而易举地拿下了这件宝贝。但丹特现在根本不在乎什么珠宝，他满脑子都在想，刚才那一瞬间，那个女人是不是在盯着他看？虽然又是假发又是面具，遮得严严实实，但那种被盯上的感觉，还是让他心里直发毛。现在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本尼迪克特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不安，明明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看来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远处的丹特正死死盯着这边，那眼神恨不得把人看穿。本尼迪克特没再多说什么，既然已经被盯上了，那就没必要再待下去。他带着女子转身离开，只留下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背影。谁也没想到，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一只手猛地伸过来，直接扯掉了女人的面具。这下全场都愣住了。丹特冷着脸站在对面，手里死死攥着那个面具，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本尼迪克特立刻把人护在身后，语气里全是火药味，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丹特盯着那张露出来的脸，只是冷笑了一声。没人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但他心里显然已经烦到了极点。看来刚才在拍卖会上，丹特确实起疑心了。还好艾尔莎早有准备，提前安排了替身帮自己打掩护。可还没等他松口气，丹特就直接把他堵在了走廊，冷着脸问他到底跑哪去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艾尔莎赶紧低下头，小声解释说自己去见了马丁伯爵夫人，毕竟那是他唯一能说上话的朋友。听到这话，丹特的态度竟然软了下来，他没再继续追究，只是叮嘱他以后出门必须先告诉他。虽然这次靠演技混了过去，但艾尔莎心里清楚，这个男人以后只会盯得更紧。真是越想越后怕。丹特为了确认是不是他，竟然在百忙之中特意跑来宿舍。这男人的直觉准得让人发指。这种心惊肉跳的事，艾尔莎是真的不想再干第二次了。好在事情总算要结束了，他推开门想去找露西安，结果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露西安正光着上身，显然是刚洗完澡。艾尔莎盯着他看了半天，心里忍不住感叹，这哪还是记忆里那个小男孩，现在的他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了。
气氛一下子变得特别尴尬。艾尔莎赶紧转身想躲出去，露西安却表现得很淡定，说：“既然好久不见了，就没必要这么见外。”露西安慢条斯理地穿好衬衫，艾尔莎站在一旁赶紧道歉，说是因为丹特最近盯得太死，她才一直没能找机会过来。露西安倒是一点没生气，反而开始憧憬以后只要离开了这间宿舍，他们就能随时随地见面了。为了缓解这有点沉闷的气氛，艾尔莎拿出一束蓝色的花，笑着问他好不好看，还说这花的颜色简直和他的眼睛一模一样。露西安愣了一下，轻声问他是不是看到这花就想到他了。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露西安嘴角微微上扬，轻声说了一句：“我很开心。”这一刻，空气里全是甜甜的味道。艾尔莎笑着调侃露西安说：“听说他最近在拼命训练，这主意确实不错。毕竟想要顺利逃出这间宿舍，没点体力可不行。”露西安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自己的心思全被看穿了。艾尔莎轻声安慰他，准备工作已经快到尾声了，让他再耐心等一等。露西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对他来说，如果连艾尔莎都不能信任，那这世界上就没谁能信了。就在这时，露西安突然提起了另一件事，她说等以后彻底自由了，她有个特别想去的地方。她想起小时候，父母总会带她去看秋收节的烟花。露西安转过头，眼神里全是认真。她说：“明年我想和你一起看烟花。”艾尔莎，露西安这份纯粹的好意，简直让艾尔莎快要喘不过气了。她低头死死攥着那束花，心里全是说不出的愧疚。她觉得自己根本还不起这份情，毕竟从头到尾她都在欺骗他，利用他，甚至早就计划好了，等时机一成熟就拍拍屁股走人。艾尔莎深吸一口气，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答应他，说明年一定陪他去看烟花。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如果露西安知道了一切真相，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里，他还能笑得像现在这样这么天真烂漫吗？到了第二天，丹特递给艾尔莎一封信，说是马丁伯爵夫人送来的。信里的内容倒也简单，就是邀请艾尔莎去参加9月的派对。信上说，因为小马丁年纪还太小，这次聚会将由夫人代为出席，字里行间全是想见面的意思。看来这位布里吉特已经等不及要去叙旧了。看着艾尔莎对着信纸出神，丹特忍不住开口问，到底写了什么能让他这么高兴？艾尔莎随口解释了几句，说是马丁伯爵家总算安稳了，其实他心里另有打算，想要顺利完成逃跑计划。布里吉特的帮助至关重要，可眼下最麻烦的是他手里根本没有派对的邀请函。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丹特突然冒出一句，那就跟我一起去吧。这一句话直接把艾尔莎整不会了。皇宫花园的派对现场确实漂亮，艾尔莎正感叹这里的景色，丹特就凑了过来。他问艾尔莎喜不喜欢，还说只要她愿意，下次可以专门以她的名义办一场。可艾尔莎心里却在犯嘀咕，明明嘴上说的这么大方，她的脸色看起来却相当勉强。谁都知道她最讨厌进宫，这次纯粹是为了陪艾尔莎才来的，所以艾尔莎赶紧开口拒绝了。没想到丹特却很认真，他说只要艾尔莎不喜欢，那这个地方对他来说也就没意义了。艾尔莎心里很清楚，要不是为了陪自己，丹特根本不会来这种地方。丹特听完笑了笑，放下酒杯，感叹道：“还好有你在身边，不然以他的脾气，早就因为不耐烦，把这整个会场都给掀了。”艾尔莎听得心惊肉跳，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这位祖宗千万别在这儿发火。就在这时，一个威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气氛。原来是皇后亲自驾到了。刚才还随性的两个人立刻收敛神色，低头行礼。皇后一开口就没给好脸色，她说：“真没想到，以前请都请不动的侯爵大人，今天居然会大驾光临。”丹特道也淡定，故意装作听不懂的样子，问皇后到底想表达什么。皇后冷笑一声，直接把话挑明了：“既然以前都不给面子，现在来了反而让人觉得不痛快。”她猛地展开折扇，语气变得异常凌厉：“你羞辱了我的儿子，竟然还敢来参加我办的派对！”面对皇后的质问，丹特不仅没退缩，反而勾起嘴角回了一句：“他说当初那位二皇子对我身边的这位舞伴说话，可也没客气到哪儿去。”丹特这嘴是真的毒，他当众嘲讽皇室成员，说他们是不是都有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把人当成空气。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后，自己亲眼看见艾尔莎行过礼了，是皇后故意视而不见。艾尔莎在一旁听得头皮发麻，这种神仙打架的场合，他真的1秒钟都不想多待，恨不得现在就能直接晕过去。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子突然现身了，他笑着走向丹特，说自己已经找了他好久。刚才还剑拔弩张的丹特立刻换上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客客气气地向皇太子行礼。皇太子却表现得非常亲近，甚至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搞得这么见外。听到皇太子说大家是一家人，皇后心里简直要气炸了。她冷冷地看了儿子一眼，找个借口直接转身离开。皇后这一走，皇太子立刻把注意力转到了旁边的艾尔莎身上，他一边夸赞艾尔莎长得漂亮，一边用那种意味深长的眼神不停地打量着她。丹特哪里受得了这个，他直接侧身挡在两人中间，语气生硬地警告皇太子离自己的女人远一点。皇太子听完不仅没生气，反而露出一抹玩味的笑。他盯着丹特看了半天，突然提出想单独聊聊。谁也没想到，丹特连想都没想，当众就甩出了3个字：我拒绝。这下场面彻底僵住了，谁都不知道这位皇太子到底在打什么主意。眼看气氛越来越僵，艾尔莎赶紧伸手拉住他的衣角，小声劝丹特还是跟着皇太子去谈谈吧。丹特眉头一皱，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这是打算把我卖了吗？
艾尔莎赶紧拿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你要是当众拒绝皇太子，我在这儿待着压力实在太大，根本没心思参加派对。”接着他换上一副甜美的笑容，叮嘱他一定要快点回来，还撒娇说等谈完之后，剩下的时间必须全部陪着他。面对这种温柔攻势，丹特最后还是妥协了，只能点头答应下来。皇太子在一旁看着两人的互动，笑着安慰艾尔莎，说自己只是找他聊聊，绝对不会耽误太久。可就在两个男人转身离开后，艾尔莎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眼神冷得让人害怕。谁能想到，刚才那副深情款款的模样，竟然全是他演出来的。艾尔莎独自在花园里走着，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正轻声呼唤着她的名字。她猛地回过头，发现来的人竟然是布里吉特，两人显然已经很久没见了。布里吉特从树影里走出来，先是关心地问候了几句，接着便直接切入了正题。他说自己收到了那封求助信，知道艾尔莎现在处境困难，所以才特意赶过来见面。布里吉特紧紧握住他的手，表情变得非常严肃，问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需要动用这么隐秘的手段来求助。皇太子随手一指，让丹特坐下，还顺便问他要不要喝一杯。丹特一点面子都不给，直言两人的关系还没好到能坐在一起喝酒。皇太子倒也不生气，放下酒杯，开门见山，想要他去解决南边的走私犯。丹特冷笑一声，这种国家该管的事，凭什么要他去收烂摊子？皇太子早就准备好了报酬，他很清楚丹特的软肋就是艾尔莎，现在的艾尔莎在社交圈名声扫地，这种身份上的差距迟早会变成两人之间的阻碍。丹特虽然嘴硬说不在乎，但皇太子紧接着又补了一刀，问他有没有想过艾尔莎的感受。只要这次能帮皇室解决掉走私犯，不仅两人的关系能被官方认可，艾尔莎的身价也会跟着水涨船高。这个条件丹特根本没办法拒绝。皇太子这招确实狠，只要艾尔莎拿到了新头衔，以后谁还敢对他指指点点？丹特虽然看透了他的贪婪，但为了艾尔莎，他还是点头答应了这笔交易。本想立刻动身去解决麻烦，皇太子却反常的拦住了他，非要他等到10月再走。谁也不知道皇太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只说有一场关于艾尔莎的好戏，自己绝对不能错过。就在这时，另一边的本尼迪克特突然被泼了一身红酒。艾尔莎借着泼酒的意外，主动提出陪本尼迪克特去换衣服，成功制造了两人独处的机会。一路上，他看似随口闲聊，问起本尼迪克特平时有什么爱好。本尼迪克特也顺着话说自己喜欢美食。艾尔莎笑了笑，推荐他去索托内港的一家餐厅，还特意强调10月的生蚝最鲜美。表面上这只是在分享食谱，本尼迪克特心里却咯噔一下，瞬间听懂了这背后的暗号。10月港口餐厅，这哪里是在推荐美食，分明是艾尔莎帮他准备好的逃跑路线。看来这个女人是打算直接把他送出国呀。就在两人密谋的时候，丹特突然杀了出来，这一声招呼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他盯着并肩而行的两人，语气里全是火药味，质问他们怎么凑到一块去了。艾尔莎赶紧打圆场，解释说自己不小心弄脏了本尼迪克特的衣服，正打算带他去换一件。可丹特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直接让艾尔莎先回花园待着，剩下的事情他要亲自处理。丹特转头看向本尼迪克特，一字一句的宣示主权，说艾尔莎的事就是他的事。这下麻烦了，丹特的横插一脚，让艾尔莎的计划彻底被打乱了。丹特一把搂住艾尔莎，当众宣布他们才是恋人。既然艾尔莎弄脏了别人的衣服，那理应由她这个男朋友来收尾。艾尔莎道，也乐得清闲，反正该传达的情报已经说完了。他顺水推舟把本尼迪克特交了出去，转身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可艾尔莎前脚刚走，丹特就彻底变了脸。他叫住正准备离开的本尼迪克特，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直接动了手。这一记重击让本尼迪克特根本说不出话。丹特眼神冰冷地问他，你觉得呢，伯爵大人？他死死盯着本尼迪克特，压低声音在对方耳边警告，说最近总有些恶心的昆虫喜欢在他心爱的女人身边瞎转悠。面对丹特的威胁，本尼迪克特干脆也不装了，他冷笑着承认自己就是故意的。他甚至当面嘲讽起来，说真没想到像艾尔莎那样的女人竟然能在丹特身边待这么久。这句话瞬间点燃了火药桶，丹特猛地伸手死死拽住他的领口，眼神里已经动了杀机。可本尼迪克特不仅没被吓住，反而变本加厉地开始翻旧账，细数丹特以前干的那些蠢事，在舞会上把他一个人丢下，让他在社交场上丢尽了脸面，甚至还因为自私惹恼了皇后。本尼迪克特最后这一刀扎得最深，你口口声声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可结果呢？除了让他受苦，你还做了什么？本尼迪克特的话越说越难听，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丹特，因为他的自私，艾尔莎已经成了二王子和皇后的眼中钉。现在艾尔莎还能平安无事，全靠丹特那点新鲜感在撑着。可一旦哪天他玩腻了，把这个女人像垃圾一样扔掉呢？到那时候，那些背得最光了的权贵们，真的会放过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吗？丹特咬牙反驳，说自己绝对不会抛弃艾尔莎。可本尼迪克特听完，只是轻蔑地笑出了声。他提醒这位高傲的侯爵，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想想你以前甩掉的那些女人，她们现在的下场就是艾尔莎的明天。本尼迪克特死死盯着丹特的眼睛，问出了那个最致命的问题：你到底有没有真心？你真的爱艾尔莎吗？丹特几乎是下意识的回答，说自己当然爱她。可本尼迪克特接下来的话却像一记耳光甩在他脸上。既然爱她，为什么表现出来的样子却像是只把她当成一个好玩的玩具？本尼迪克特毫不客气地撕开了他的伪装，说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侯爵大人这样随心所欲地活着。
你哪怕有一次试着站在他的立场考虑过吗？这一番话彻底戳中了丹特的痛处，他抓着领口的手越收越紧，最后终于恼羞成怒，他发疯似的吼了一句闭嘴，紧接着狠狠一拳，直接把本尼迪克特整个人掀翻在地。丹特这一拳下得极狠，打完之后他转身就走，根本不想再多看本尼迪克特一眼。可本尼迪克特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一边吐着嘴里的血水，一边悠悠地抛出了艾尔莎的心里话。他说，侯爵大人只是把他当成消遣，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个男人根本就不爱他。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现场。本尼迪克特擦了擦嘴角的血迹，眼神里透出一股狠劲。几天后，布里吉特的信如约而至，字里行间全是客套的友谊，但这封信背后的意义可没那么简单。艾尔莎看着信，心里总算踏实了，之前交代的事情已经办妥，只要再坚持一会，计划就能收网了。就在这时，丹特突然推门进来，开口就要带他出门。艾尔莎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定下了行程，我们要去丰收季。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他就已经站在了热闹非凡的丰收季大街上，看着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他整个人都懵了，完全搞不懂这位高冷的侯爵大人今天到底是抽了什么风。艾尔莎忍不住问，你怎么突然想来这种地方了？我以为你最讨厌凑热闹。丹特倒是很淡定，反问他难道不好玩吗？还顺带打听起他喜不喜欢这种祭典。艾尔莎实话实说，这种接地气的热闹他确实是第一次见。丹特笑了笑，直接拉起他的手，既然来都来了，那就把那些死板的酒会抛到脑后，好玩的痛快。这下轮到艾尔莎没话说了，眼前的这个男人好像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了。丰收季的现场简直比想象中还要疯狂，满天都是飞舞的花瓣和彩纸，整条大街被挤得水泄不通。丹特一直护在艾尔莎身边，生怕她被狂欢的人群冲散。这种下意识的保护让原本混乱的场面多了一丝说不清的暧昧。就在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尖叫，真正的重头戏来了。华丽的马车缓缓驶过，祭司们在高处洒下祝福，全城的人都在疯狂欢呼，愿帝国永远繁荣。在这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艾尔莎抬头看向身边的人，她突然觉得这场祭典似乎并不只是热闹那么简单。看着眼前盛大的祭典，艾尔莎整个人都看呆了，这种场面她确实是头一回见。丹特在一旁调侃，问他是不是觉得很好玩，还说他的兴奋全写在脸上了。艾尔莎赶紧嘴硬否认，生怕被看出来自己刚才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孩。结果丹特根本不吃这套，他笑了笑，直接递过来一个粉色的棉花糖。他说刚才就发现。艾尔莎盯着这东西看了好久，既然想吃就别端着了。艾尔莎愣愣地接过棉花糖，一股熟悉的甜味扑面而来。就在这一瞬间，一段不属于他的童年记忆突然在脑海中炸开。原来这个味道藏着原主最深处的秘密，那是一段被尘封的痛苦记忆。在很久以前的丰收季，年幼的艾尔莎只能独自躲在阴暗的阁楼里。窗外传来了熟悉的笑声，父亲和继母正带着年幼的弟弟开心地从祭典现场回来。弟弟手里拿着甜甜的棉花糖，父亲一脸宠溺地叮嘱他小心别弄脏了衣服，继母则温柔地牵着孩子，催促他快去洗手。看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艾尔莎才彻底明白，在这个所谓的家里，他从来都只是个多余的外人。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依然像一根刺一样狠狠扎在他的心里。看着手里的棉花糖，艾尔莎心里很不是滋味。虽然这并不是她本人的记忆，但那种对王母的愧疚感还是让她有些挪不开眼。丹特看她一直发愣，轻声问她怎么不吃。艾尔莎这才回过神来，说自己确实是头一回尝试。她轻轻咬了一口，那股甜味在嘴里化开，原本沉重的心情似乎也跟着稍微轻松了一点。丹特看着她吃得开心，语气里满是欣慰，只要她喜欢，这一趟就不算白来。就在气氛最温馨的时候，丹特突然压低了声音，叫住了艾尔莎的名字。看她的眼神，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谁能想到，像丹特这样的人，竟然也是头一回参加丰收季。他笑着说，既然大家都是第一次，那这种感觉还挺不赖的。看着他在人群中灿烂的笑容，艾尔莎整个人都愣住了。周围明明到处都是人，可他的眼里却只剩下了丹特，嘴里的食物甜得过头，两人的气氛也越来越微妙。丹特温柔地问他，这些菜合不合胃口？艾尔莎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可他很快就发现不对劲，这么热闹的祭典，为什么这家餐厅里除了他们两个，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这到底是巧合，还是丹特为勒他，直接把整家店都包下来了？果然不出所料，丹特淡定地承认，为了今天的约会，他确实把整家餐厅都包下来了。这种大手笔还没让艾尔莎缓过神，丹特突然敲了敲桌子，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他说自己很快就要出远门了，原来是皇太子那边塞给他一个收拾烂摊子的任务，要去南方处理一伙走私犯。对他来说，这种事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艾尔莎听完，只能叮嘱他多加小心。丹特却故意凑过来调侃说，看他这副淡定的样子，好像一点都不舍得他走。艾尔莎沉默着没有反驳，可他心里很清楚，每一次这种突如其来的离别都让他感到无比难受。丹特突然卖了个关子，他说自己从来不干白活，这次去南方帮皇太子的忙，他可是给自己要了一份相当丰厚的报酬。艾尔莎正纳闷是什么，丹特接下来的话简直像是个重磅炸弹。他说这份报酬就是艾尔莎的爵位。这下艾尔莎彻底懵了，丹特却一脸淡定的解释，等他这次任务回来，艾尔莎就会获得新的伯爵头衔，再也不用受那个子爵家的气了。原来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艾尔莎跟那个家彻底断干净。这份心思让艾尔莎半天说不出话来。
丹特轻轻握住他的手，眼神里全是坚定。他说等他从南方回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这分明就是在许下一辈子的承诺。丹特轻轻吻过艾尔莎的手背，语气坚定的让人无法拒绝。他说我们正式订婚吧。他让艾尔莎再等他一阵子，等他从南方回来，一定会戴上全世界最美的戒指，亲手为他戴上。艾尔莎下意识喊了一声侯爵大人，却被丹特立刻打断。他有些不满地纠正道，以后直接叫我丹特。他似乎很讨厌那个冷冰冰的头衔，只想在艾尔莎面前做他自己。可看着漫天炸开的烟花，艾尔莎心里却一直在打鼓。为什么偏偏是在要离开的时候才来跟他谈论以后？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反而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看着漫天炸开的烟花，艾尔莎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预感，这一刻的画面恐怕他这辈子都忘不掉了。他意识到自己彻底沦陷了，余生所有的喜怒哀乐好像都要被眼前这个男人的笑容给死死的拴住了。艾尔莎轻声说了句谢谢，她告诉丹特自己现在真的很开心，这是她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虽然理智一直在提醒他，两人相处的时间已经没剩多少，马上就要面临分别，但他不想再逃避了。就这一次，他想顺着自己的心意活，哪怕这种感情再不理智，他也决定彻底豁出去了。艾尔莎终于鼓起了勇气，她看着眼前的男人，轻轻的改了口，叫出了那个一直不敢喊的名字：丹特。丰收季刚结束没几天，丹特就动身去了南方，这对他来说是个机会，对艾尔莎来说更是如此。看着手里的项链，他心里很清楚，筹备了这么久，是时候该收网了。利亚姆推门进来，语气里带着几分恭敬，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吩咐。艾尔莎表现得很淡定，毕竟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艾尔莎特意办了场茶话会，说是要犒劳学校的员工，还专门把利亚姆也请了过来，表现的那叫一个体贴。利亚姆哪见过这阵仗，心里还挺感动的，根本没多想，端起茶杯就喝了下去。艾尔莎笑着问他味道怎么样，结果话还没说完，利亚姆就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直接栽倒在地。谁能想到这杯精心准备的茶竟然是专门为他设下的陷阱？伴随着一声脆响，沉重的锁链彻底崩碎，一直以来的束缚总算是在这一刻到头了。艾尔莎走到露西安面前，递出了那枚准备已久的戒指。她说这是能让他们彻底逃离这里的唯一机会。就在露西安握住戒指的瞬间，一股强大的力量喷涌而出。艾尔莎敏锐地察觉到，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某种蛰伏已久的东西终于要觉醒了。露西安周身的魔法阵瞬间炸开，那股排山倒海的气息让整个空间都变得压抑起来。艾尔莎站在他面前，甚至觉得眼前的人非常陌生。就在这一刻，一段不属于现在的记忆突然在脑海中浮现，那个神秘的声音在告诉露西安，他已经跨越了人类的极限，但这股力量是有代价的，对方要他交出所有的爱，永远只能注视着那一个人。艾尔莎看着眼前的变故，心里彻底乱了，这段莫名其妙的记忆到底预示着什么样的未来？艾尔莎心里直犯嘀咕，眼前的这一切跟她记得的原著剧情完全对不上，越是拼命回想，脑袋就越是乱成一团。算了，反正过了今天，原著里的那些条条框框就再也束缚不了她了。她深吸一口气，转头看向露西安，问她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露西安没有说话，只是递过去一个坚定的眼神。紧接着，周围的空间就像玻璃一样，开始大面积的崩塌碎裂，伴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周围的墙壁彻底崩塌。露西安护着艾尔莎，在漫天碎石中强行破开一条生路。她说：“我们走。”两人总算是逃出了那个鬼地方。丹特坐在回程的马车上，心里还在抱怨，为了弄到这枚戒指，真是费了不少功夫。虽然那些碍事的家伙已经被清理干净，但他总觉得这趟差事挺没劲的。现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赶紧回到艾尔莎身边，看看她见到礼物时开心的样子。可就在这时，马车外传来了随从惊慌失措的喊声，说出大事了。丹特有些不耐烦，问到底在吵什么？对方颤抖着说，寄宿学校那边出事了。听到学校两个字，丹特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难道艾尔莎那边真的出意外了？还没等马车靠近，远处的寄宿学校已经彻底变成了一片火海，整座城堡被冲天的火光吞没。丹特猛地推开窗户，看着眼前的惨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声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紧接着又是几声震天动地的巨响，蓝色的魔法光芒伴随着爆炸，将坚固的石墙炸得粉碎。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火灾了，而是有人想要把这里彻底夷为平地。露西安正拼尽全力施展魔法，想在漫天火海中保住两人的命，可他根本不知道怀里的艾尔莎此时在想什么。看着眼前被火焰吞噬的学校，艾尔莎不仅没有害怕，嘴角反而露出一丝冷笑。没错，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画面，亲眼看着这个诅咒之地彻底毁灭。现在他只需要完成最后一步，从这里彻底消失。露西安看着眼前的废墟，兴奋地对艾尔莎说：“他们终于成功了，这下帝国再也没法装作看不见。他甚至已经想好了未来，要带她回公爵岭，发誓这辈子都会保护她。”可就在他握住对方手的一瞬间，意外发生了。露西安整个人突然站立不稳，痛苦地捂住了头。艾尔莎在一旁冷冷地看着，她心里很清楚，这是魔法超负荷的代价。那些被强行吸收的力量现在开始反噬了，如果再不收手，露西安恐怕会当场崩溃。既然露西安已经撑不住了，艾尔莎决定帮她一把。她主动凑到她耳边，像是要给予最后的安慰，可实际上这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陆西安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意识就瞬间陷入了黑暗，整个人无力地瘫倒在地上，看着这个曾经发誓要保护自己的男人，艾尔莎脸上没有任何波澜，她只是冷冷地说了句辛苦了，随后转身走向夕阳。至于那个带她回公爵岭的约定，从一开始她就没打算遵守。看着身后的学校被大火吞噬，艾尔莎长舒了一口气。这一刻，她终于彻底逃出来了。这场大火烧掉的不只是学校，还有她那被诅咒的过去。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更不用为了活命去低声下气。最重要的是，她再也不用扮演那个招人恨的恶毒女配。从现在开始，她只想为自己而活。丹特语气里全是心疼，问他为什么一直忍着不说，脚都伤成这样了，要是早点开口，他们早就回来了。艾尔莎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解释说，因为今天真的太开心了，她不想破坏这么好的气氛。听到这话，丹特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女孩为了不让他扫兴，竟然能忍到这种地步。他一边蹲下查看伤口，一边还在埋怨他的逞强，但这语气里分明已经彻底沦陷了。丹特一边处理伤口，一边忍不住责怪他太傻，疼就该早点说出来。他不是在发脾气，只是真的被吓到了。艾尔莎看着他紧张的样子，反而温柔的笑了。他说自己心里很清楚，这些责备全是因为在乎。听到这些话，他其实很开心。气氛到这一刻彻底变了。丹特停下动作，深情地叫了他的名字，眼神里再也藏不住那份克制。他直勾勾地盯着艾尔莎，终于说出了心里话。现在这一秒，他只想把这个女孩紧紧抱在怀里。艾尔莎微笑着点点头，大方回应了他的请求。既然心意已经相通，他也没打算再退缩。丹特再也按捺不住，直接将她拥入怀中。这一刻，所有的克制都化成了热烈的吻。随着动作越来越近，他轻轻拉开了她衣领的系带，每一个细节都透着不愿放手的占有欲。他停下来，注视着眼前的女孩，由衷的感叹了一句：“你真美。”这下他是彻底沦陷了。原本暧昧的气氛，在这一刻突然乱了套。艾尔莎开始感到不安，嘴里不停地喊着等一下，想要阻止接下来的事情。可对方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动作反而变得更加强势。无论他怎么请求，局面都已经失去了控制。就在这混乱的瞬间，艾尔莎下意识喊出了那个名字：丹特。听到这个名字，男人动作顿了一下，但他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艾尔莎听着他的情话，心里最后的一丝防备也消失了。她甚至在想，自己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这种被他捧在手心里的感觉。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丹特一遍又一遍叫着他的名字，夸他可爱，夸他无可替代，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表白。艾尔莎也轻声回应着，一声接一声的呼唤着丹特。在这安静的空间里，除了彼此的心跳声，就只剩下这化不开的温柔。丹特看着眼前的女孩，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宠溺。他低声感叹着：“你真迷人。”这一刻，他已经完全沦陷了。艾尔莎一声声呼唤着丹特，两人的关系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丹特听着这个亲昵的称呼，心里别提多受用了。他说：“听你不再叫我侯爵，感觉真的很好。”丹特低声念着艾尔莎的名字，这语气听得人脊背发凉。3年前的那场大火带走了一切，也让艾尔莎彻底消失了。从那天起，丹特就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他每天都在梦里寻找那个身影。曾经的艾尔莎是把他从噩梦里拉出来的光，可现在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他的噩梦。他忘不了那个晚上，艾尔莎靠在他的怀里，那么温柔地喊着他的名字。可一想到现在的局面，他心里只剩下怀疑。难道当初的那些甜蜜全都是他演出来的戏吗？他真的很想当面问清楚，这么长时间以来，你对我到底有没有过一丁点真心？利亚姆敲开了房门，带来了一个足以让空气凝固的消息：失踪已久的艾尔莎终于有下落了。听到这个消息，丹特表现得异常冷静，他随手放下手里的东西，淡淡的回了一句：“知道了。”对他来说，那些关于真假和谎言的纠结，现在已经完全不重要了。既然人已经找到了，那所有的疑问和账，他都要亲自去算清楚，真相到底是什么。见面之后，自然就会有答案。丹特看着眼前的破旧村庄，这就是艾尔莎躲藏的地方。利亚姆在前面带路，谁能想到堂堂大小姐竟然会躲到这种偏僻角落？就在这时，集市上传来一阵吆喝声，有人在喊一位叫阿丽亚的小姐。丹特猛地停下脚步，那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虽然换了名字，但那张脸他这辈子都不会认错。丹特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阿丽亚，这名字听起来真陌生。利亚姆在一旁低声解释，这就是艾尔莎现在的化名，她藏在这个小镇，甚至还开了家咖啡馆。丹特没有说话，只是死死盯着远处的那个女人。在他印象里，艾尔莎总是冷冰冰的，可现在她手里拿着苹果，笑得比谁都灿烂。这种笑容，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他从来没有给过她。利亚姆低声询问，要不要现在就把人带走？丹特沉默了很久，最后竟然说：“先回去吧。”这下连手下都懵了，费了这么大劲才找到，难道就这么算了？丹特冷冷地丢下一句：“以后再说，现在只要派人盯着就行。”他看着艾尔莎的背影，眼神里全是复杂的情绪。而此时的艾尔莎正笑着和邻居分享刚买的苹果，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平静的生活早就被盯上了。这种安稳日子恐怕过不了多久了。安娜夫人笑着告别，夸艾尔莎不仅人长得美，说话也招人喜欢。送走客人后，艾尔莎终于松了口气。她躲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已经整整3年了。当初为了避开那3个难缠的男人，她隐姓埋名开了这家咖啡馆，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平淡下去。算算时间，那些人应该已经遇到真正的女主角了，自己这个配角是不是终于可以彻底放松了？就在他以为警报解除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艾尔莎以为是安娜夫人回来了，刚想开口询问，结果回应她的是一声清脆的破碎响声。这下糟了，平静的生活恐怕到此为止了。艾尔莎怎么也没想到，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露西安，她还是那副优雅的样子，笑着问她：“这么久没见，难道不开心吗？”艾尔莎只能硬着头皮说：“当然开心。”可她心里早就乱成一团，明明都躲了3年，她到底是怎么找过来的？露西安一步步走近，语气温柔的让人发毛。她说：“从那个晚上开始，就一直在想一件事，她想知道艾尔莎为什么要说话不算话，为什么要丢下她逃跑。”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露西安已经停在她面前，低声给出了答案。一定是因为她之前做的还不够狠，没能让她彻底死心塌地。露西安看着艾尔莎，语气里带着一丝亏欠。她说以前自己太没本事，只让她看到了软弱的一面，所以那时候说要保护她，听起来就像个笑话，根本没人会当真。但现在不一样了，她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小鬼，现在的她有足够的底气除掉所有威胁。艾尔莎听着这些话，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她太清楚这些人的手段了。自从逃离学院那天起，她就一直活在阴影里，生怕哪天被他们抓回去，落得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为了活命，她这几年拼命收集情报，时刻盯着那3个男人的动向。不管是侯爵的丑闻，还是伯爵的扩张，甚至连露西安搞垮对手的消息，她都了如指掌。她比谁都明白，这些男人变得越强大，对她来说就越是一场逃不掉的噩梦。艾尔莎深吸一口气，明确告诉露西安，她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根本没打算跟她回去。可露西安根本不在乎她的拒绝，反而反问她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伴随着一声闷响，她的随从竟然直接倒在了地上。艾尔莎吓得大喊出声，她怎么也没想到露西安竟然会直接在店里动手。看着到地不起的随从，艾尔莎质问他到底做了什么。露西安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语气平淡的可怕。她说只是让碍事的人睡一觉，这样就没人能打扰他们叙旧了。这下全乱了，眼前的露西安比3年前更加疯狂。艾尔莎盯着倒地的随从，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家伙的打扮和身手根本不像个普通的村民。露西安在一旁冷冷的开口，直接揭穿了真相。他说这人其实是奥本海默侯爵派来的眼线。艾尔莎整个人都懵了，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躲了这么久，竟然一直被那个男人监视着。露西安看着他惊慌的样子，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他说原本抓在手里的猎物竟然自己溜掉了，换作是谁都不会善罢甘休，更何况是那个可怕的侯爵。就算不是今天，他也迟早会把艾尔莎揪出来，无论花多少年，他都不会放手。露西安最后那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心。他说艾尔莎跟了那人这么久，竟然还是没能看透他。露西安的耐心快耗尽了，他质问艾尔莎是不是一直在装清纯。他说本来想慢慢劝，但现在侯爵的人随时会到，要是再不走，等那个男人杀过来就晚了。露西安摆出一副深情的模样，承诺这次一定会保护好他，只要艾尔莎肯跟他走。艾尔莎心里乱成一团，他知道现在的局面，如果不靠露西安，根本躲不开丹特的眼线。与其被那个疯子抓回去，不如先利用露西安脱身，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找机会彻底消失。想到这，艾尔莎终于点了点头，答应跟露西安离开。露西安看起来高兴坏了，还不停地感谢他的信任。可他根本不知道，艾尔莎已经在想下一次该往哪逃了。艾尔莎找了个借口，说要去收拾行李，让露西安在原地等他一下。说完，他就赶紧转身跑开，想趁这个机会赶紧想出下一步的对策。可露西安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不但没有催促，反而露出了一个让人发毛的微笑。这就是哈里德公爵的城堡。艾尔莎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来到这里。露西安在前面带路，语气听起来很客气。他说要给艾尔莎介绍一个人，到底是谁？非要在这个时候见面？还没等艾尔莎反应过来，一个银发女人就笑着迎了上来。她就是玛格丽特。她表现得非常热情，甚至直接叫出了艾尔莎的名字，说早就从那2个男人嘴里听说过她。这种过分的亲切，反而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艾尔莎一眼就认了出来，眼前的银发女人正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玛格丽特笑得很优雅，她说那些男人经常提起艾尔莎，还夸她的红发像玫瑰一样漂亮。这种看似完美的礼貌，反而让艾尔莎脊背发凉。原著的剧情难道已经开始失控了？看着玛格丽特离去的背影，艾尔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艾尔莎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总觉得靠近这些原著角色准没好事。露西安倒是表现得很自然，她带着艾尔莎走进大厅，当众宣布她是公爵府最尊贵的客人。管家虽然在点头应和，但看艾尔莎的眼神明显透着一丝古怪，这顿晚餐恐怕没那么容易吃下去。管家接下来的举动让艾尔莎彻底无语了，他全程只顾着跟露西安说话，完全把她当成了空气。艾尔莎心里很清楚，在这些忠心的仆人眼里，她就是一个会坏了公爵名声的坏女人。虽然这种冷遇她以前没少见，但时隔1年再次体验，心里还是觉得很不爽。好在露西安没打算让她继续尴尬，直接带她去了休息的房间。露西安这招直球打得艾尔莎措手不及，她竟然说想亲自带路，只是为了能和她多待一会儿。艾尔莎根本没法拒绝，只能硬着头皮跟他走。但他没注意到，公爵府里无数双眼睛正盯着他，直到独自待在华丽的房间里，艾尔莎才彻底反应过来，这进展也太快了。他甚至连行李都没收拾，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住进了这个是非之地。艾尔莎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咖啡馆那边留下的烂摊子。安娜夫人要是看到有人晕在门口，肯定会被吓坏的。
更让他心神不宁的是那个叫丹特的男人，他竟然真的在满世界找他。可如果真的被他找到了，等待自己的又会是什么呢？艾尔莎心里乱成一团，她发现自己根本不敢去想那个答案。深夜的豪宅里，一个惊人的消息打破了死寂，派去鲁本的监视小队竟然全被人干掉了。利亚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艾尔莎现在下落不明，很可能是被人绑架了。听到这个消息，丹特手里的红酒杯瞬间炸裂，鲜血顺着指缝流了下来。看着满手的鲜血，丹特心里全是后悔。早知道事情会失控成这样，当初就该不择手段把他拽回来。他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语气冷得让人脊背发凉。不管付出什么代价，立刻给我查清楚艾尔莎的下落。